他22世纪的名医，刚通宵做完2台手术，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滚下台阶，原本以为是大型社死现场，没想到却是穿越现场。头脑中立刻涌入了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记忆。他叫唐竹云，20岁，大理寺清唐名藩之女，赫赫有名的恨嫁女花痴，一代贤臣，两袖清风，却被这个不成器的女儿弄得早生华发，名声扫地。姑娘，您没事吧？吓死奴婢了。前身作死恨嫁，把京城4公子骚扰了个遍，皇上流落民间的儿子靖王就被愚蠢的前身惦记上了，把这位爷给放倒了，现在进入了爬床阶段。走，快走！不是，姑娘，您不是靖王就在那里啊？让你走你就走。姑娘，您不反悔了？您不是要睡靖王吗？我嫌命长啊，我想睡，不能去睡小官吗？可是您去之前因为我没钱被赶出来了，小官要钱。睡小官要钱，睡靖王要命啊！你再啰嗦，我就自己走了。前身是脑子进水了，才想着去算计一个亲王，成不成那都是不死也脱半层皮啊！不好，有人算计咱们啊！那怎么办？你想攀附靖王吗？你要有这心思，我就成全你啊！奴婢不想，奴婢不想。走，咱们爬墙去。放我下来。就在这里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来了。哦，公主府太大了，我迷了路，索性带丫鬟来这里歇歇。这里是禁地，不让待吗？啊，那对不住了。杏儿，咱们走。站住！贼眉鼠眼，成何体统？啊，怎么还骂人了？谁是贼啊？我偷什么了我？你的好侄子我也没动啊，现在在里面好好躺着。朱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安若，你不是说今天一直陪着我吗？怎么又把我丢下了？我只是去给大长公主请安，转身就不见你了。朱云，你见到靖王爷了吗？现在到处都找不到他啊！靖王爷是谁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位王爷啊？可是你之前分明说过要跟着靖王爷。云儿，别闹了，王爷身份尊贵，闹大了唐大人也为难呢。你现在就承认吧，大长公主殿下会网开一面的。安若既然一口一个靖王爷，和他这么亲密，那你一定知道他的去向了。我没有，朱云，你不能这般说话。都够了，进去看看靖王在不在。姑母，我在此。这厮竟然是装的。王爷，您怎么跟朱云在这里呢？你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王爷头上吗？姑母，到处找你都找不到，多喝了几杯酒，走到这里进去歇歇。这么多人，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不知道王爷在这里休息，我无故闯入院子里，幸而没有进屋，惊扰之处，请王爷恕罪。不是，长得好看就牛啊！哼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靖王身后那个狗腿子侍卫看他的眼神十分哀怨。大哥，将就着吧，我已经很客气了。我要是真把你主子睡了，你脑袋就别要了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刚才他不出来阻止自己？靖王明明没事还装晕，侍卫又隐身，他们想干什么？将计就计。那就好，一场误会，走吧，都等着你呢。殿下，朱云真的和我说，他要带着那种不干净的药前来对付王爷，我也是怕王爷出事，所以才……我说你就信啊？那我让你去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这才是京城恶女应该有的样子。而且我根本没说过，也不会那么做。王爷是天上的云，我呢是地上的泥，不敢攀附，怕摔得粉身碎骨。那你敢把荷包拿出来吗？你若是不敢，那就请殿下身边的嬷嬷代劳一下。那可是他买来的药，这件事情暴露，他第一个活不成了。你凭什么对我妹妹搜身？来人是唐伯欣，唐竹云唯一的亲哥哥，手里牵着的是唐竹云名义上的侄子，实际上却是他亲儿子唐铎，小名凛凛。因为他是未婚生子，而且自己都不知道那男人是谁。说起来这件事，现在的唐竹云都想把原神暴打一顿。彼时唐伯欣已经状元及第，为了妹妹的清誉，他和唐明帆商量，就说这个孩子是自己在外面的私生子。
为此坏了自己名声。大哥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唐大人，我敢肯定，朱云荷包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你的肯定值什么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现在才说？我女儿身上藏什么东西和你无关。唐大人，他带危险的东西进来，又有何为呢？爹，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。今日的女儿似乎不太一样了。来说说，我带了什么危险的东西进来？迷药，你荷包里是迷药。你说要暗送王爷，你还说王爷也没什么高攀不起的，他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又不是头婚。你这是戏文看多了，还是犯了癔症啊？我什么家境，敢去暗算晋王？唐府统共养了一个丫鬟，一个看门的婆子，晋王爷身边伺候的10几个、几十个，我凭什么去暗算他呀？你从前又不是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哼，你从前还尿床呢。你就是心虚。我心虚啊？我是怕你下不来台。喏，糖粉要不要尝尝？不可能！够了，堂堂官家千金，闹成这样都不要体面了吗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撵出去，以后再也不许进公主府。公主，您听我解释呢。爹，哥哥，玲玲，咱们回家。晋王深深地看了一眼唐竹云，先回家，有事儿回家再说，把那脏药交出来。大爷，都是奴婢的错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你先去请个大夫给姑娘看看。枕巾你先赊着。轩儿，你起来。从前的事情都是我不懂事儿，让爹和哥哥操心了，以后不会了。轩儿买到的是假药，被人用糖粉糊弄了，所以我没事儿。只白瞎了5两银子，还是他在外面借的印子钱。唐竹云粗算算，现在外面还欠着100多两银子，这还是没暴露出来的，现在都成了他的黑锅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他这是做了什么孽啊？要穿越来给人背锅？你呀你，不信呐，拿家法来。爹，我娘，您想想我娘，饶了我这次吧。想起王亲，看着女儿和王亲那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老泪纵横。唐伯先冷笑，狗改不了吃屎。走，爹带你回屋读书。起来吧。什么时候啊，我闭上眼睛去找你娘，什么时候啊，就不用为你操心了。下去吧，我要回衙门了。爹，您慢点儿，您先缓缓，等吃过饭再去衙门吧。他趁机摸了摸唐明帆的脉，堂堂2品大员，脉象虚而无力，双手冰凉，心虚气短，分明是营养不好，导致气血生化不足。他这是捡了个什么烂摊子？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让家里3个男人对他改观，他还得赶紧想办法把外面的高利贷还上，弄不好是要影响父兄仕途的。姑娘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您不会是想着要和晋王爷私奔吧？我倒是想啊，他能跟我走。那您想和谁私奔？姑奶奶怎么就非私奔不可了？你帮你娘在家里做饭，我出去一趟。啊，不，姑娘，我不让您走，您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走，我就是出去卖东西啊，要不收银子钱的上门，把你递给他们啊。姑娘，我不要。那就放手啊，好好帮你娘干活，我很快就回来啊。这是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。破皮袄3件，破首饰13样，死当100两。什么？竟然这么黑？不是，我那些首饰都是真金白银好玉宝石的，还有我那灰鼠皮袄子，一件买的时候都是50两。爱当不当，不当滚蛋，去别家看去吧。掌柜的，您是不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僵硬，经常关节肿大，疼痛难忍？哎，你这小姑娘怎么知道？一定是听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这老毛病许多人都知道，想讨价还价就算了。您附耳过来，我跟您说点别人不知道的。我祖上是名医国手，您脉象虚浮，血瘀凝滞，应该吃过不少药。是吃过很多呀，可是都不见效啊。您可以试试我的方子。你到底是真的会治病，还是故弄玄虚啊？我给您开的方子，您大可以拿给别的大夫看，他
他们倘若不说好，那算我骗你。哎，掌柜的，要不您试试？您这病发作起来可太受罪了。一边去。这样吧，你写方子，如果真的好用啊，我就给你10两银子诊金。至于当东西，该多少银子还是多少银子。20两，一口价，有效了再收钱。好，来人，准备文房4宝。我说你写，阴阳货、丹参、地黄、金方糖各2钱。为表诚意，我10天之后再来收诊金。那我们写个契约？不必了，我相信你。等等，这是定金，姑娘既然相信我，我也相信姑娘。哎，掌柜的，那小姑娘跟您偷偷说了句什么呀？滚，少打听。房中的事情能和别人说吗？那小姑娘不知道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，还是真的有点本事。今天的肉都卖完了，姑娘要买，明日再来。啊，你这大骨棒和大肠怎么卖的？这些我打算自己带回家，姑娘想要的话，随便给几个钱就行。那我给你20文，都给我如何？如果带有猪血就好了。您别说，还真剩下一块。您等着，我给你取，我送您了，以后您常来。哎呀，您这是买了猪大肠？来帮忙，今晚咱们吃点好的。这大肠这么臭，谁吃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是买来喂猫的，对不对？进来帮忙，今晚我做饭。啊，您做饭？可是姑娘，您不会做饭呢。我在乡下长大，怎么可能不会做饭啊？我从前不过是懒得做而已啊。只是大肠见的没人要，倒要用面粉这样金贵的东西来洗它。等大爷回来的，看到姑娘这般胡闹，又得甩脸子了。这是什么味道啊？这么香啊！隔壁的，我一点也不馋。爹，大哥，玲玲，你们回来了，洗手吃饭。阿云，你做饭了？是喂，你们尝尝，其实挺好吃的。你又闯了什么弥天大祸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就出去买菜做个饭而已啊。以前是我太不懂事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伯欣呐，不许那么说妹妹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吃饭呢？这是猪大肠。我洗干净了，爹，您尝尝，真的。您费了半斤面粉洗的，能不干净吗？你下去啊，是你的罪。哼，原来还是糟践东西。爹，你快吐出来。好吃，真的好吃啊！哎，伯欣呐，你快尝尝。我不吃。哎呀，真的，我骗你做什么？我从来都不知道阿云还有这样好的手艺啊！哎呀，我就说嘛，阿云呐是个好孩子。来，你快尝尝。那大哥尝尝猪血啊。他就不信有人不拜倒在他的厨艺下。哼，就算这个骄傲的哥哥也不例外。来，你也尝尝。啊，太辣了。哎呀，今日你妹妹这个菜做得好吧？尚可，就是费油也费饭。吃进肚子里的就不算浪费啊。没错，阿云说得对啊。阿云呐，以前的事情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就行啊。我知道的，爹。那个，爹，大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说。哎呀，说吧，不用吞吞吐吐的。没有什么呀，比看到你学好更让爹高兴的了。有什么难处啊，都要告诉爹。哎呀，你娘去得早。哎，不提了。阿云呐，你说。我想借家里20两银子，但是我10天后就能还19两。我就说你今日怎么性情大变，原来是为了要银子，1文都没有，你想都别想。阿云呐，要银子不是不可以，你和爹说你要银子做什么呀？要银子可以。好，这个家以后我不管了。爹，我不是乱用钱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会还的。爹相信你，和原来不一样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爹第一次吃到你做的饭呢。你是随了你娘啊，你娘做饭很好吃，很好吃啊。再便宜的东西，她也能做得很好吃。爹，以后我管家，我保证会让家里人吃饱穿暖，
再也不会挥霍了。月2日，天还没亮，唐竹云就被屋外的声音吵醒。你轻点儿，别吵醒你妹妹，那是你妹妹。哎，罢了罢了，不用你送我，我自己走就行。爹，还有2个馒头，我帮您热过了，您带着充饥吧。不用啊，宫里管饭。可是等散朝之后，那得什么时候啊？爹，您等等，我给你打2颗荷包蛋，您吃了再去，用不了多久的。不用了，鸡蛋呢，留给琳琳吃。没事，还有，我很快。爹，您吃过再过去。好啊。东方泛出鱼肚白，这日子大概也终于见亮了吧。姑娘，下次缺银子了，欢迎再来啊。你说这话容易挨打，知道吗？不过因为5两银子，他也不生气，甚至觉得心满意足，生出了可以小小挥霍的感觉。他又到屠户那里预定了猪大肠和猪肚，买了1条五花肉，这次足足花了100文。哼，是因为我挨了板子？真是个废物。怎么听这语气是在嫌弃他没有得手？那天他下的明明是糖粉，晋王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。之前他就觉得不对劲，他明白过来，那日晋王是故意的，他想顺水推舟，生米煮成熟饭。哼，卑鄙无耻下流！你这个恶女，给我配几副堕胎药，要吃了再不还那种。这位爷，您还需要买什么吗？幸亏这女人没得手，否则岂不是要把肚子里的孩子栽给王爷？怪不得她想爬上王爷的床，原来是举着绿帽子来的，这个恶女。这个可没有啊，您得拿着方子来抓药，而且这种我们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。我家里周围太多野猫，现在春天晚上叫个不停，我想给喂它们的时候掺上绝育的药，省得回头越来越多。吓死我了，这种药有，我这就给您取去。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阿云，是我不小心把你借印子钱的事情告诉了唐大哥，真是对不住了呢。好，真是谢谢你了。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去找你，好好谢谢你。你跟我进来。唐大哥，我是为了阿云好呢。他瞎了眼，才把你当朋友。大哥说的对，走，咱们回家说，不理疯狗。你真的还了？真的啊，不信你问秀儿。昨天我去了当铺换了银子，刚才出去就是还钱去了。大哥，我害怕影响爹和你，所以赶紧去还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再借了。你在哪家借的？你昨天要20两银子，是不是因为还钱不够？是，但是爹和大哥给了我，所以银子凑够了。对了，大哥，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。你说。我现在就怕靖王别有用心，对爹和大哥不好。外面的事情我不懂，爹又正直无私，不会把人往坏处想。大哥，你多注意些吧。这件事情，我昨日就想到了。他既然没有被下药，那不应当那么晚才出来。你不用担心，只是以后少掺和这些事情，少和那个阮安若来往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大哥知道我就放心了，反正我听大哥的，准没错。我先回去了，我只请了这1上午的假。那吃过饭再回去啊？啊，不用，我这就走。你啊，好好歇着。啊，大哥等等，我和你说一声，我要去阮家一趟。阮安若这般欺负我要出这口气。那我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大哥相信我，等我做不到了再请你帮我。那我在家等你，等你处理完了我再走。好，那我快去快回。唐竹云没让他等多长时间，不到1刻钟就回来了。解决了？解决了。阮安若收过他表哥的许多东西，我告诉他娘了。其实我知道阮安若不是喜欢他表哥，就是喜欢占便宜，但是他娘不会相信的啊。这讨厌的苍蝇啊，终于能消停了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才是开始。琳琳还得学吗？今日他学得不好，被我罚了。你进来做什么？给你送草莓啊。你胳膊怎么回事啊？不关你事。那我喊你爹进来问你啊。你伸出来，我看看。哥，给你看就是，装模作样。是大的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不想说，
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假惺惺，我不吃你那套。你要是想利用对我好，让我爹心软，那你就打错了主意。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看。但是你若是告诉祖父和父亲，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小狗，在王府被人欺负了，是不是？别人打你要打回来，打不过就要跑，跑不了就得认怂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知道吗？回来告诉祖父和你爹，不想告诉他们就告诉我，我们帮你出气，知道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家里已经没什么银子了，你讨好我也没用。其实我说喊你爹是骗你的，你爹去接我爹去了。嘿，我知道咱们家没钱，你在王府家学里肯定没有少因为这个受委屈。其实我觉得你不适合去那里读书，只是这件事情我不能贸然开口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想想怎么和你祖父还有你爹说，也得让你有事情做。这样我明日就说你生病了，先在家里歇几日，然后我们俩一起商量对策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别告诉我爹和我祖父，我不想他们为我操心，他们为你已经操碎了心。我知道，以后不会了。快写大字，把草莓吃了。我出去看看肉炖熟了没有。他到底要做什么？吃饭的时候，凛凛一直看着唐竹云，可是后者就是不开口。他帮他告假，现在又在装傻，他再也不相信这个女人了。爹，晋王的事情还是和阿云说一声吧。阿云现在懂事了，还是告诉他，免得他以后知道了又多想。爹，什么事儿啊？也没有什么大事了，和你啊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今日上朝的时候，皇上说以后让晋王来大理寺。啊，皇上他知道昨天赏花宴的事情吗？瞎安排啥呀，破皇帝！这如果是前身，这还不得天天去大理寺衙门堵着闹笑话？有人今日弹劾爹，说他对你管束不严，说的就是昨日那件事。但是皇上英明，并没有怪罪，反而夸赞了爹，说呀，干脆让晋王跟着爹历练历练。那个腹黑的男人他来了，明明想和自己扯上关系，还躺在那里装蒜，等着自己去睡他。那啥，我之前的猜测你告诉爹了吗？爹也知道了，你和晋王以后也没什么见面的机会，不必紧张。我不紧张，我就是讨厌他。算了，吃饭时候不提这些糟心的人，以后就是遇到我也躲着走就是。昨日那个菜呀，真好吃啊！阿云呐，以后也做吧。太辣了，不能总吃，怕上火。爹，大哥，你们觉得这凉菜好不好吃啊？我觉得我这方子都能拿出去换钱了呢。好吃。玲玲，帮我收拾碗筷。小样，生气啦？哼，言而无信，我讨厌你。傻子，我现在说你病了，你爹还不得出去找大夫？那不就露馅了？咱们等明日您出门了你再生病，你爹着急出去就会把你留下的。我想好了，以后还得去，否则祖父和父亲会担心的。但是明日我不想去，就明日一天。行，回头再看。明日啊，我带你出门玩。第二天，唐竹云果然和李丽演了一出戏，骗过了那父子俩。为什么还得带着做好的凉菜呢？你不觉得我这凉菜好吃吗？出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卖个方子，换点银子给你买新衣裳。之所以带着李丽，是希望她能够看到自己的努力，相信自己真心悔改。算了吧，你做给我们吃也很好了。我就是随便碰碰运气而已啊，不行就算了。走，咱们去药铺，我买些药。让开，都让开！去晋王府拿银子。赶着去投胎嘛？这晋王也太跋扈了，闹市中这样横冲直撞，真撞到了人怎么办啊？亏他还长得不错，原来人模狗样，不干人事，白瞎了那张脸。这是进宫的方向，我刚才看到帘子后面有个妇人抱着孩子，我猜是晋王的女儿发病了。啥？晋王的女儿有心疾，还有羊角风，经常发病。我听说每次都是九死一生。真可怜，有那么个不负责任的爹，自己还有病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如果他能有一匹，那该多好。他就再也不怕被别人嘲笑，他相信自己起码也能做最好的。玲玲，没事，我们走吧。玲玲啊，你想不想学些拳脚功夫啊？我小时候在乡下学了一些，你要是不嫌弃，跟我学。你先看着啊。
不行不行，没什么力气啊，比以前差太多了。这身体素质明显不行，以后他也得加强锻炼了。你怎么会的？啊，就是在村里自己琢磨瞎练的。以前在乡下没什么人理我，我就自己玩。除了这个，我还会医术呢。因为我救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老人，经常去给他送饭，和他说话。他教了我几年医术。你会那么多，为什么还要去做那种事情？李林知道他的身世，他问的是唐竹云为什么要为了银子去花船，和一个事后根本不知道是谁的男人生下了他。李林不仅知道，而且还因为这件事情而深深自卑难过。他是一个父不详的孩子，他生来就带着原罪。对不起玲玲，我懂很多，却不懂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情不该做。错了就是错了，让你因为出身痛苦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将来那个男人找来，你怎么办？我不认识他，我不会把你交给一个上花船的男人。那你会原谅他，嫁给他吗？原谅？他没什么需要我原谅的，他只需要你原谅，把你生出来受苦。错的是我和他，我不会再嫁人了。你祖父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你爹已经受了我太多拖累，以后他娶亲，我也不放心让你跟着别人，所以到时候我们俩一起过，好不好？我不需要什么亲生父亲，你若是再把我嫁给别人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，永远永远。唐竹云，你要努力啊！中午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什么都行。你能不能……算了。小屁孩，知不知道这样说话很容易挨揍？我能，我当然能啊！姑姑是无所不能的。来说，你明日给我带饭好吗？好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快就答应了？万一我要是做不好，让你丢脸了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反正怎么都比现在好。第二天早上啊，这么早就醒了？秀儿，你去倒水，照顾玲玲洗漱。你在做饺子？一会儿啊，用鸡汤煮，给你多加香菜，如何？这人明明昨日答应过他要替他带饭，今日却忘到了脑后，他好生气。他果然就不该对他抱有希望。中午你想吃什么啊？一会儿送你们走，我就去买菜回来做，然后让秀儿给你送到王府去。王府让进吧？你中午让秀儿给我送饭？啊？你不想让秀儿去，那我去。那行，快去洗脸梳头，一会儿啊，咱们吃馄饨，吃得饱饱的考状元。我会的，我会像祖父和父亲一样高中状元的。啊，别！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别有那么大压力啊。我说中状元呢，只是打个比方，你中个榜眼、探花、进士、同进士，都很厉害的。你不相信我？请问唐家这位是什么珍稀品种？自己就激自己了？他连鸡娃都不用，他传过来是为了躺赢的吗？这是一个自鸡娃。鉴定完毕。你可以的，舍你其谁？我会的，我去读会儿书。感动华夏好少年，加油！一门3状元指日可待，哦耶！再带2条湿毛巾去给他擦嘴和擦手。这唐府穷得叮当响，这丫鬟还颇有姿色呀。瞎了你的狗眼！把他打倒！唐铎，你这个废物，快爬起来！我押了30两银子赌你赢呢。啊，你今天输定了。好，以大欺小是不是？好，老娘陪你玩。你敢打我孩子，我命不要了也打回来。大胆！这可是属王府的小郡王。姑姑别打了，我没事的。你是不是傻啊？就任由他打你啊？不就是个破瞎学吗？不上就不上，人是我打的，走到皇上面前我也敢认。你们一个个家里的大人都那么有本事，那就让他们明日到皇上面前辩一辩，我倒要看看皇上知道你们恃强凌弱，以大欺小，是会给你们发个牌匾，还是赏你们一顿板子？姑姑，祖父和爹会生气的。你这样被人欺负，祖父和爹才会生气啊！玲玲，记住，即使你不在这里，终有一日，你也会比他们所有人都更优秀。这个破学，咱们不上了，
祖父和爹若是责罚，还有姑姑在。让爹打我，是我不想上了。好孩子，我们走。姑姑，我跟着你回去，我再也不来这里了。好。这些孩子今日怎么就闹成这样了？从前不是这样的。我说让嫣然来读书，不是和他们一起，是家里的女婿。多谢皇叔好意，不必了。大可不必，他的女儿不会放到这种乱七八糟、乌烟瘴气的地方。那就算了。以后啊，你若是改变主意，随时送来都行啊。他叫什么来着？唐竹子，唐珠子啊，反正记不清楚了。琳琳啊，你说祖父和你爹会生气吗？会，但是我会自己承担的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你实在是害怕和后悔，那我来想办法。后悔？我后悔什么？后悔是不可能后悔的，这辈子都不会后悔这样的决定。要说后悔，我就后悔没多打几下，反正打都打了。但是害怕真有点，我怕你爹超凶的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有点像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大不了被你爹骂一顿，反正他也不能打我。来，吃饭，饭都凉了，快尝尝，喜不喜欢？姑姑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后悔什么？应该吃过饭再走了，让他们羡慕我一次，看得见吃不着。会笑就好啦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让我们吃饱了，迎接来自你爹的狂风骤雨吧。好，孩子呢有什么坏心思？只要对他好，他就会一心一意的回以最纯真的信任。琳琳啊，别担心，以后姑姑想过了，你祖父和你爹都是状元，难道比不过荣王府那些势利眼的大儒啊？以后在家里，祖父和你爹教你学文，我教你习武，还可以学医，咱们前程远大着呢。大爷，您怎么现在就回来了？大哥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在荣王府那边闹开了？你们还把小郡王打了？爹，是我的错，和姑姑没有关系，是我。是你什么？大哥，打人的是我，不让琳琳读书的也是我。不是爹，都怪我，和姑姑没有关系。您要打要罚，就打罚我吧。是我。哎，你们都够了，我告假了，有的是时间听你们说。大哥，琳琳在王府里受欺负，我看不过眼，那群孩子一起打琳琳，而且这件事情不是今日才有的。我不认为琳琳和那群纨绔子弟在一起能学好。爹是状元之才，你也是，何不自己教琳琳呢？姑姑说的是真的。大哥，这个学无论如何不能上了，我怕琳琳这样下去会出问题。那就不上了。大哥英明神武，让爹看看哪里受伤了。这就是你不让爹帮你洗澡的原因，是爹的错，爹忽视了你。以后啊，白天跟着姑姑在家，爹给你布置功课，晚上回来爹会检查和指点你。从前不把琳琳放在家里，是因为父子俩都不放心唐竹云，唯恐他把琳琳卖掉，这不是冤枉他，他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，被唐伯欣狠狠打了一顿后才熄灭了念头。我就知道大哥最好了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琳琳。但是爹那边，大哥去说好不好？爹，小郡王那里，我怕荣王府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今日这事情，倘若你们两个没合伙骗我的话，他不敢如何。哇，大哥好厉害！那以后我就可以像螃蟹一样横行霸道了。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你不会还没吃午饭吧？刚要吃饭，听说你们闹事，就赶紧回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做。你愿意和姑姑在家吗？如果不想，我再给你找个地方去读书。我有个朋友。我愿意，姑姑对我很好。好，那你先和姑姑在家。如果将来改变主意，随时告诉爹。我在家也会努力读书，日后光宗耀祖，让祖父、爹还有姑姑享福。好，之前呢，就是担心你不能照顾琳琳，现在呀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又是他，好吧，他拉胯，现在知道了。唐竹云看他写大字，悲催地发现，一篇40-50个大字，他就认识一个字，一。没错，他就认识这一个。前身不读书，是个文盲，
他穿越而来，还是文盲。玲玲啊，你教我认字行吗？李林的智商至少140，搞不好180。李林看他就像他看狗一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唐竹云绷着精神努力学，就像做条聪明的狗，不至于太被人嫌弃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。您见好我就放心了。咱们之前说的银子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20两银子，但是你已经给了2两银子，所以应该再给我18两。多的2两银子呀，是下一次的定金。我这毛病啊，以后少不得还得麻烦姑娘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以后我会经常过来。不过如果您还是这老毛病，减金就不另收了。如此就多谢姑娘了。说起来，我还有件事情想要麻烦您。您在这儿做掌柜多年，可认识酒楼的人吗？不瞒您说，我有个凉菜的方子想要卖出去，但是没有门路。那好说，姑娘想卖多少银子，我买了就行啊。掌柜您听我说完，我今日带了配好的调料来，用这方子拌凉菜，不是我自吹自擂，味道一绝。这包呢，我不收钱，等酒楼的人试过之后再谈价格。好，我这边啊正好认识四海楼的掌柜，不过他很忙，怕是要再约个时间呢。不用，只麻烦您帮我把这包配好的凉菜配料送过去就是，我过几日再来听消息。有钱啦，想买什么？姑姑，你原来借了宫中20两银子，那现在我也是给宫中才买嘛，你没听见我的凉菜方子也找到门路了吗？那个真的能卖出去？那当然了，说想吃什么，想买什么？我什么也不要。小傻子，走，我给你买肉买鱼回家做去，还有指甲水。没问题啊。姑姑，我就看看，我不买。那就看一会儿，反正看也不要钱，就这样。对，以后你有了自己的马，就得这样驯化它。姑姑，他舔我的手心了。这一匹要多少钱啊？给您报个实打实的价格，要300两银子。等我有钱了就来买。哼，穷酸模样，你买得起吗？什么？没想到禁足令这么快就解除了。怎么，你娘能放心你出来？难道你那好表哥晋升进宫了？那匹马多少钱呀？300两银子，我已经买了。你能有300两银子？关你屁事啊！反正马是我买了，350两卖给我。老板，可不能这样啊！我们说好的。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做人要讲诚信呢。姑娘，价高者得，您不能平白让我损失50两银子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出351两，400两，401两，500两。你，阮若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，又如何呢？你害我被我爹娘骂，活该。501两，600两。算你狠，破马让给你。玲玲，咱们走。姑姑，等将来我一定给你买一匹马，很贵很贵那种，谁也不敢瞧不起你。那姑姑现在就给你买一匹好不好？等等你就知道啦。姑姑，我们有银子买马吗？没有，姑姑买马不需要银子，你信不信？那不是偷吗？凭本事赚来的，才不是偷呢。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姑娘，真是我的财神呐！刚才唐竹云偷偷和他说，他鸡软案若出高价，高出300两银子的不分，两人21天作5，一人一半。给我挑一匹150两银子的马就行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姑姑，这真的不用给银子吗？遇到敌人是这样的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呢，想办法打。想办法也打不过呢，那咱们就跑。跑不了呢，那就跪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对不对？而且不能太迂腐，有时候对付恶心的人啊，就得用特别的招数。姑姑，咱们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好吗？你起吧，我又没读过书。好，那我们就叫它烈风吧。
唐竹云要把买的东西放到马背上，李林都心疼。这匹马不留着骑，不留着载东西，难道要倒过来扛着马走不成？姑姑，咱们先去河边吧，我想去河边刷马，然后让它在河边吃草，河边的草最嫩了。感觉他不是买了马匹，是买了个祖宗。帮我抓小龙虾，10只可以换1文钱，怎么样？最后，等李林刷完马要回家的时候，他花了23文，收了230只小龙虾，满载而归。这白给都不要的东西，也就您肯掏钱了。其实花5文钱买糖分给那些孩子们就够了。少废话，回头你吃的比谁都香。快过来帮忙洗虾。爹，快来看大马，姑姑给我买的大马，它叫烈风。你是怎么能想出这损招的？以后阮安若知道了，不得气疯了？我巴不得呢，送上门要挨宰，我不亮刀，还真以为我怕他。玲玲啊，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和烈风，你一口我一口的吃那胡萝卜，我就让你爹打人了啊！原本我还担心爹会觉得这马来路不正骂我呢。这是你帮马贩子卖马，他给你的酬劳，怎么叫来路不正呢？马是你姑姑买的，这是姑姑对你好，要记住，知道吗？祖父，我也会对姑姑好的。姑姑嫁不出去，我养着姑姑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！爹，大哥，你们看看，这马车怎么办啊？我想去订，又怕被人糊弄，得多少两银子啊？20两银子若是够了的话，咱们就买一辆吧。哪里来的20两银子呀？我从前在乡下学过医，去当铺当东西的时候，给掌柜一个方子，让他多年顽疾改善了很多，他酬谢我的。玲玲可以作证。我姑姑还会功夫呢。大哥，别忘了找车夫啊！不住家，每日接送爹就行。爹啊，我给您准备10盒炭炉，以后早上也给您带饭，您在路上吃，或者进宫以后再吃，都不会凉。那个什么来着？毛血旺。哦，对，就做那个。爹，那个的话，早上吃不油腻吗？而且在宫中啊，那气味是不是会影响到别人啊？哎呀，就那个，你听我的。哎呀，听爹的，就做那个。爹好久没这么高兴了，他知道这马呀是你孝顺他的。李林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唐竹云，他觉得这马是送给自己的。早上祖父上朝，下午你学骑射。对了，大哥，你会骑马吗？要不你教玲玲？我有个人选能教琳琳，就是爹手下的长治。长治原本是土匪头子，现在在大理寺做捕头。那行啊，我记得常大哥很能吃，我多做些饭菜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！我明日和他说一声，让他后日下午开始来吧。长治听说唐家买了马和马车，还要雇车夫，便拍着胸脯表示这个活他能胜任。就是啊，唐姑娘怎么办呀？如果不是看在唐大人份上，他这辈子都懒得见那个恶婆娘。没事，舍妹啊，和从前不一样了，你去就知道了。常大哥，这荷叶里包着我做的4个肉夹馍，你路上垫肚子。这也太香了。那荷叶不能吃的。荷叶有什么不能吃的？吃了败火？你不懂。这肉夹馍怪好吃的，就是太少，不够塞牙缝的。再来几个。哦，好。我这也就吃了个3分饱，明日啊多做些，回头我拎条肉送来。琳琳崇拜地看向长治，崇拜个饭桶干嘛呀？唐明帆昂着头，雄赳赳气昂昂地出来了，看那架势，不像去上朝，倒像是要登基。呸呸呸，这种大不敬的玩笑不能开。爹这是要干什么？他不敢想。唐明帆觉得今天上朝的时间格外漫长难熬，这些老东西不干活只会比比，浪费时间。唐爱卿，是不是有本要奏啊？回禀皇上，老臣无事，就是饿得头晕。唐爱卿可是国之栋梁啊，饿坏了那还了得？既然如此，
散朝吧。王福啊，你去扶着唐大人用膳去吧。奴才遵旨。这个穷酸的唐明帆果然深得军心，避不了，以后绕着走。等什么呢？还不快让人传膳！告诉御膳房的人，诸位大人的饭都要好好的备着，别偷懒耍滑，让我抓住了，揭了他们的皮。不必了，我今日啊带饭了。天上下红雨了，唐明帆今日竟然自己带饭了。唐大人，这是得了什么发财的营生？又是采买马车，又是自己带饭的。小女孝顺，帮我准备的。又是唐珠子，怎么哪儿都是他？我只是想炫耀啊，你们想那么多累不累啊？真是一群蠢货。第2日他带了麻辣小龙虾，第3日他带了水煮鱼，第4日他嘴角起了泡，总算带了青州小菜和馒头。只是他的馒头为什么还做成青蛙小猪状？孙子孝顺我的。唐爱卿啊，朕呢是闻着香气来的，让朕尝尝可好啊？这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啊，微臣不敢进献给皇上。要吃让他女儿做吗？他有10几个女儿呢。你吃的，朕就吃的。来人呐，把朕的饭菜也摆在这里。蘸点汤好吃。大人，您和皇上也太不见外了吧？哦，哈哈哈哈哈！站着，站着。不错不错，竟然很不错呀，唐爱卿啊，你这菜很不错呀。皇上过奖，都是小女自己在家里瞎折腾的。唐大人，您谦虚的时候能把头低下吗？这昂着头像只骄傲的孔雀，不有损您大理寺卿的一世英名吗？唐爱卿啊，你女儿也是从小没在你身边长大吧？回皇上，是老臣忽略了女儿，一直心有愧疚。对晋王，朕何尝不是啊？父皇不要这么说，儿臣能够认祖归宗，已经感激不尽了。王爷，皇上是不是想把唐珠云赐婚给您啊？哦，原来她不叫唐珠子。哎呦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！那个女人，她怀孕了。怀孕了？现在可能没了。那日她爬床，原来是想让您帮她养孩子，简直其心可诛啊！姑娘，这是染了风寒，可要小心些。姑娘，您总算来了。这几日啊，我都快被四海楼的赵掌柜磨死了。哪有那么夸张啊？一点不夸张啊。姑娘，您自己先想想，倘若这个方子要卖，您打算多少两银子出手啊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方子是祖传秘方，多少银子我都不能卖。但是四海楼可以从我这里拿调料，我保证供应充足。姑娘，您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毕竟方子这种东西啊，时间长了都能琢磨出来。那赵掌柜可以回去慢慢琢磨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既然是姑娘祖传秘方，那赵某人也不会白用的。银子的事情啊，倒也不是一口价，咱们可以再谈谈嘛。赵掌柜，听我的想法，凉菜调料1两银子10斤。姑娘，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吧？我四海楼一日就要用20-30斤凉菜调料呢。这调料也不是没本的买卖，我这价格很公道了。那你保证这调料只供应我四海楼一家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那是另外的价格，每年固定额外给我200两。这是垄断费。经过一番拉锯，他还是心疼万分地答应了唐竹云的主意，请当铺掌柜做中人，双方签订了契书。唐竹云揣着200两银票，他直接去给唐明帆买了一身新的官服，这身官服50两银子，是绝对的奢侈品。他又忍痛给唐伯新买了一套，好在后者官职低，只花了20两。多别偷懒啊，该杀鸡杀鸡，
该劈柴劈柴，一会儿唐姑娘回来见我，带你们来蹭饭呀，就要骂人了，还不好好表现表现呀？又来了。唐姑娘有话好说，今日吧，我生辰。你昨天不是刚过吗？昨日我那是记错了。少来，不吃那一套，怕是明日你又想起来，今日也记错了。玲玲啊，常叔叔带你去骑马。半个时辰后就得回来。谢谢姑姑。他隐隐觉得以后这些人上门蹭饭将成为常态。他忍，等李林学会了骑马，他就卸磨杀驴。哼！我粗粗算了一下，10斤调料成本200文，净赚800文，一天20-30斤就有2两银子的进项，1个月呢就是60两。就算冬天淡季少，1年下来500两银子总没有问题啊。他私藏了200两银子的垄断费，至于官服就谎称是对方预付的银子买的，他总要留些私房钱帮身。是不是很厉害？今晚告诉爹，他一定非常高兴。哎呦我去！大哥，怎么了？还是别告诉爹了。爹最近总是炫耀你能干，好多人都觉得他被你刺激疯了。血女成瘾，这是病，得治啊。再说呀，爹不善管理钱财，他若是知道家里有这么多银子，又开始乱花，你还是自己好好保管吧。爹会乱花钱？会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那好，我好好收着，不告诉爹。他才私藏200两，大哥更狠，又让自己藏了一部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孩子落水了！难道是琳琳落水了？没事没事。王八蛋，你今日跑不了了。靖王，怎么哪儿都是他，阴魂不散。谁会水？赶紧给老子跳下去抓人呐！姑姑，他们在抓坏人吗？咱们先回家好不好？琳琳，先跟着姑姑回去，爹要留在这里一会儿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或许姑姑能帮上忙，要不就再等会儿吧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走，还不快跟我去接应王爷！王爷的身手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小气鬼，谁要看你啊？他有些怕妹妹又犯花痴病了。好日子才过几天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。操！好不容易抓到这小子，以为能有进展，没想到还是个死的。这下唐大人也要发愁了，没气了啊！让我来试试，别让李玲看，会做噩梦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救人啊，不是对爹很重要吗？我看看，常大哥，给他肚脐，像这样。哇哦！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想救人就赶紧的。谁能来接手，让我喘口气？我来。累死宝宝了。这样能行吗？你行你上啊！死马当活马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。那么好看的一只手，不是用来拖着女生下巴，又温柔又霸道的吻下来的吗？到了靖王这变态这里，就是咔嚓一声，下巴壳掉了，绝了！同情他未来的女人3秒钟。妹子，你今天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没事，你快带着人回去复命吧，我还得回家做饭呢。我也想去吃饭，只是今日还有事儿，可惜了。抓到这小贼啊，这桩大案就快结束了。我回头有功夫了，就能教琳琳骑马了。下次非往长治碗里抓把盐齁死他。等等，先让他躺下，按住他。殿下好生威猛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别以为你今日用了什么雕虫小技，我家王爷就会对你另眼相看。死狗腿子！你家王爷把他肋骨压断了，最好先找个接骨的大夫给他接上，否则捅穿了肺，一样是死无对证。靖王到底是什么凶悍的存在？好同情他的女人，他的女儿没有娘，是不是被他弄死了？阿云呐，今日啊，你可给爹帮了大忙了。我早就说我会医术，你们又不相信。
今日啊，晋王问我的时候啊，我也是这般说的。阿云呐，真是越来越让爹刮目相看了。姑姑，我也想学。好，爷爷就教你，还教你练拳，教你算数好。总之呢，你祖父和你爹只教你读书，剩下的事情啊，都交给我。姑姑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？对了，咱们再买几只小鸡回家养着，到时候啊，就不用出去买鸡蛋了。而且玲玲也说了，她会帮忙洒扫的。那就买几只吧。大哥，爹这是不愿意养鸡嘛？那要不就算了。爹只是想起了娘而已。哦，玲玲啊，姑姑给你出个题目，你试着写一下，如何？姑姑你说。有个笼子，里面养了鸡和兔子，一共有12只，它们的脚则有34只。你知道鸡和兔子各有多少只吗？姑姑，您等等，我去拿纸笔画一画，回来告诉您。行，相信你一定可以。姑姑，我知道了，有5只兔子，7只鸡。做得不错，真是个聪明的孩子。不，我是一个个数字试出来的，如果这个数字很大，我就不会了。不行，我再回去琢磨琢磨办法。姑娘，这些还不够吗？常饭同样啦，你说够不够啊？大哥，你把晋王带来几个意思啊？妹子，你昨天真的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这不，我们熬了个通宵，熬到现在，我来吃口饭回家睡觉了。你看我带谁来了？最近眼睛有点瞎，没认出来。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别不懂事儿，夹几个菜。你这是在写什么呀？姑姑给我出了一道难题，我怎么也解不出来。让王爷指点指点你啊，我也不会。你可以请教一下给你出题的人。让所有的兔子都站起来，两腿着地。你再想想。哇，姑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聪明呢？太刁钻了，太刁钻了！我听说殿下写一手好字，玲玲，你求求殿下，给你写一幅字啊！好，看我干嘛？请姑娘赏鉴。我不识字啊！哼，小样，让你卖弄，承认不如我那么难啊！姑娘，老婆子来就行，您再做2道菜吧。这不，王爷来了吗？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嘞，那可是皇上的亲儿子啊！皇上是谁？那是咱们老爷的主子。那我就再做2个菜。妹子，做了什么菜？这是看到王爷来，特意加的菜吧？这不是刚才你说过的话吗？搞得好像他要讨好晋王一样。呵呵，就怕人家觉得他别有所图。多吃一点啊，这面条是你的，吃吧。妹子，今日是不是时间来不及了？改天给咱们做个毛血旺呗。还有，你拌的凉菜。毛血旺上不来台面啊。凉菜倒是有，一会儿我让秀儿送一盘来。他们都没有的，只有你有。你是孩子，最金贵，吃吧。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不是说那个蛋，是鸡蛋的蛋啊。你解释个什么劲？休想用美色迷惑他，他就是人间清醒，渣男退散。他得罪他了吗？就算赏花宴当时出了事，那不是他强迫自己未遂吗？女人的爱和恨来得如此莫名其妙。来了是客，碗筷王爷就放下，让我收拾吧，不用你动手。王爷，您这就吃饱了？这吃的太少了吧？那再吃点菜啊。王爷吃的太少了，这样不长个。但是也没关系吧，王爷很高了。就是啊，有为别人操心的功夫，赶紧自己好好吃饭长个。你不是就爱吃酸甜的吗？快多吃点。我出去走走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故意针对王爷做什么？上次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你这不是得不到恼羞成怒了吧？我呸！谁想得到谁还不好说呢。祖宗，你小声点儿，那是王爷呢。你还当我不知道是不是？狗腿子早就泄密了，也是想拉拢自己爹站队，给他好脸色，他还怕他赖上来了呢。他又不傻，晋王这种皇子那是高风险群体，一招不慎9族遭殃，离他远点最好。玲玲啊，吃冰丸子了。哇，有冰丸子吃了。不能都吃，会肚子疼的。而且几位叔父也很辛苦啊，还从来没有吃过，该让他们尝尝，对不对？
王爷骑马很厉害吗？一般厉害吧。王爷谦虚了。来，玲玲，先上马。上什么上啊？不是说了，刚吃完饭要休息1刻钟再说吗？一点都不听我的话。玲玲，过来，跟姑姑散步休息一会儿。是不是说了好多次啊？饭后不能立刻激烈运动，你的肠胃还娇嫩，哪里受得了啊？肠胃啊，就像小姑娘一样，你得好好爱护。王爷，我可是带您来了，您现在能和我说句实话吗？您到底要来做什么呀？昨日见他救人的手法很是奇特，所以心中有些好奇而已。哦，是，我从前也没见过。哎呀，你说我昨天还想他好好的，要问问他怎么学的，今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我问问他。那倒也不必了。常大哥，交给你了，王爷您请随意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唐姑娘，我有事相求。帮不上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奸是不可能的，他会把他3条腿都打断。盗其实就随意了，这破家除了人也没什么了，肯定没好事。或许帮不上，但是如果能，我也会给你报酬的。你看着我像缺什么的样子吗？银子，你大哥他没了5、6千两银子。你放屁！过几天你就知道了。滚！你给我滚！他还给他饭吃，以后到了喂狗都不给他。你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到王府来找我。我若是不在，你给门房留个信，我知道了会来找你的。大哥，你说靖王是不是十分讨厌？我也不知道他要我帮什么忙，但是我想着好事轮不到我，所以直接拒绝了。结果他就这样，是不是很可恨啊？你不理会是对的，阿云长大了，大哥呀也可以放心了。我知道了，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的。处理啊？大哥打算怎么处理啊？难道要追究靖王造谣吗？不是，放心吧，大哥有分寸。哼，别让他再见到那混蛋。爹在打大哥。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不是自己的，一针一线都不能动。爹，大错铸成，儿子不孝，你为什么要拿银子？银子哪儿去了？爹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起了贪念，和其他任何人都无关。银子被偷了。是想撇清他吗？爹，您别激动，您身体扛不住，有话好好说。阿云，你出去，和你没关系。爹，我既然是您的女儿，大哥的妹妹，大哥的事情就不可能和我没关系啊。爹，先让大哥起来说话好不好？总不能让大哥跪着，我站着呀。让他跪着，让他跪死在那里。阿云，你出去，这件事情和你无关。大哥，下午和你说靖王的话时，觉得十分可笑，而现在我觉得更可笑了。阿云，大哥，我宁愿相信自己脑子发热，做出偷盗之事，都绝不相信你会贪墨银两，除非为了我。没有，这件事情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要往自己身上揽，和你们有分毫的关系。爹，儿子不孝，请您立即决断，把儿子逐出家门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爹已经气成这样，还换不回你的一句实话吗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但是当年我自己为了10两银子，把自己卖到花船上，又未婚生子，再错还能比我错的更荒唐吗？当年你和爹无条件的护着我，为我安排好一切，重新再来。现在你有事儿，为什么不肯说出来，一起想办法？你这是在拿着刀子往我们心上插。把你逐出家门容易，爹怎么办？玲玲怎么办？你将来怎么办？大哥，算我求求你，你说句实话好不好？就算真是你一时想不开做了那种事情，为千夫所指，我们也会和你一起扛，没关系，银子丢了我们再赚，我们帮你赎罪。可是我们只是想要一句实话，你说出来好不好？爹，朝廷律法贪墨这么多银子会如何？重则斩首，轻则流放千里。那如果我们把银子还上呢？那是几千两银子，不是几百两。阿云，你不要管我。爹，我是在和爹说话。看皇上定夺，或许会从轻发落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儿子不孝，儿子不孝，日后还有阿云照顾你，就让阿云招赘吧。现在的阿云，我很放心。阿云，
到现在了，你还不肯说出真相？好，我不问了，我去找靖王。不准去！我接下来如果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出了任何事情都是你害的。我做不到不管你，我也不会后悔。但是希望你不要自责，我欠你的，这次一并还给你。天亮我就去找靖王，要杀要剐，要我的身子，要我的命，我都给他。别说什么把爹托付给我，我不接受。我现在把爹托付给你，谁让我欠你们的？既然不死也要脱半层皮，那让我先去。夜深了，我回去睡了。1、2、3。阿云，你回来！我说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是证据确凿。那你的印信到底是如何保管的？从小我就告诉你，那是和命一样重要的东西啊！儿子愚钝，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。但是儿子知道，这件事情凭现在的证据，已经能够完全定罪。这是什么破事？爹是大理寺卿，大哥，你既然没做过，你怕什么呀？正是因为我是大理寺卿啊，所以这件事情既然证据确凿，就不能再翻案，否则别人就会质疑我滥用权力呀。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？这不讲理啊！伯欣啊，你起来！不，儿子宁愿死，也不要您放弃大理寺卿的位置。而且，就算您放弃，又能如何？那些人既然有备而来，就不会放过我。爹，您清醒一些，不能我们父子都栽进去。还有阿云和琳琳需要人照顾，只要您割舍我，大义灭亲，皇上还会像从前一样信赖您的。大哥，你这主意可真是好啊！你快闭嘴吧你啊！爹，现在不是说谁为了谁牺牲的事情，您觉得现在局面已然如此，出于对咱们家好的角度，怎样做才是最好的？您只要说就行，怎么做？还有我和我这迂腐的大哥，你不都是一个死人了吗？死人还有什么话说啊？妹妹不一样了，从前的妹妹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般担当。我在皇上面前还有1、2分颜面，我活上这张老脸去求皇上给你大哥这个案子判个流放，最起码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唐明帆办了一辈子案子，最后不能替自己的儿子伸冤。那靖王那边呢？他说要找我帮忙，用这件事情做要挟。万万不可！靖王若是对你有非分之想，我……大哥，你觉得我这张脸倾国倾城吗？是啊，其实他也好奇，靖王到底找妹妹做什么？靖王来自民间，心思深沉，谁也看不透啊，也不知道皇上对他到底是什么态度啊。我去试探试探就知道了。我不信他现在敢对我动手。好啊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明日啊，散朝后我就去找皇上当面陈情。伯欣呐，你继续去吏部，不动声色，能查出什么当然好，查不出什么也不必勉强。阿云，去找靖王试试口风吧，或许也能有帮助。什么叫或许有帮助？他必须有帮助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好啊。爹，您生病了吗？你爹没事，就是有点脑残而已。他这算靠山山倒吗？你今日小心些。王爷有请。宋景阳仿佛看到了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就要扣到王爷脑门上。在这里谈话，你是不是放心些？恐怕担心的是王爷吧。我这样声名狼藉的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大哥的事情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睁大眼睛看，到底是人是狗呗。王爷时间宝贵，还是开门见山吧。你医术不错，帮我救个人，只要他没事儿，你大哥就不会有事。先说你怎么帮我大哥，毕竟那些支取银子的印信确实是我大哥的。我管金陵尉，有变易行事之权。金陵尉那不是皇上的私尉吗？啊，大哥，
你糊弄鬼呢？王爷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识字，但是我会查数，这是4个字，请你告诉我，金陵卫是几个字？多读书，少相信女子无才，便是得那些鬼话。这是如朕亲临。你骗我！你说呢？不知者不为罪，真假跟我也没关系。刚才说到哪里来着？我可以说是我调查吏部，让你大哥做内应。不对，有漏洞。你会永远拿着这件事情胁迫我为你所用，是不是？并不会，因为很快就会有人查到你大哥头上，等不到永远。或许可以试试。现在就治，给你1个月的时间治好。1个月后，他们的银子还得补回去。倘若你达到了我的要求，这笔银子我替你出；如果达不到，那就是他确实他没了，和我无关。长得人模狗样，就是不干人事。我要看看你女儿再说。可以，跟我来。完了，我他娘又得穿越了。不行，他不能死，他怕死。你也就是个男配，还是炮灰的命。而眼前这放大的精壮有力的小腿咋回事？他还能看到上面的腿毛，这是他第一次近观男人的腿毛。别说，真的挺粗的，想帮他剃掉。他手里扯着一块布，不，准确地说，他扯下了晋王的裤子，现在钻到了晋王的袍子里研究他腿毛。他扒了晋王的裤子，他做到了前身都没有做到的彪悍事情。把我裤子还给我。王爷，你们王府这草养的都和别处不一样啊，我得好好研究一下。唐竹云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竟然！闭嘴，退下！狗腿子，请问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就你这眼力劲儿，能活到现在都不是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家祖坟呐，那简直是浓烟滚滚。这事让你跳出来，不是想死吗？我誓死捍卫我家王爷的清白，绿帽子退散。你还想在这里趴多久？他就看了他的腿，心虚什么？父王，嫣然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父王，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有点想出去透透风，晒晒太阳。等你病好了就能出去。乖，今天我找了个大夫来替你看病，你一定能好起来的。是这位姐姐吗？是我。见过晋王，真是个招蜂引蝶的狗男人。这是不想吃药吗？把药端过来。王爷，让奴婢来吧。父王喂嫣然，嫣然不怕苦，一点都不苦。先不用喝药，我替他诊脉。等他吃药之后。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药，有用吗？王爷既然请了我，是不是该遵照我的医嘱？放肆！在王爷面前，你怎么敢这么放肆？我放肆，自然是有自己放肆的资本。不信你也放肆试试。下次卖什么呢？得先有资本。下去。奴婢怕姑娘一会儿找奴婢。父王，我要红袖，我要红袖。你到一边站站。把手腕伸出来，让姐姐给你看看，咱们不吃苦药。嫣然不要害怕。我不怕苦的，姐姐。乖孩子。怎么样？嫣然的身体怎么样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王爷，这分明是个庸医，他是个江湖骗子。红袖退下。奴婢不放心，姑娘是奴婢一手带大的，奴婢滚，有多远滚多远，躲在门外算什么滚？你适可而止，那是从嫣然小时候就伺候她的丫鬟，也是这个院子的管事。那是你瞎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胸真小。你也出去啊，带着这屋里所有的人都下去，我要单独给嫣然看。你想搞什么鬼？是你请我来的，王爷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的道理，你还不懂吗？我说我能治，至于你信不信，那就随便了。你放心，父王就在外面，他不敢对你如何，否则父王就扒了他的皮。扒了他的皮？难道是因为刚才他扒了他裤子？嫣然，把衣服脱下来好不好？不要脱嫣然的衣服，嫣然很乖的。姐姐不动你啊，姐姐等着你，嫣然自己慢慢来好不好？我帮你杀了红袖，乖。我知道他对你不好，是不是？没有，红袖好，我要红袖。那是我误会了。
你现在把衣裳脱下来，我帮你看病。不，那这样吧，我可以和你保证，如果我看到了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，除非得到你的许可，否则绝对不会泄露给任何人，包括你父王，如何？如果我骗了你啊，就让我变成小狗，汪汪汪！好了没有？闭嘴！一心你来啊！你父王就是纸老虎，他可怕我了，否则你看我骂他，他是不是都不敢吭声？傻孩子。这世上有多么美好纯真的孩子，就有多么恶心扭曲的变态。可是嫣然竟然从不跟靖王提。走，咱们出去，不要怕，今日就是那贱婢的死期。怎么回事？让人把红袖抓住，打死。宋景阳，把红袖带进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。王爷，姑娘身体娇弱，怎么能出门呢？万一染了风寒呢？王爷，打到他说为止。王爷，请您替奴婢做主，奴婢对姑娘忠心耿耿，姑娘根本离不开奴婢。嫣然，你和父王说，你要红袖，还是要唐竹云？就是现在抱着你的人。你好大的脸啊！姑奶奶是你要得起的人吗？你说，他虐待嫣然，如果我没猜错，给嫣然洗澡贴身伺候，是不是都是他？他是不是从来不许别人近身伺候？他是不是说嫣然只喜欢他？拙劣，太拙劣了。可惜靖王这个蠢货完全没有发现。王爷明鉴，奴婢对您对姑娘都是忠心耿耿。掌嘴！继续，今日不打死他，嫣然永远不敢说真话。你看看嫣然，这是喜欢他的样子吗？亏你还是王爷，就是市井渔民也不会被欺骗成这样。我告诉你，嫣然什么病都没有，嫣然所有的病都是他捏造和造成的，嫣然身上的累累伤痕也都是出自于他之手。你说的是真的，可是嫣然病情发作的时候，我也见过几次。你说的是羊角风，小孩子发烧的时候很容易抽，那原本就是正常的。但是所有的大夫，包括太医都说嫣然体弱，要好好将养。体弱就是不能下床，不能出门吗？王爷信不信？你现在说你腰疼，太医就能说你肾虚。作为大夫，尤其是给这种得罪不起的人看病，往严重说是常态，治好了有大功，治不好也提前告知了，能规避风险的事情，何乐而不为？一直以来，他对嫣然都很上心，因为他身份的问题，红袖还是嫣然之前从家里带来的丫鬟，所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红袖。他并不喜欢红袖，因为后者有些娇柔造作，但是能伺候好嫣然，靖王就忍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样的，他竟然是个睁眼瞎，真相如此残忍而嘲讽。王爷，奴婢失了！你确实是狼心狗肺。好了，嫣然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把嫣然给我。这也不行啊，他还得回家呢。最后靖王开口让他把嫣然带回家。带回我家？他的女儿凭什么要他养？银子。唐竹云为了5斗米折腰了。这是晋王的女儿。说好的去和晋王谈判，怎么把晋王的女儿拐来了？这谈判是成功还是失败了？虐待晋王的女儿，这种案子我还真见过一次，毕竟就是个孩子，别说他，就是皇子在宫中照旧会被太监宫女偷偷欺负，尤其是小时候。晋王这愚蠢的竟然不知道多私下问问孩子，关心关心孩子，被个贱婢牵着鼻子走，他现在脸红不脸红？爹，大哥，晋王的家事咱们就不管了，我也尽力对得起良心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晋王的话可信吗？可信。原来晋王掌管金陵卫，皇上明处让晋王到大理寺锻炼，暗处又把自己的亲卫交给了他，便是对太子也没有这么好。那大哥这件事情算是化解了？这次多亏了妹妹，我实在是无地自容。大哥，你说这些话做什么？晋王愿意帮忙，那再好不过。但是银子的事情，算是咱们借他的，等破案之后我们还他。
就算成为悬案，无法告破，便是节衣缩食，也要还给他。好吧，他一点都不想还，真的。他又帮靖王除刁奴，又给他当老妈子看孩子，就什么报酬没有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算利息吧。哦，完了，没发家致富，先背上5000两银子欠债。他太难了。京城赚钱容易，花钱也容易啊！发财之路，道路且跻。凉菜赚的那点钱，真就够塞牙缝的。来，帮姑姑尝尝咸的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想嫁给靖王？不可能，想什么呢？那你把她带回来，是不是为了讨好靖王？姐姐，你要嫁给我父王吗？什么时候嫁？明日吗？求求了，你们两个别捣乱了。再说下去，他今晚就得和靖王洞房花烛了。第一，我不恨嫁，我不想嫁人。第二呢，就是哪天我想不开要嫁人，也绝对不会嫁给靖王。要不我就自戳双目，只有睁眼瞎才能配得上靖王那样的睁眼瞎，还是不进去为好。看见嫣然在这里很好，他就放心了。他去见唐明帆父子，也不知道这厮说了什么，父兄对他都很客气。唐明帆还让他多做2道菜招呼靖王。小孩子不懂事来蹭饭就算了，靖王那么大的人，真好意思呀。更过分的是，靖王搬到了隔壁，每天都来蹭饭，而且他不能在唐明帆面前抱怨，问就是利息，说毕竟那是5、6千两银子呢。靖王脸皮厚，心理素质那叫一个好。无论唐竹云怎么白眼相对，后者还是风雨无阻来蹭饭，还美其名曰看女儿。嫣然对他根本就不亲，甚至抗拒和他说话，多半是红袖用手段逼他讨好靖王，所以现在他才这么叛逆。对了，红袖怎么样了？唐竹云偷偷问狗腿子宋景阳。无可奉告。那我问王爷便是。难道这是暗恋他吃醋？狗腿子，你可千万别啊！神畜不通婚，你和你的狗主子都给我滚得远远的！我告诉你就是不准去勾引王爷，他被拔了舌头，打断了手脚，送到了边关红帐里。好龟孙啊！你能不能老实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总往我身上看啊？你休想跟着王爷！你不让我跟着王爷，想让我跟着你啊？谁要你啊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。这种女人给王爷提鞋都不配。姑姑，你肚子里有孩子了？有个粑粑。学什么不好，你学狗叫。以后靖王府的除了嫣然都不许理会，知道吗？姑姑，王爷其实挺好的。嫣然只缠着唐竹云，靖王只能辅导凛凛写字什么的。靖王教凛凛骑马，还把自己的宝马给他骑，带着他骑马飞奔，甚至打猎。有时候陪着他出门放鸡。李林在荣王学府里受的那些欺负，留下的那些创伤，都在悄悄的愈合。靖王总想带着嫣然一起，但是后者不肯。嫣然只想跟着唐竹云，帮他摘菜、洗菜，踩着小板凳学做饭，去喂隔壁的小羊。自从靖王来了之后，李林饭量都长了。这孩子为什么一下这么迫不及待的着急长大了？唐竹云好奇地问凛凛。他原本以为的回答会是长得强壮，不怕被人欺负，结果万万没想到，凛凛说：“我要比王爷尿得远。”原来小男孩们会无聊的比谁尿得远。靖王带着凛凛出门的时候，带他去方便，然后经济四座，靠着这奇妙的技能收服了凛凛。男人之间的崇拜总是这么清新脱俗吗？靖王，你可以啊！王竹云有些担心和靖王走太近，引起皇上猜忌。爹，这样行吗？阿云呐，果然长大了，连这都能想得到啊！谁知道靖王会不会抽风去挑战太子的位置？万一他真的去了，自己死没关系，牵连自己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件事儿啊，爹已经跟皇上提过了。您怎么说的？皇上又是怎么说的？
我和皇上说，晋王啊走得太近，对你啊名声不好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手段如何了得，让晋王欲罢不能呢。他明明没有吃到肉，为什么别人都觉得他嘴上有油光？皇上怎么说的？我看着皇上的神情啊，有些感慨。过了很久之后啊，才和我说，要辛苦你帮忙照顾好嫣然。王家厚脸皮原来是遗传的，把她当成老妈子了呀。哦，对了，皇上还说要赏赐你东西，被我拒绝了。只是个孩子，又能吃用多少？况且晋王也经常买东西来。他爹是个穷大方，竟然还想去接济皇帝的孙女，但是拒绝都拒绝了，现在说什么也晚了。皇上为什么这么关心嫣然啊？皇上缺孙女吗？那还是不缺的。皇上啊有14子，现在还剩下8个皇子，孙女儿得有10几个了吧？啊，那就是爱屋及乌了。爹，晋王当年怎么流落民间，您知道吗？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真不知道？好了，别问了，出去看着琳琳和嫣然。爹呀，给老友写几封信。那看起来就是知道了。哼，好啦，该读书写字啦。李林老师非常高兴，因为除了唐竹云，他又收了嫣然这个弟子，教他们认字，尽职尽责。姑娘，您出来一下。等等，我给琳琳看看再说。不行啊，您快出来。干什么呀？姑娘，清风来了，奴婢看他是改变了心意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啊。奴婢刚才已经把您的屋子收拾好了，这就带着少爷和姑娘出去。这个秀儿搞什么呢？这是前身求而不得，反而被嘲笑奚落的那小官儿，他来干什么？难道他卖方子得了银子的事情泄露出去了？唐姑娘久违了，清风给您请安。清风，维达呢？不比较一下，他从来不随便买。找我干什么？之前得罪了唐姑娘，清风一直心中愧疚，所以今日特意登门道歉。说人话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唐姑娘，今日我来就是向您道歉的，无论您怎么处置，清风都绝无二话。那我让你滚。唐姑娘，你舍得吗？一块布料都没有了。我勒个去，古人这么会玩的吗？唐姑娘，清风今日是您的，您想对我做什么都行啊。果然术业有专攻，这小官儿可以啊。唐姑娘，您还满意吗？啊，等等，你等等，看起来这唐花痴果然厚颜无耻，对男人来者不拒，以他的风姿想要拿下他，轻而易举。唐姑娘，清风都听您的。真的都听我的？比如割过长的那什么？那好，你等着。唐姑娘，您别开玩笑了。您若是觉得在外面不合适，清风可以随您进屋去，无论您想要清风怎么伺候都可以，清风很好的。小弱鸡，谁稀罕啊？我觉得你可以更好。如果我在下面给你一刀的话。这个女人是个疯批。啊，别动啊！你不是说今天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我今天就想给你一刀，真的。乖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事情是人能干出来的吗？唐竹云，嫣然出去玩了，不在家，你出去找人吧。他竟然敢把2个孩子支出去，光天化日之下和男人这般。难道你找我？这人谁啊？一脸把自己作奸在床的模样。没有，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王爷，你还有事吗？要是没事的话，要不你先走，我们还有事要谈呢。他怎么昏了头，能把嫣然交给这样的女人？王爷，唐姑娘，她是晋王，咱们的事情跟他没关系。来，我有桩很好的买卖要和你谈谈。他惹了晋王，他竟然惹了晋王的女人。唐姑娘，您能不能当我今天没来过？要是你和我合伙做生意，那就是我的合作伙伴，我当然会保着你啊。
今日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可是现在除了答应，他还能怎么办？刚才呢，只是和你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。唐姑娘，我今日算是知道了一句话啊，什么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好说好说，您说吧，只要您能让靖王别再为难我，我什么都可以。我劝你以后啊，别轻易说我什么都可以这样的话，否则脸被打得太疼。唐姑娘教训的是，装可怜也大可不必，毕竟我不是你的客人。现在呢，我诚心想和你谈生意。您说，我想问，你们那里平时有没有买药卖药的？就是各种怎么说，功效不能为外人道的药。您是说助兴之药？对对对，您想要，我给您送来。你有了？有。那倘若我有更好的呢？我有6味地黄丸、金锁固精丸、金匮肾气丸，咱们也不害人，都是补肾的好药。竟然是想卖药给他。咱们呢5-5分账，你卖出1份给我1份的钱，除此之外我不会多要你1分钱，如何？那好像他没有什么风险，卖得不好也不怪他。好，行，过几日我让人送给你。欢场男女谁还在乎买药的银子呀？万艾可现在那是100多块一粒，可销量不还是稳稳的？男人不能说不行，不行也要行。唐姑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可以。今日他这是被赖上了吗？你还没说今日的来意呢。其实是这样的，长阳侯府的5公子醉酒打死了个人，使了银子想让京兆尹轻判，可是这案子还得大理寺再审，所以京兆尹不肯答应，却松口说只要唐大人这边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他那边就敢轻判。哦，许了你多少银子啊？1万两。做个贪官多好啊，随随便便他就是提成1半，欠靖王的债就还清了，哪里用这么费劲的卖补肾药丸？不，他这是造福天下男性和女性。哼！啊，不哭不哭，哭的时候咱们嫣然就不好看了。姐姐，我不要回王府，除非你也去王府。没有的事儿，没人强迫你回王府。你在姐姐家不住的挺好嘛。姑姑，都是他非要把嫣然带走。唐卓云翻译这句话，姑姑快咬他。在凛凛心中，他现在就是唐家战斗力的象征，对天对地就没人他不敢对。但是儿子呀，那到底是个亲王，如果不是嫣然的原因，他抬抬脚就把你娘亲碾死了。好啦，谁也不会带咱们漂亮嫣然走，跟凛凛哥哥出去玩，姐姐跟你父王谈谈好不好？父王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别怪姐姐好吗？没事儿，不怕，你父王打不过我呢。王爷，要不要坐下说？王爷要带走嫣然，如果是因为今天你撞见的事情，那我可以解释一下。说，我说我找他是为了卖药，王爷信吗？卖药？你是不是还要告诉我，他拖成那样是在试药？试药倒是没有，但是确实启发了我。我看他肾虚，然后觉得可以给他卖药。肾虚原来得这样看。这个个人本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样见微知著的本事的。嫣然现在的状况虽然没有大问题，但是身体很弱，我觉得王爷为他好呢，就暂时把他留在我身边，然后看着你青天白日和男人苟合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男人苟合了？眼睛不好赶紧去看大夫。你说呢？哼，唐竹云，本王的忍耐也是有限的，嫣然总有好的那日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嫣然还在你身边，你想找男人那就藏好了，别让我发现，否则我就杀了那男人，不管是谁。现在我就看好王爷了，有本事你自杀呀！你不要脸！少来那一套，饮食男女谁不知道谁啊？别说我今日没怎么着，我就是把清风睡了又怎么样？王爷要是管好了自己，能有嫣然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我没让嫣然发现，现在惹他哭的是你。好，就算他错了，轮得到靖王来管他。王爷别忘了，现在嫣然住在这里，是王爷求我，所以我请您对我客气一点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吆五喝六的什么玩意儿？他是王爷，他也是官眷，谁怕谁啊？王爷，您先忍耐一二，谁让姑娘就喜欢他呢？属下觉得当务之急是稳住唐竹云，
让他不要再乱来。有话就直说，少绕圈子。是，属下的意思是，他不就是喜欢男人吗？那就给他找个男人稳住他。这个男人啊，最好听您的，越忠诚越好，而且要长得俊秀，能让唐竹云喜欢。王爷，属下就是说说，您觉得不合适就算了。合适，本王觉得可以一试。那这人选，我看你就很好。这个属下真不行。你从小追随我，对我忠心耿耿，我觉得你最合适。属下愿意为王爷赴汤蹈火，只是这……你觉得唐竹云辱没了你？这属下还是童子身，不能被他糟蹋了。哼，起来吧，逗你玩的，我还舍不得。这是他的得力干将，犯不着送过去让唐竹云糟蹋。王爷，属下有个人选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宋景阳拼了。长治？对呀，他最近不是和王爷关系不错吗？而且你想，他跟着唐大人那么久，唐大人也放心啊。不管是谁能让唐竹云收心，他都可以试试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可是有相好的呀。我可不想成亲呀。我自己原本都是土匪，能教好孩子吗？那不是害人吗？唐竹云，你不考虑啊？王爷，您开玩笑了，我算哪根葱啊？我能考虑得起唐大人的爱女啊。王爷，您快醒醒，嫣然姑娘发烧了。姐姐，我不走。这下你满意了？姑姑，嫣然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回去睡觉。她就是白天受了惊吓，有点发烧。姑姑，明日嫣然能好吗？得休息几日呢。那端午节她能出去看划龙舟吗？我答应过她，带她一起去的。端午没事的，你快回去睡觉，别到时候把你给熬坏了。那我在这里睡吧。嫣然生病了，一定很难受，我陪着她。好。她这次会不会发病？不会，你也不看看谁在这里照顾。嫣然只是受到惊吓，2天之后就活蹦乱跳，掰着手指等端午。清风没敢再来，但是派身边小厮来了，给了唐竹云5两银子，说是卖药的分成。还是这样来钱快啊。告诉你家公子，我祝他生意兴隆。哈哈，就是合不上腿的节奏，他才能财源滚滚。小厮乐呵呵的走了，告诉他要多做一些，供不应求。唐竹云答应。马上端午了，我打算给2个孩子每人做一件衣裳，布料和工钱你得出。哼，怎么不找你姘头要？我这不是在要了吗？你怎么就许你污蔑别人，不许别人污蔑你？嘲笑，要不要脸了？女儿养不起就送给我，穷酸样子。靖王被呛得面色铁青，当即让宋景阳回府取了10几匹缎子来，恨不得直接砸到唐竹云身上。哎呀呀，这也太精美了，比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还好看。牛角牡丹，狗拿耗子。这料子很贵重吧？哦，靖王殿下非要送的，这不是嫣然在吗？哎呀，王爷呀，果然随皇上啊，都周到体贴。皇上昨儿召见我，说端午赏赐别人的都是香囊、粽子之类的，觉得我用不上，直接赏了我500两银子。好皇上啊！那爹，银子呢？我觉着吧，现在家里吃喝都不缺钱，哎，就分给了大理寺里那些贫困的下属，让大家都好好过过节。达则兼济天下，穷成这样去接济人家。那您欠靖王的银子呢？这个晋王当不会催债吧？以后再说啊，皇上多有赏赐的。没办法，他爹是要载入史册的，他这种升斗小民不理解也对。阿云呐，你这身衣裳真好看呐，这5幅扣子心思也巧，今日啊是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就是。你有话直说。
今日皇上啊，携后宫及文武百官与民同乐，你就是有看上的人呢，回来之后私下和爹说，可千万别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很多人会和你搭讪的，你不必理会。爹呀，现在坐的这个位置，太多人盯着了，也不要占人便宜，好好看着2个孩子。哎呦，这不是那个京城赫赫有名的女花痴吗？哎呀，这是看他今日出门没带刀吗？可是他带了嘴啊。乖乖坐在这里啊，看我怎么去打妖怪。姐姐，让我父王帮你，我父王很厉害的。放心吧，姑姑肯定能大获全胜。哎呀，我还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穷酸呢。要说穷酸，谁敢排在大理寺卿前面？你借印子钱的事情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就算借印子钱，也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不像有些人呢，去趟阮府，恨不得把地皮刮一层带走。你猜你好妹妹怎么说你啊？别人都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我这姐姐呢，却是糖公鸡，一定要沾下来别人的毛才肯罢休呢。姐姐，我怎么可能这么说你呢？阿云，你不能这般挑拨离间。就算上次我坏了你和靖王的好事，也是为你好啊。安若，我那不是为了你去求靖王吗？希望靖王把你收了，免得你痴迷表哥，让你娘生气，那可是大不孝啊。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光脚的还怕穿鞋的。你放心呀，我一定帮你。我知道有些话你没法说，我帮你说。阮华，你要点脸吧，别什么都想他的。你手里拿这个团扇，就是安若表哥送他的，他别提多心疼了。你血口喷人！对不起啊，安若，我不小心说漏了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们什么都没听到啊！不说这个，阮华，你是不是要了安若的双鱼佩啊？拿了他新做的荷花裙还有阮夫人给安若打的足金项圈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些东西明明是你主动，真是个蠢货呀！猪一样的对手。姐姐，咱们姐妹原本就不分彼此，别说了。来了，孟姑娘来了。嗨，你没听说了吗？上次赏花宴呢，其实孟姑娘该去的，只是她生病没去，所以后来靖王妃也没定下来。我娘也这么说的，说靖王妃这个位置多半给孟姑娘留的。那孟姑娘岂不是很可怜？靖王那样的，真的好可怜。哎，倒也不能那么说，孟姑娘是很好，可毕竟也19了。哇，姐姐看过来，姐姐我要粉你啊！要是能把小姐姐拐成自己嫂子就好了，配给靖王，那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父王，是我父王。姐姐，你看我父王嘛。不是说靖王的女儿是个病秧子吗？不是说靖王不近女色吗？不是说唐竹云是个人见人恨的花痴吗？看到了。如果非要给父王娶亲，那姐姐就是最合适的，这样他就不用和姐姐分开了，也不会有他担心的恶毒母妃。你看，父王也在看你呢，姐姐。嫣然，饿不饿？是唐姑娘吗？是我。孟姑娘，你有事啊？孟姑娘，你别误会啊，嫣然生病，在我家里调养而已。我误会什么？靖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孟雨兰和他寒暄几句，还说欢迎他以后到府里做客，然后带着丫鬟回到了他的位置上。这都什么和什么呀？唐姑娘嘛，王爷让您带着嫣然姑娘过去。我不去，嫣然怕生，不想过去。你告诉父王，我不去。好孩子，其实是皇上要见您。皇上？他疯了吗？想见孙女什么时候不行，偏偏这时候见。自己过去好吗？让凛凛哥哥带你过去好不好？嫣然立刻点头如捣蒜。儿子，看你的了。一双金童玉女般的孩子，所到之处都是目光和赞叹声。唐卓云听着身边的人在议论这2个孩子是谁家的，骄傲地想：
我的，都是我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老六啊，你这是从哪儿给朕又变出来一个孙子呀？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？皇上，这是老臣那个不成器的孙子。你这老家伙，哈哈，这是怕朕跟你抢孙子呀？哈哈，来呀，你们两个呀，都到朕这里来。皇上很高兴，让身边的汪福给他们拿点心果子。他问了嫣然的身体，后者小声却清晰地回答：多谢皇祖父，嫣然的病已经被唐姐姐治好了。唐姐姐，正是小女，你那个以前总操心的女儿。回皇上，正是每日起早贪黑，操持家务，孝敬老臣的女儿。哈哈哈哈！你这是挑朕的理呀！我说看着琳琳这么眼熟，眉眼间呢，不和你有几分相像？好孩子，日后跟你祖父一样，清正廉明，明镜高悬，做个好官。唐多铭记皇上教诲。好，好，好，滕爱卿啊，你这孙子很好啊！王府赏他文房四宝，再把朕刚得的那方积雪石印章料子给了他，再给他一包金银克子，留着玩。林哥哥真厉害，皇祖父都夸奖你啦。哎，嫣然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朕赏赐的又不是你。看着你现在活蹦乱跳，朕也着实高兴啊！王府赏嫣然，赏唐竹云，小女竹云。哈哈哈哈！你呀你呀！皇上赏了他6匹绢，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不好看也不能卖，惆怅。嫣然得了2包金银克子，他宁愿同嫣然换。嫣然像是知道他心思一般，把自己的赏赐都给了他，给唐姐姐做嫁妆。他都听到皇上的笑声了，完了，这个恨嫁女花痴的烙印算是去不掉了。多吃，少说话。这种场合求不出头。姑娘，您要添茶水吗？麻烦姐姐了。茶水满意，洒到了唐竹云袖子上。唐姑娘，奴婢伺候您去换身衣裳吧。我看姐姐身上这衣裳有些大，给我穿或许合身呢。唐姑娘，您说笑了，只是衣袖湿了一些，不要紧，你退下吧。姑姑，阿云，这些天好久没有去找你，今日又险些误会，我想着你心思重，恐怕一直得记着，所以过来跟你解释一二。然而，要是来了刺客，我一定让你挡在我前面。我要是真的有刺客，我肯定保护你。我们是朋友啊。你也不会有事的，就你这脸皮，砍3刀都不见血，你信不信？反正我是信的。站住！阿云，你还有事？你东西掉了。哼，刚才那个来给我倒茶的宫女，现在在那里。狗腿子总算干了一件好事。她刚才来给我倒茶的时候，我发现她身上的衣裳很不合身，根本不像她的。可是宫中盛宴，宫女代表皇家体面，怎么会穿这种衣裳？她走之后就发现你的玉佩在我这里，快把她抓住审一审，谁想破坏我们的友情，想要挑拨离间呢？那就不必了吧。端午盛宴，为这点小事儿，算了。哼，掌嘴！大人算什么？看他手腕！我只问你一遍，谁指使你的？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说；第二，不说。不说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晋王府如何处置不听话的丫鬟：拔掉舌头，砍掉4肢，送到边关红帐。你不能这么说。有没有人被这样处置了？晋王府真是龙潭虎穴啊！姑娘救命啊！你看我做什么？我不认识你。瞧瞧，没人管你了。宋景阳，带下去。啊！不，姑娘，奴婢是您买来的。想要污蔑我偷了你的东西，那就把自己屁股擦干净，蠢货。哼，你以为就算你不偷我东西，别人就不知道唐府有多穷酸吗？唐府穷酸不穷酸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和你的好表哥完了。而且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以后你还能嫁入你娘想要的高门吗？哼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和我表哥已经要定亲了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哼，
我表哥已经高中进士，我爹娘已经同意了。今日的事情其实是你故意陷害我，偷我东西，还要倒打一耙。但是谁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人，清者自清。高中同进士，高中同进士，这么厉害的吗？那我爹我大哥随随便便中个状元，我岂不是该横着走了吗？没有多大的事情，都散了。今日是端午节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你们两个和看热闹的都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。孟姑娘，今日你也来了，我这是给嫣然姑娘送点心，不是给别人。孟玉兰态度很冷淡，甚至没有点头。阮汉若带着被唐竹云打成猪头的丫头灰溜溜的走了。唐竹云大获全胜。那啥，我特别讨厌靖王，我对靖王真的没有觊觎之心啊。有话咱们回家自己说。你刚才言辞间对进士多有看不起，你可知在座有多少家里有过同进士并且引以为豪的啊？真没想到，不知不觉就得罪了人，是我莽撞了，多谢孟姑娘提点。我也讨厌靖王。那孟姑娘也真的很有眼光。没事，你放心啊，这话咱们俩说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脸放过来干什么呀？一会儿宫女手持托盘过来，请众人下注。都有什么队啊？当前下注的是几个皇子各自的龙舟队。哦，那买1两银子，靖王输。唐姑娘，咱们只下注赢家。这么玩啊？那算了，我不下注了。没有中奖的命，就不做中奖的梦。我也不下注了，看不透。你很好，就因为他不下注，那是因为他穷啊。这孩子害羞，您别见怪。孟玉兰态度淡淡的，并没有愠怒之色，但是也没有多余的怜爱。明明很近，却让人觉得她很远。孟姑娘，原来您在这里，让奴婢好找。太后娘娘召见您，皇后娘娘、德妃娘娘、齐妃娘娘都在。一会儿我再来寻你说话。不必，大可不必，我远远欣赏姐姐风姿就足够了。这相顾无言，差点让她泪行千里的情景，不尴尬吗？姐姐，我不想让她做我母妃。没事啊，以后王府住的不开心就来找姐姐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你不能嫁给我父王呢？小可爱，咱们不带这样恩将仇报的。因为嫁了你父王，我就见不到姑姑了。玲玲哥哥也可以一起来啊。那我就是拖油瓶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饿死我了，快告诉我哪个点心好吃啊？嫣然忙捡了点心送到他嘴边，琳琳则把自己的蜜水给他喝。要什么男人？养孩子就好了呀。男人狼心狗肺，喜新厌旧，孩子只要好好养，哪有几个不孝顺的？哎，他来了，快坐远一些。咱们去更衣，千万别流露出来，毕竟他男人可是。谁来了？这么遭人嫌弃？姑娘，这旁边有人坐吗？没有，请坐。恕我眼拙，没有认出来夫人是哪家的。我夫君是汪福。汪福这个名字好耳熟。汪福，那不是皇上身边那个大太监吗？怪不得众人对他态度如此啊！原来是汪夫人啊！我还是不坐这里了，免得给你添乱。没事，夫人还不知道我是谁吧？没事，总之您不嫌弃就坐这儿吧。他爹两袖清风，谁敢说他谄媚汪福？什么事情能让神仙姐姐都控制不住了？没用多久，唐竹云就知道为什么了。皇上已经当着众人的面下旨把孟玉兰赐婚给晋王做王妃，皇上还下旨让唐竹云做晋王侧妃。他是说了想粉孟玉兰，可是也不是要和他共侍一夫啊！苍天啊大地啊，来个来逼死我吧！收回，我收回！贼老天，我和你斗到底啊！爹，大哥，怎么回事啊？阿云呐，你别激动啊，正式的圣旨还没下来，这件事情啊，恐怕还有变数。但是你放心，爹呀，一定会尽全力让皇上尽快下旨，不让这件事情再生变的。爹，不必这么谨慎，您这么一说，阿云该茶饭不思了。算了，老天，你还是逼死我吧。虽然是侧妃，委屈了阿云，但是当年，再说，
孟国公府那位姑娘素有贤名，不会欺负阿云的。谁都别拦住我，我这就是死。父子俩半晌后，在唐竹云的反复解释中，终于明白了，他是真的不愿意。阿云，你不是说气话吧？你是不是因为嫌弃这个侧妃，所以……没有，我就是不想嫁靖王。爹，现在这事情还有转圜余地吗？怕是没有了。皇上已经宣告了，这件事情不好转圜。阿云，你告诉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想嫁给靖王啊？反正就是不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爹，大哥，咱们再想想啊。如果你真的是不愿意，那就想想办法。大哥，你快说。不行，那样也绝了自己的后路，以后你就嫁不出去了。大哥，你说嘛。我原本想着让你装病，说身有恶疾。行啊，大哥，你有这样的好主意早说嘛，害我担心这么半天。阿云啊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爹，我是真的不想嫁人。玲玲的身世其实他知道的，我已经答应他不再嫁人，一心带他长大。大哥被我拖累这么久，我不想再拖累他了。原来你是担心我，我是你哥，为你做这些都是心甘情愿的。现在看着你能改好就足够了，你放心，琳琳啊，我还是会视如己出的，你就放心嫁到王府去吧。他到底要怎么解释才能让他们明白他不喜欢靖王啊？他非常非常想死。爹，大哥，身染恶疾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就行，你们该忙什么忙什么，不必管我。身染恶疾，这其中有讲究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毁容。如果皇上还不死心，他就得留点后遗症，加点猛药，让皇上觉得这样赐婚对不起儿子。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儿。哦，对了爹，还有一件事情我差点忘了，今天阮安若又寻我会见，还跟我说他表哥中了同进士。我得去和阮少卿提一提，让他好好教教女儿。哎，别，我没吃亏，都是私事儿，不知道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之前倒是听过一句，虽然是同进士，差强人意，但是也还可以啊，毕竟他出身商贾之家。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之前我知道这就是个草包啊，怎么可能进入殿试呢？阿云的意思是怀疑其中有人动了手脚？对。那应该不至于啊，若是按照你这么说的，从秋闱到春闱再到殿试都要作弊啊，这多不容易啊。但是也不无可能啊，既然你妹妹说了，你就查一查今年三甲名单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线索。爹，大哥，我回去了。唐竹云到底是真的不愿意嫁给靖王，还是装的不愿意？这次真的拦住了，那以后真没机会了。唐竹云不知道父子俩的纠结，专心致志闭门造车，不，闭门造药。晚饭他都没做。爹，阿云这受了刺激了，我明天早上还能带饭吗？哎呀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呐。阿云真是把我们都惯坏了。唐竹云忙到了下半夜，实在熬不住了，放下手中的药，趴到床上就呼呼大睡。他做梦都梦见自己嫁给了靖王，披着红盖头坐在床上，靖王进来掀盖头，被他样子吓了一跳，直接昏了过去。唐竹云哈哈大笑：靖王，你也有今天。本王怎么了？你混蛋呗。这混蛋半夜闯入了他的房间。你干什么？需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，现在就去。我为什么？也行吧，但是你把话说清楚啊。帮我去救个人，很紧急。那还不赶紧走？不行，我得告诉我爹一声。半夜别吵唐大人了，事后我会向唐大人解释清楚。你杀我灭口怎么办啊？那我现在就杀了，难道还有人能怀疑我？再给你100两。行，说吧，救谁？孟雨兰。你把他怎么了？真是禽兽，刚刚成为他的准王妃，就把人往死路上逼啊！什么虫上脑啊！跟我走。唐竹云还是和秀儿说了一声，只说要跟靖王出去一趟。姑娘，您放心去吧，不着急回来，奴婢帮您遮掩。真的，这丫头丢进垃圾桶里都没人捡。秀儿，真有你的，你最秀。车呢？车
车呢？只有马，救人如救火，委屈你了。然后唐竹云就觉得自己腰肢两侧多了2只铁钳子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直接被他举到了马背上，几乎还没来得及，身后已经贴上了一个宽厚坚硬的男人。驾！你这个混蛋！好女不吃眼前亏，等回头再跟他算账，免得他生气松手，他小命休矣。带路。是，都是老夫管教不严，竟然出了这种事情，还望王爷恕罪啊！先看看孟姑娘情况，可请了大夫？这件事情是家丑，传出去对王爷名声怕是也有影响，所以并没有敢请大夫来，一切等王爷定夺。孟玉兰不还是你的女儿吗？就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现在不还是没嫁吗？要是孟玉兰真有什么急症，现在黄花菜也凉了。而且家丑，什么家丑？这是唐竹云通医术，让他进去看看。是唐竹云，那不是要给王爷做侧妃的吗？他怎么半夜跟王爷在一起？住口！王爷面前不准说话。你进去看看，我就不方便进去了。孟玉兰她这是上吊了。我是大夫，让我来给孟姑娘看看。我没事的，死不了，倒是要惊扰你，让你半夜3更跑一趟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吊死的人舌头伸那么长，多难看啊！玉兰，没事啊，麻烦唐姑娘和王爷回禀一声，就说她没事，以后我们也会看好她的。王爷面前还请唐姑娘美言几句。把女儿逼成这样，你们没有责任吗？现在还一口一个王爷，怎么王爷才是你们亲儿子？娘，您先回去歇着，我有话想和竹云说。打扰你休息了。我没事，只是我想不明白，姐姐这般人物为什么会如此想不开啊？像我这般声名扫地的，不也还在努力活着吗？投胎成这样，他们真的已经是人生赢家，不知足是要天打雷劈的。因为我不想嫁给靖王。靖王这混的实在是千夫所指，万人所憎。即将被赐婚的2个女人，一个想着恶疾缠身逃婚，另一个更干脆了，死给你看，就是不嫁。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靖王人品如何，但是我和他有限的接触来看，他还算讲道理的人，也不像外面传言的那般暴戾自私。姐姐，要不你再了解了解？靖王就是碟仙，我也不想嫁。我不嫁给他，不是他不够好，而是我心里有了别人。我今年19岁了。啊，我20，可是还是想叫你小姐姐。从13岁到19岁，这6年来，我拒绝了无数的婚事，只是为了等他。可是到头来，到底敌不过命运，敌不过一道圣旨。如果不能把身心交给他，我宁愿死。真是个刚烈的女子。其实我觉得圣旨还没下，孟姐姐你实在不想嫁，想想办法，但是不要为难自己啊。皇上都已经当众说了，还有什么转旋的余地呢？最让人心寒的是，我现在可能想死都死不了，我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我真没有。典范也会有这样自卑消沉的时候。我昨天是第一次见到你，但之前呢，我听说过你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好羡慕你啊，羡慕你喜欢谁就敢大声说出来，羡慕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，不用被规矩约束。啊，喂，小姐姐你等等，花痴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你这3观有点歪了。昨日见了你，你果然是我想象之中不为世俗的快意女子，所以我更喜欢你了。没想到你我还有再见面的机会，只是没想到是这样的情形下。朱云，麻烦你帮我把那个匣子拿过来。我知道你昨天说讨厌靖王不是肺腑之言，你是喜欢他的。没有，根本没有，你别乱说啊。我心中有人，对他确实无意，我早就知道家里有这样的打算，所以对他是真的不喜。其实现在想来呢，这件事情和靖王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是我自己不好，没有福气罢了。姐姐，大可不必说靖王好话，我真的不喜欢他。这些呢，都是这些年长辈赏赐的各种东西，有喜欢的我就收在这里，我把它们送给你，给你添妆，愿你以后和靖王和和美美，比翼双飞。算是我喜欢你一场，也是对靖王无辜受累的歉意。啊，姐姐，我不能要。收下吧，我是没什么来日的人了。只要存了必死之心，上吊不行，他还可以吞金；吞金不行，他还可以绝食。姐姐别哭了，现在圣旨还没下，如果你实在不想嫁靖王，我帮你想个办法。眼下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，然而我还是谢谢你，只是没有早点认识你，还是觉得很遗憾。行了，没到说丧气话的时候呢，你听我说啊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你不知道皇权可畏。皇上既然已经当着那么多人开口，断然没有收回的道理。没有最终下旨，一切都有可能啊。朱云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我知道你好心，可是小傻瓜，这话你不该说的。如果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管了。唐朱云一口气把自己制药的准备、身染恶疾的事情说了。孟姐姐，我把药给你。朱云，你真的太傻了，你把药给了我，你自己怎么办呢？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。什么理由？这个我暂时不能告诉姐姐，但是我定然也能全身而退。不行，那是你保命的方法，我不要。而且就算这次躲过了靖王，以后也躲不过旁人呢。更何况朱云，你家里人对你怎么样呢？很好啊，我从前的名声你也知道，可是我爹我大哥对我都很好，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我更羡慕你了。我说你为什么能成为这样热烈纯真的性格，果真是因为家里人都宠着你呢。可是我听说姐姐在孟国公府也挺受宠的。你说的对，我很受宠，比起其他姐妹，我不该抱怨什么。可是一旦我身染恶疾，就会成为父母的耻辱，拖累母亲，她已经很难了。可是姐姐，你死了，难道就不影响母亲了吗？死了，最起码一了百了。我过的每一天都是煎熬，我想他，很想很想。那么想，为什么不逃跑去找他呢？一段持续6年的暗无天日的思念，他无法想象。姐姐，还有靖王啊！如果靖王反对这门婚事，和你是不是就没有关系了？你最多被人嘲笑几句，但是凭你的名声，还有靖王那人人喊打的名声，最终大家还是会同情你的。让我想想，怎么才能让靖王退婚呢？朱云，你了解靖王吗？他了解个屁啊！不是很了解，但是他女儿之前不是身体不好吗？现在跟着我调养身体，那是个很让人喜欢的孩子。就是昨日跟在你身边的小姑娘吧？对，看得出来她很喜欢你。是啊，喜欢都是相互的嘛，就像我和姐姐不也是一见如故吗？其实从年龄来说，我是姐姐，我今年都20岁了，但是我觉得你更像姐姐。很高兴能在最后认识你，朱云。这些呢，都是我喜欢之物，送给我喜欢之人，收下吧。临死之前呢，我要给他们找到新的主子。还有，我也不是全无私心的，我有事求你。东西我不能收，你也不能死，但是有事你可以跟我说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靖王那里咱们再想想办法。你看我都能让他这边，更何况你那么聪明呢。刚才你来的时候，那个丫鬟叫绿竹，是我奶娘的女儿，也是从小伺候我，和我一起长大的。她那里藏了我很多很多书信，你帮我收着，我怕在她那里会被发现，牵连了她。等有一日她回京了，帮我给她，让她知道孟雨兰没有辜负过她，从来没有。
造化弄人。他们两个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两个母亲又是手帕交。他也听母亲私下问他，愿不愿意嫁给他。他愿意啊，嫁给他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。为了他，他想成为最好的女人。然而婚事还没落定，他家里却出了事，何家被流放到边关，从此再无音讯。他觉得不对啊，流放又不是不准通信，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方会杳无音讯呢？难道死了？姐姐啊，他没有给你写过信吗？没有，他那人极为克制又要强，定然是不想拖累我的。可我心里只有他一个，要我嫁给别人，我宁愿死。他叫江北寒，武阳侯府世子。他回京那时，妹妹定要帮我告诉他，我心里只有他，把我的那些书献给他，好让他知道玉兰生是他的人，死亦是他的鬼。梦姐姐，不要不要，事情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呢，真的没有。你好好活着，再艰难都活着，才能有朝一日和自己喜欢的人再续前缘呢。梦姐姐，是靖王带我来的，要不咱们请他进来，开诚布公地说，你心有所属，问他怎么办。这件事怎么能问王爷怎么办呢？王爷没有做错什么呢。其实我这般死，对王爷已经很不公平了，传出去，王爷恐怕又会多个克妻的名声呢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咱们诚实的和他说，否则死了两个对他也不好，不如和平解决，对不对？说吧。王爷，关于婚事，你闭嘴，本王没问你。鬼男人，盛名在外，其实不负，我配不上王爷。我也是。哼，你也知道自己盛名在外。好好一个男人，可惜长了一张嘴。既然不愿意，就去皇上面前拒婚。要是男女平等，那自然就去了。问题是现在女子严重弱势，现实也不会允许啊。王爷，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。唐竹云，你觉得本王挑过食吗？我操，你好意思啊？你堂堂一个亲王，竟然饥不择食。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甜不甜由不得人选。你们还有1年的时间，想要拒婚就凭借自己的本事了。1年的时间？到明年5月之前，皇上不会赐婚。为什么？多谢王爷。在此之前，你们两个要么自己让皇上改变心意，要么就乖乖嫁入王府。如果敢做有损王府名声之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什么臭男人，什么破态度，谁怕谁啊？要不是看在他好歹给了1年缓刑，唐竹云啐他一脸，还不跟本王走？等等，今日的事情，孟姐姐怕是会被为难，先想想办法帮她度过这一关再说。本王让你走。那么凶做什么？孟姐姐，这样你就说我名声不好，不想和我共侍一夫，但是今日见了我，知道外面都是讹传讹，所以想开了，如何？妹妹快走吧，别惹王爷生气。我做的事情自己能圆过去，不会拖累妹妹的。像块木头一样，你的胆子都用来对付本王了吗？你才知道啊。回去涂点药膏。王爷，看在我半夜帮你忙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一粒药？什么药？我想要一粒定心丸。你说的1年之期，真的假的？在本王发怒之前，滚进去。我外祖母去世了，我要替她守制1年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你节哀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其实人死了不是什么都没了，他们会变成天上的星星守护着我们。你想那些过去的人时，就看看天上的星星，最亮的就是你的亲人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里看着你。唐明帆发现今天有2个大食盒。阿云呐，辛苦了。其实不用准备那么多，都便宜了别人。就说那徐大学士啊，天天自诩清高，非眉上之血不泡茶，和我抢起猪肚猪脚，哎呦，那快的呀！爹，这是你的，另外这个是让您带给靖王的。靖王？他没听错吧？昨天回来之后，私下还是和唐伯欣骄傲的道：“哎呦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，富贵不能淫呐！”唐竹云又改变主意了，小孩子也不能变这么快吧？没有爹，我没改变主意，只是不用了。
靖王说他去找皇上，再拖1年不赐婚，感谢他吧。怎么能再拖1年呢？爹啊，靖王最近斋戒，这是素包子。斋戒？对，所以您不用管了，带给他便是。哦，那行，只是阿云，你和晋王……没有的事儿，绝无可能。散朝之后，唐明帆找靖王一起吃饭。靖王有些惊讶，等到他吃到唐竹云为他特意准备的素食早餐之后，他是记着自己昨晚说的话了。靖王把饭菜都吃完，谢过唐明帆，又起身去见皇上。你外祖母去世了啊！你外祖母对你有抚育之恩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你的王妃、侧妃都是朕仔细考虑过，替你精挑细选的。虽然1年之后才能赐婚，但朕不希望再生变了。父皇，孟雨兰也就罢了，然而儿臣实在不解你把唐如云赐给儿臣的原因。你不想嫁，那我也不会勉强你。其实我见过她，在她刚进京的时候，只是她忘了。皇上见到唐明帆探亲回家一趟，回来之后就消瘦了10几斤模样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可皇上问唐明帆就没说，皇上觉得不对，微服出巡，找到了唐家。那时候唐竹云大着肚子在家里闹着要出门，何婆子和秀儿2个人都按不住她，唐伯欣甩了她一巴掌，她就躺在地上不起来。她怀孕了？唐伯欣那个儿子其实是她在乡下同别人生的儿子。可是那样，父皇为什么还要赐婚给儿臣？朕当时也很生气，想要赐死他。可是唐明帆父子苦苦哀求，朕回宫之后想想，还是气不过，怎么会有那样的女子？然后摔了几个茶杯。正在这时，洪恩大师来了。见皇上郁郁，洪恩大师就问了原因。皇上正要找人诉说，就把这件事情说了。是唐明帆大人的女儿？是。那贫僧想问，唐大人有几个女儿？只有这一个，养在乡下，所以宠得无法无天。那皇上不用担心了，那女子只是少个契机，20岁之后就是另一番造化了。你看，今年她恰好20岁，朕和你现在所见的她，和传闻之中是不是截然不同啊？朕现在呀，越发觉得洪恩大师深不可测呀。包括当年我和你母亲，她都说准了。如果不是因为她生过孩子，朕是打算把她赐给你做正妃的。唐明帆父子都是肱骨之臣呐。唐竹云现在脱胎换骨，而且不为别的，就是他保住了嫣然，朕对你娘也有了交代，不至于100年之后无颜去见他呀。让他给你做侧妃，希望他的好命能保佑你，保佑嫣然。朕也是个希望儿女平安顺遂的父亲呐。父皇犬犬之心，儿臣敏感无内。朕想起你娘啊，就控制不住。父皇，儿臣明白您的苦心，可是那唐如云到底生过别人的孩子？唐姑娘小时候在乡下长大，无人照顾，走了歧路也是可怜。奴才昨日看她对嫣然姑娘是真心喜欢，而更难得的是姑娘也喜欢他。王爷，老奴多嘴，一个侧妃之位，给嫣然姑娘找个好娘亲，值得了。你这个老东西，难得你有管闲事儿的时候啊！你和朕老实说，是不是收了唐家的礼了？皇上您说笑了，奴才就是收谁的礼，也收不到唐大人的礼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奴才私下掏腰包补贴御膳房，让他们给唐大人好好做早膳。您这般说，
奴才真是比窦娥还冤呢。你个老东西，在朕面前还耍花枪，还不老实交代，为什么要帮唐竹云说话呀？难不成你也吃他的嘴短不成？真是什么心思都逃不过皇上火眼金睛。奴才确实有意帮唐姑娘说话，因为唐姑娘确实人美心善。哦，那你说来听听啊。回皇上，昨日端午宴，奴才家那个上不了台面的，也被奴才逼着去了。你是说你夫人？正是。这事朕知道。我和你说啊，千万不要得罪汪福啊，这是个很记仇的呀。原来当年汪福7岁就被晋升进了皇上的前邸，然后他记恨家人，和家人断了来往。后来汪福20多年都没有和家里联系，家里人以为他死了。彼时家里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，汪福的母亲想念儿子，觉得对不起儿子，就给他买了个媳妇，一个逃荒而来的黑黑瘦瘦的小姑娘，用了1斗米换来的，也就是后来的汪夫人。汪夫人知道自己素未谋面的相公是怎么回事，虽然受尽了嘲讽，但是老实本分，伺候公婆，操持家务。后来汪福的弟弟进京赶考，很争气地进了殿试，认出了汪福，他长得和父亲几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后来一系列波折之后，汪福也算原谅了家人。汪家举家进京探亲，自然也带来了汪夫人。那时候汪福第一次见到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夫人。汪福和家人到底还有隔阂，可是后来发现家里人非但没有占他便宜，还处处为他着想，甚至弟弟原本可以留京，为了防止别人说他关照，都特意选了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去做县令。汪福终于被感动了。按理说他是看不上汪夫人的，以他今时今日的身份地位，即使他是太监，想要嫁给他的女人也无数。可是缘分就是这么奇怪，后来他渐渐陷了进去，甚至央求皇上给了汪夫人诰命。您也知道他上不得台面，可是昨日回去，他絮絮叨叨给奴才说了一晚上的唐姑娘，说唐姑娘有多好，闹得老奴现在都没精神。我说你怎么今日变了？原来这是讨好了你夫人呢！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奴觉得皇上英明，慧眼如炬。唐竹云，不是本王不帮你，是你自己烂好心。晋王无功而返，他也没放过唐竹云，把这件事情始末都告诉了他。你在看什么？在看哪面墙，是和我去撞一撞。既然是你自己作的，以后就给本王安分守己，别再让本王知道你和那些不干不净的人不清不楚。在你有本事退婚之前，你我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哎呀，我忘记了，药没了，我和你啰嗦什么？我去备药了。天大地大，赚钱最大。最近清风那边生意不错，这药都供不应求了，能赚钱谁管男人啊？父王，您怎么啦？没事儿。孟姐姐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其实我今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原来孟雨兰是要唐竹云帮忙给江北寒送东西。我其实早就想这么做，可身边没有一个可用的人。绿竹虽然有心帮我，但她也是个足不出户的小丫头，实在也帮不上什么。我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，可是我现在除了你，真的不知道还能找谁。我怕他会埋怨我，这么多年不跟他联系，我迫不及待，恨不得立刻就让他知道我的心意。行啊，不就是出去找个人捎东西吗？如果有那边的消息，你也告诉我。好。现在家里对我管束很严，我今日说是来找你，这才放我出来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唐伯欣匆匆忙忙地跑进来，差点撞到了孟雨兰。唐伯欣愣住，随即面红耳赤的连声道歉，自家大哥这么害羞呢？是我莽撞，唐大人恕罪。啊，大哥怎么今日毛毛躁躁，突然跑回来啊？我忘带了一份公文，我先进去了。
你去送送孟姑娘。咦，大哥，你怎么知道她是孟姑娘？我还没介绍吧？从前偶然间见过1、2次啊。好了，我很忙，先走了啊。用这么慌张吗？孟玉兰也不知道给江北寒带的什么东西，唐竹云找出2个破包袱皮，又包了2层，然后拿着银子出门找人了。没费什么力气，他就找到了地方，花了20两银子办好了快递手续。您放心，到时候对方收到了，还会有个回执给到你。如果找不到人呢，东西退回，但是银子不退。给你们买了点心，咱们洗手吃点心，不过不能吃太多啊。回头中午谁不好好吃饭，以后就不许吃点心了。2个孩子都答应，帮他归置好了东西，才洗手吃点心，还非让他先吃才行。写的真不错，比姑姑写的好了。是吗？那我也得努力了。姑娘，长治说他想来打打牙祭。王爷不知道什么是避嫌吗？本王知道，不像你目不识丁。你是我的人，不必避嫌。现在已经是晋王府家法管教范围了。本王觉得你再用这样眼神看着我，我有必要送2个教引嬷嬷来教你规矩。教引嬷嬷，那是拿着戒尺的容嬷嬷。唐竹云为了泄愤，在晋王的汤碗里抓了一把盐，齁死丫的。这碗汤赏你了，我是主子，赏你，你当谢恩。我谢你18辈祖宗。王爷，阿云，你们2个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打情骂俏呢？王爷，你太不厚道了，你还给我和阿云说亲，我说你怎么管这些事儿？原来是你自己动了心思啊，试探我的。再来1碗汤。啊，我有话和你说。行，我先走啊，你们慢慢说。话说我老常到现在也没明白啊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勾搭上去的？滚！我们是假的。既然是假的，更没有避嫌一说了。好，算你狠。吵架这件事情也得看发挥，他今天状态不好，他认，改天再战。有一件事情是真的，晋王府有家法，也有教引嬷嬷。泻药，他的泻药呢？下次他直接给他下巴豆，拉不死他，直接下巴豆，人狠话不多。王爷，王爷啊！姑娘，奴婢刚才出去提水，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？你捡到银子了？比捡到银子还高兴呢。那你捡到了金子啊？姑娘，您这是钻到了钱眼里呀。奴婢呀，刚才看到阮安若在晋王面前吃瘪了。啊？怎么吃瘪的？您是没看到，阮安若在王爷面前呢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奴婢呀，觉得她都快被吓尿裤子了。哦，王爷好厉害，姑娘果然有眼光。以后等您嫁到王府，看谁还敢欺负您。我看晋王就敢。有本事去战场下退千军万马，吓唬女人算什么本事？老太太，您找谁啊？这里是不是唐明帆的家？这个老妖婆怎么进京了？还是从前那个蠢货，见了人也不知道行礼问好，连你祖母都不认识了吗？这是老天爷嫌他太闲，所以送来2个极品给他练手。我祖母在乡下，你这死老婆子，竟然敢冒充我祖母！秀儿，还不报官去？你爹呢？让你爹出来！小蹄子，竟然敢眼睁睁说瞎话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银子呢？不是说好进京以后给银子的吗？没有，你直接把这2个女骗子扭送到衙门去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小蹄子不认我，你打他，你给我狠狠地教训他。娘，这中间呢肯定有误会。阿云呐，多年没见到您，这认不出来也正常啊。正常个屁！老娘养他到15，他还敢说认不出我来？哼，原来还真是那个克扣我银子，逼得我走投无路的祖母。阿云，你少说2句，你不是不舒服吗？还不进去休息？他从地位上讲就吃亏，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来。让他过来给我磕头谢罪，要不我就去告御状，说你不孝。
去，现在就去，让我爹被罢官，饿死你那些蛀虫一样的儿孙。阿云，你别以为你现在是晋王侧妃，就能对祖母不敬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王妃？谁是王妃呢？晋王侧妃在此，你该给我行礼。不过看在你辈分高的份上，就免了。爹，好样的！唐竹云回到自己房间，其实也有点同情自己老爹。做夹心饼干的滋味不好受，一边是亲娘，一边是亲闺女。不过他心疼唐明帆，也是因为他刚才虽然表面呵斥自己，实则都是向着自己的。这个老爹还是很能拎得清的。姐姐，我好害怕，那个坏老婆子太可怕了。不怕，还有姐姐在呢。再说你怕什么？你是你父王的女儿。晋王是亲王，嫣然不该是郡主吗？为什么不是？难道因为他是庶出的？我讨厌他，我讨厌他。你放心，他要是暂住一段时间，咱们怎么都能忍。但是他要是想住下来，姑姑绝对不会让他如意的。你们两个乖乖的在屋里等着，不许出门，我去偷偷听听他想做什么。哎呦，我不放心你们爷几个呢，该娶的不娶，该嫁的不嫁，这府里呢就缺个主事人。你当我愿意千里迢迢吃这样的苦头，我还不是放不下你。这个老妖婆真是瞎话张口就来。我把翠儿带来，是觉得这孩子哪儿都好，打算让伯兴娶了她。娘，以后的事情啊，以后再说。您这一路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休息。娘啊，我衙门还有事儿，先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。阿云呐，拿80两银子给车夫，先把车夫打发了。阿云呐，打发了再说，爹知道你委屈，千万别和祖母正面对上，有什么事情啊，都等爹回来再说啊。唐竹云就是想迁怒也于心不忍，他咬咬牙答应。唐竹云知道这笔银子非出不可，送走唐明帆，咬牙出了银子之后，把大门摔得震天响。小蹄子，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还要看你的脸色。活了这么大把年纪啊，你也不给我一个回家奔丧的机会。哎呦，我的命好苦呐，好容易把儿子拉扯长大，有了出息，本来以为要享福了。你可以声音再大点啊，让人听到去弹劾我爹，把他头上这顶破帽子丢了最好，省得他天天吃苦受累，我还心疼呢。宋氏声音几乎是立刻就小了，用恶毒的语言咒骂唐竹云。当年的事，你跟我提当年的事。人血馒头好吃吗？前身把自己第一次卖的银子还都被宋氏拿走了，他还敢提？小蹄子，你惹恼了我，我就去告诉王爷你当年的丑事，让你做不成什么侧妃。去啊，现在就去。一家子欺君之罪诛九族，有那么多人给我陪葬，我不怕死。不，王爷那么喜欢我，到时候说不定留我一命，我去法场上给您老人家送行。这个唐竹云真是越来越难管教了，从前是个好拿捏的蠢货，现在却生生成了滚刀肉。哼，怎么了？姑姑，我饿。姐姐，我也饿。从宋氏进门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就决定了，绝不会主动去做饭伺候老太婆，所以今晚的饭是何婆子做的，一家人吃的都皱眉。哼，吃了些什么破东西，还不如乡下呢。他来了之后就各种嫌弃房子小，嫌弃摆设破，现在又嫌弃没有荤腥。京城什么都贵，祖母若是补贴些，就有肉吃了。娘啊，您来得匆忙，没有来得及准备。阿云啊，明日你去买块肉来，单独做给祖母吃。银子，家里的银子都给了车夫啊，不够，我还借了秀儿2两呢。现在就剩下几串钱，萝卜青菜撑到您下次发钱都不容易了。我这里还有几两碎银子，给你。唐竹云不客气地接了。他爹对祖母心软，那就别怪他心硬，先把老妖婆撵走最重要。宋氏对唐伯欣絮叨婚事，后者也不是什么好脾气，直接摔了筷子走人。唐伯欣至今都还记恨宋氏当年对妹妹的伤害，不掀桌子已经是极尽忍耐了。
很好，家里有同盟。只是唐竹云光顾着对付老妖婆，忘了2个孩子还得吃东西。等等，我去偷偷给你们煮几个鸡蛋去啊！明天啊，我带你们去隔壁做饭吃。唐竹云一大早还是给唐明帆做好了饭，带去了宫里。唐明帆看着里面偌大的狮子头，忽声叹息。他知道女儿是故意为难母亲，可是站在女儿的角度，怎么做都不过分。他本来想说把狮子头留下，可是看着女儿清亮的目光，顿时说不出来，提着食盒走了。早上只有清粥小菜和馒头，宋氏吃得很不高兴，摔摔打打。唐竹云只当没看到。吃完饭，宋氏又跟唐竹云要管家银子，说以后他管家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唐竹云把200多文钱和昨天唐明帆给的几两碎银子都交给了他，然后带着2个孩子出去玩了。在家吃不好，那就出门吃。他带着2个孩子吃过早饭，出去买东西，然后又在酒楼吃过午饭，这才回去休息。结果他看到了什么？他屋里略像样的几样家具都被搬到了正屋，靖王之前给的还没用完的布料也被宋氏搜刮走了。还好唐竹云的银子为了防贼都藏在房梁上，这才幸免于难。这家里从前太没有规矩了，什么好的不应该先紧着长辈来，果然就需要个当家人。不行，他一定要尽快把这2个人撵走。琳琳，带着嫣然去一趟衙门，告诉祖父今晚有红烧肉吃，请靖王也来吃。靖王也并非一无是处，最起码用来吓唬宋氏这样的乡野村妇是足够的。你做什么？给买菜钱。王爷说了，今晚要来看我，自然要留下吃饭。晚上来看你，这是什么规矩？怎么，祖母还想给王爷定规矩？王爷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祖母要是不想给买菜的银子也直说，我还懒得张罗呢。回头王爷怪罪下来，谁惹的事情谁担着。他喊我去吃饭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他会请自己吃饭。是啊，父王，你没事就早点来，姐姐给您做红烧肉吃。靖王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。原本现在应该是他最期待的时候。恢复之后，女儿已经做好了丰盛的饭菜，琳琳和嫣然手牵手在门口翘首以盼，等着迎接他。然而因为母亲的到来，他现在生出了踌躇之意，甚至不想回家。唐大人，王爷还没走啊？等你一起。唐姑娘说今日做了红烧肉，请我过去吃饭。借力打力，这好主意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啊，王爷这边请啊。远远的，他看见唐竹云站在门口，以为对方会像从前那样对自己熟视无睹，或者干脆哼一声，用那种蹭饭的饭桶又来了的眼神盯着自己。但是今天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唐竹云表示，他就差举着2把花，高唱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了。王爷，礼不可废嘛，别这样，祖母今日在呢。你给本王好好说话，舌头捋直了。王爷，人家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肉，再不吃就凉了。哎呦，原来是我大孙女婿来了。放肆！王爷，祖母是乡下人，您就别拿那些规矩约束他老人家了。难不成真要张嘴一摆下吗？王爷，您看我面子嘛。他今天来哪里是干饭人，他就是个工具人。指不定唐竹云现在心里还得意洋洋地想着，关门放王爷。给你面子，否则我现在想扇你100巴掌。果然有奸情，这小蹄子果然是个妖艳贱货，把王爷都迷得头晕眼花的。王爷不要嘛，这饭王爷不想吃了，非但不想吃了，昨日吃的饭都想吐出来给他。嫣然，父王来了，还不快出来？小样儿，还搞不定你。他这叫挟嫣然以令王爷，聪明如他。吃饭的时候，唐竹云出去给靖王布菜，弄得后者都快要消化不良了，面色就一直没有好过。宋翠儿在旁边那桌伺候宋氏吃饭，时不时偷偷往这边看，脸还红了。唐竹云感受到他的目光，故意绕到另一边，有意无意地挡着唐伯熙。但是宋翠儿还是往这边看，气得唐竹云想要发作。靖王吃完饭要走，唐竹云去送他。王爷多谢了，明日再来。王爷适可而止，再有下次，严惩不贷。王爷放心，一次就够了。你也就是一次性的王爷，再见了您喽。明天想要这个好待遇，我还不伺候呢。你呢，得好好学学，这京城的规矩就是不一样，
别瑟瑟缩缩的，笨手笨脚，一看就是乡下人。就说成亲之前把女儿送给未婚的娘子养，这事乡下真没有。这日唐竹云打发2个孩子去隔壁玩，自己盘算这个月的收入，唐明帆和唐伯新的银子交给了老妖婆，太不爽了。不过他自己这边卖调料进项有几十两，庆丰那边就厉害了，足足赚了150两，加起来接近200两了。在村里的话，他就是绝对的富婆了。但是在京城不行，就算以现在的赚钱速度，还清晋王的债就得2年。别说他还想换个大房子，给凛凛换一匹好马，还想让凛凛有机会游学拜见大儒。这京城赚钱容易，花钱更是流水一般。表姐在吗？在，进来吧。孩子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有话直说。我觉得王爷挺好的。挺好？哪里好？哪里好？还可以吧。哪尼？我夸我男人好，你脸红什么？我听说嫁给王爷需要带陪嫁丫鬟吧？表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是秀儿吗？一个够了吗？不够你来凑啊！这件事情有趣了，让宋翠儿做他嫂子，那万万不能。他还没想好对策，宋翠儿自己移情别恋了，干得好啊，姑娘，有眼光，一眼就看上晋王那个尿得远的。确实不太够，可是家里穷，买不来丫鬟。哎呀，我也就和你说，一个好年纪的丫鬟要几十两银子呢。那表姐，你觉得我行不行？我肯定听话，不和你争宠。哎呀，不行的，表妹。你看王爷对我挺好的，但是实际上脾气可大了，他一瞪眼呢，我都哆嗦。其实我看出来了，那天吃饭的时候，王爷对你吹胡子瞪眼的，但是我觉得王爷这样才有男人气概。送你2条小皮鞭，拿着去找晋王去。你也这么想的啊？其实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真的，我哥哪里比得上王爷啊？我哥1个月10几两俸禄，王爷1个月是1200两，你知道吗？那王爷一天得杀1只鸡吧？大姐啊，说鸡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你这样说让我忍不住多想啊，王爷每天都在自宫，那不够吃啊。我的老天爷，那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表姐，你去享福带着我吧，我保证好好听你的话，真的，我可听话了，我还能干。能干过晋王吗？能干过晋王的话，他就是倒贴嫁妆都把宋翠儿送去。啊，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啊。表姐，你是怕我争宠是不是啊？这样吧，你要是实在想，就问问王爷，王爷答应，我带谁都是带，行不行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是宋大哥吧？咱们还是本家呢。说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找王爷，那天上的二郎神大概就是这样好看吧。二郎神不理他，哮天犬不干了。你找王爷干什么？我找王爷，你这人怎么总拦着我又不找你？王爷，我是来问问您介意不介意我表姐多个陪嫁丫头？我是换一个，是多一个，您看成吗？他聪明着呢，这换一个晋王或许还挑挑拣拣，但是多一个，傻子才不要呢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帮表姐问问。你那个好表姐又说什么了？表姐说你答应她，她就带我去王府。她还说什么了？快去把唐主任抓来打一顿吧！不打这事儿真的太不爷们儿了，什么歪瓜裂枣都要塞来，寒碜谁呢？表姐说王府每天都杀鸡。王爷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唐竹云算账吧。哼，不着急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咱们明日去。老妖婆肯定又在骂他。不过曾祖母什么时候走？我讨厌他。姐姐，我也很不喜欢他，他总是欺负你。没事，让他再住几天。怎么也忍受老妖婆1个月，到时候唐明帆实在闹得头疼，超过孝顺的时候，他再动手。姐姐，要不你搬到父王那里去住吧，他害怕父王。不行，姑姑不会嫁给你父王的。你别怕，我姑姑不嫁人，等你长大了嫁给我，就和姑姑是一家人了。
好小子，有前途。王爷怎么来了？今天不用上朝吗？我想骑马。父王，我也想骑马。去吧，宋景阳带着侍卫在外面，还有我新得的几匹好马，你们自己去挑一挑。王爷，我也能去吗？不可以。父王，你让姐姐一起去吗？我和他有话要说，你们先去，还等着我请你进去。家里没人了，王爷直说吧，您今日想干什么？闲来无事，关心一下侧妃。来人！这厮竟然真的带了教引嬷嬷来。老奴见过王爷，见过唐姑娘。容嬷嬷免礼。嬷嬷，您贵姓啊？老奴娘家姓容。容嬷嬷，您带针了吗？老奴荷包里带了。原来电视剧里不是骗人的。容嬷嬷是教你读书认字的嬷嬷，以后要好好学，不要给王府和本王丢脸。那您竟然是个女先生啊，那就请容嬷嬷多多指教了。唐姑娘起。容嬷嬷，本王把她交给你了，你现在就代表本王教导她。给她脸了是不是？真把自己当成爷了？老奴不敢，日后姑娘进门之前，自然会有教引嬷嬷教姑娘规矩。老奴今日只是来拜见姑娘，认认主子的。容嬷嬷，你不按照常理出牌啊？先让她坐有坐相。嬷嬷都没说什么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嬷嬷，咱们开始。王爷，唐姑娘学得很快，让她稍事休息吧。既然不想坐着，就起来学着奉茶吧。如果不是他还有用，他一碗热茶泼到这张讨厌的脸上。行，他忍，等他把老妖婆打回老家再翻脸。晋王似乎终于满意。啊，尚可一旁伺候。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晋王已经被唐竹云碎尸万段。晋王翻开那本《笠翁对韵》，好像里面藏着宝藏图一样。唐竹云站了好一会儿，忍啊忍，心里小火山蠢蠢欲动。临近中午，晋王又让他去做饭，做完饭还得伺候他吃饭，总之把唐竹云指使得团团转，稍有反抗就被他眼神镇压。行吧，他就当王爷今天残疾了，他照顾残疾人，他光荣。伺候本王更衣。更衣就在这里，他拿什么给他更？王爷想要解手。他解手要伺候什么？难道他还要去给他擦屁股不成？凛凛都不用别人了好不好？要去帮王爷拿着腰带和汗巾子等物。岂有此理，他没手吗？他又不想看他到底尿得远不远。唐竹云。阿云，王爷喊你呢，你干什么呢？王爷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孙女啊，就是不太灵光，我这侄孙女可就灵光多了，还不快去伺候王爷？快来，翠儿，快来，帮王爷脱裤子。翠儿伺候王爷。翠儿得去茅厕，不能随地。去茅厕换衣裳，那衣裳掉茅厕里怎么办？唐竹云，这个侧妃之位，看来你不想要了。我想不想要，你还没说吗？哎呀，我就说你笨手笨脚的，还不去伺候王爷？王爷确定要我伺候？他要是把他伺候个三长两短，半身不遂，再不完整，确定不怪他。忍字头上一把刀，等他忍不住了，这把刀就不见得落哪里了。用不用我帮王爷再脱一次裤子啊？府长。啥玩意儿？府长，否则就是张嘴。我了个操！你尿尿还得威胁我鼓掌，我不加油你发挥不好啊。那就鼓吧，人家为爱鼓掌，他为了嫌弃也能鼓。不知道晋王尴尬不尴尬，反正他这么厚脸皮的人，对上这奇怪的癖好都尴尬了。用力！
是啊。王爷您加油，请您尿穿南墙，直抵皇宫。伸手从红墙砖上抹了一把，然后往他脸上抹去。啊！你往我脸上抹了什么啊？他没洗手，他小便不洗手就往他脸上抹，他的手还是潮湿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小贱蹄子，作死了要跟王爷动手，王爷打你几个嘴巴子怎么了？你怎么就这么惊贵了？原来鼓掌是这么回事。这就是王府的规矩。表妹，你害怕吗？我不怕，我听话。王爷，我知错了。没办法，宋翠儿就是喜欢这般伟岸男子。晋王铩羽而归，带着容嬷嬷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唐竹云的错觉，他觉得容嬷嬷也在笑。这是晋王请来帮他的吧？这一局2败俱伤，唐竹云洗了无数次脸，这次真把脸揉红了。等到唐家父子回来，听宋氏说唐竹云因为不听话被晋王掌嘴，又见唐竹云还脸红，当即都放下筷子。不过当真是王爷？没有的事儿，都是误会。吃饭。阿云呐，不要怕，爹给你做主。阿云，你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委曲求全？姑姑，我帮你，我再也不理王爷了。哎呦，你们一个个的失心疯了不成？明明是他。够了，娘，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，我这就去找王爷。爹，我也去。我也去。别去了，我真没受委屈啊。先吃饭啊，吃完饭我告诉你们到底怎么回事。其实我觉得晋王是气不过我拿他当祖母，所以……那他也太不像话了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我明日见了他，得同他好好说道说道。你现在啊还是我的女儿，轮不到他管，日后嫁到王府……不是，爹，哪有什么日后啊？咱们不是说好了，让您去告诉皇上，我不是完璧之身吗？这要不是祖母来，这事早就完了。这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先这样吧，明日啊，我和晋王说说。阿云呐，你记住，不管什么时候受到委屈，一定得让爹知道。知道了。那个大哥，你等等。算了吧，没事，我和玲玲说就行。姑姑，您要和我说什么？就是那个，你和王爷解手的时候，他怎么尿的？啊，就站着岔开腿尿，怎么了，姑姑？那他尿到手上没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尿到手上？啊，那还好。你们男人那啥，还扶着吗？什么？没事，赶紧洗漱睡觉。姑姑问你什么？问我王爷尿没尿到手上。妹妹这么不相信晋王吗？难道她今日发现了晋王有些不行，否则怎么会有这样的怀疑？那得可以忽略不计才能尿到手上的吧？那琳琳，王爷到底尿没尿到手上？爹，你们为什么都问这个问题？先回答爹的问题，这个很重要。没有。这是男人的事情，别和姑姑说。爹，我想让您指点一下我的文章。我尝试着做了一篇文章，有些稚嫩，但是……你回去找出来，去我房间，正好我和祖父给你看一下。唐伯欣趁着这个时间，匆匆进屋，和唐明帆说了关于晋王的这件大事。要不明日我去看看？这不用了吧？您看，不是还有嫣然吗？那是皇上承认的血脉，总不会有错的。唐伯欣真的非常担心，他爹明日真的去目测晋王，然而却没劝。算了，看和不看各有利弊。家里兵荒马乱的，这时候来真上你见笑了。我是听说你祖母进京，想着来拜见一下老人家，顺便来看看你。啊，你算了，那就是一条吸血的水蛭，沾上抖都抖不掉。阿云，你小点声。他不在，大清早出去买菜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不提他了，你也不要见他为好。和你们家老太太啊，那不是一回事儿。那简直都是2个物种了。千万不要让人抓住画柄，有时候就是装也得装下去，知道吗？你受不了一时委屈，以后就得吃大亏呢。
我知道的，孟姐姐。生活不是升级打怪，越打越爽，终究有投鼠忌器，只能适可而止。不提他了，你是不是着急边关那边的消息了？有一点，但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，没有那么快。阿云，你给我出来！他天天如此，你先在这里别出去啊！我去看他又要做什么药呀？您老人家这又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年纪大了，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，否则嘎嘣一下过去了，以后怎么享我爹的福啊？阮安若，阮安若又怎么了？他都快倒霉了，还能来捣乱？唐竹云这2天隐约听父兄谈论科场舞弊，非常怀疑就是阮安若他那个好表哥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可是掉脑袋的，难道他们还完全没有听到调查的风声？那真是死定了。你是给王爷做小，王爷上头还有正头娘子呢。那怎么了？哼，那你还这么嚣张？只要王爷喜欢就好。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。哼，你得在正头娘子面前跪着伺候呢。真正的王妃那才神气呢。那祖母是想改嫁了？唐竹云的这张嘴啊！你等着，我去找那正经未来的王妃，告诉她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老太太有话要对我说吗？这人怎么能好看得像戏文里一样呢？我就是老太太口中所说的正头娘子，不知道老太太要告诉我什么呢？姐姐啊，我祖母想你想得紧呢，怕我不懂规矩触怒你，想提前给你磕头认错呢。老太太不用想那么多，我和阿云姐妹相处极好。哎呦，竟然连正经王妃都被那小蹄子骗了过去。阮姑娘不是说了吗？您是长辈，就算打骂她，她也不敢如何的。虽然她嘴上凶，但是其实不敢和您闹的。哼，等客人走了之后，看我如何收拾那小蹄子。你祖母啊，不好相与，你自己要小心些呢。另外，那个总是挑拨离间的阮安若，你也要防备着。你性子呢，太刚直了。我知道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呀，得多盯着你祖母啊，别让她做出什么不适合的事情。你爹和你大哥都是名声在外的清官，倘若别人有想从你祖母这边走动，到时候罪名扣下来，无法撇清呢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刚才孟玉兰说什么来着？这就来了。呵呵。孟姐姐，你稍等我一下。你是谁？来我家做什么？小蹄子，怎么说话呢？眼里还有我这个长辈吗？啊，这是唐姑娘吧？老奴是吏部给事中王府的下人，老奴……我爹的名声你们都听过，不来行贿，我爹会秉公处理。但是行贿罪加一等。走吧，我当你没来过，再纠缠，别怪我告诉我爹。婆子带着丫鬟灰溜溜的走了。这个家我做主，小蹄子，你反了天是不是？你想吃牢饭自己去吃，你敢背着我爹收任何人的钱物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宋氏留不得。他碰到唐竹云了吗？唐竹云狠狠掐了自己一把。你敢打我脸？我爹还没打过呢，我和你拼了！大哥，你放开我，我和他拼了！阿云，别冲动，想想我和你说过的。大哥，你放开！不，让我来，我早就该替你报仇了。孟姑娘，你……他刚才打的是孟雨兰。唐公子，不值得。哎呦，我不活了！我的孙子要打我呢！够了，娘，收拾东西，儿子，这就找皇上辞官，带你回乡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不在的时候，那小蹄子如何欺负我，他咒我死呢。你们先进屋。孟姑娘，今日实在是对不住了。阿云，你先进去给孟姑娘看看伤。剩下的事情你放心吧，大哥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再让他作践你。大哥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怎么就不相信我？你傻子，有大哥在。孟姐姐，真是抱歉啊，都是因为我临时起意。我没事。孟玉兰反过来安慰他。你呀，先给自己的脸上药。啊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
唐竹云把药膏塞给他，自己走到药柜前翻腾。唐竹云翻出另一瓶药膏，对着镜子往自己脸上那微微红的部分涂了上去，脸上立刻火辣辣的。阿云，他的脸几乎肉眼可见的速度肿胀起来。嘘，我故意的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得让我爹看到他打我，要不到时候我要把他弄走的时候，我爹心里不愧疚吗？就是没想到我大哥那么冲动，还连累了你。我没事，不出几日就好了。但是你们这样，没事儿，我心里有主意了。今日他想收礼，又动手打我，母子情分也消磨得差不多了。那你回头让我知道事情的进展，否则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。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也找我。国公府这块牌子呢，大概也能吓唬吓唬人的。您也是爱护阿云心切，然而今日这般，还请您以后三思后行。多谢姑娘提点。大哥，你太傻了，我今日是故意的，也怪我临时起意没和你商量。他把事情始末和自己打算说了。你的脸真没事儿？真没事儿？难道我能给自己毁容不成？大哥，你听没听我说话啊？你说这样行不行啊？可以试试啊，需要我做什么配合你？你管好自己，别掺和就行。女人的事情谁用你管啊？你好好做你的官，日后照着我横着走就行。阿云，我才是大哥。我还是妹妹呢，快去带着李林和嫣然，别让他们看见我这鬼样子。爹，祖母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知道今日都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好。哎呀，不生气了，祖母不会生你的气的。哎，你的脸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不让秀儿去给你买点药涂上啊？我没事，我今日实在是太冲动，可是我听到有人送礼就着急了，恐怕……哎呀，我知道，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明日就给皇上上折子，致仕回乡，伺候你祖母。不许，我不许你辞官。祖母，您别激动啊，我劝劝我爹。小蹄子，都是你惹出来的祸事。够了，阿云，跟我走，伺候笔墨，我这就去写折子去。等着。哎呦，好你个小贱蹄子，人前背后你……爹，喝茶。今日是我错了，怎么都是我祖母？一会儿我去给祖母道歉，求祖母原谅。别去，不准去！唉，是我无能，都是我无能啊！当年我出去读书，你母亲一个人在家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啊！爹，别想了，娘地下有知，也只希望咱们都过得好好的，是不是？辞官的事情你缓缓，这几日说不定能缓解同祖母的关系呢。不，爹看透了，他不走啊，你们兄妹都没有好日子过。你心软，可是你大哥呀，当年被他伤透了心呐。当年你出事，如果不是我拦着，你大哥要一把火烧了祖屋啊！你大哥呀，从小就疼爱你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先给你呀。阿云呐，爹没有本事护不住你，以后啊，你在京城凡事和你大哥多商量。你现在这样，爹很放心。爹老了，也想回家陪你娘了。他孤零零的在那北望京城，等了爹太久了。看着唐明帆难受，唐竹云退了出去，让他自己消化。姐姐，你这样也好看，就是不热吗？不热不热，这样防蚊虫。姑姑，你是不是挨打了？不是，你让我看看。好一个霸道小总裁！而说话间，霸道大总裁已经上前直接撕开了他的面纱。谁打的？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姑姑，是谁打你的？没有，是我不小心碰到的。好了好了，是不是都饿了？洗手吃点心去。两个孩子还不肯走，最后是靖王发话，才被秀儿带进房间去。我问你，到底谁打的？没什么事儿，你不用管。我不管。哼，打狗还得看主人，你现在是我的人。我呸啊！你才是狗呢，狗男人！行了行了，咱们俩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清楚吗？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处理好，你要是真想帮忙呢，就帮我拦着我爹，
这2天别让他上请辞的折子。是你祖母。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行了，快让开，我得去看2个孩子去。蛇，有蛇！这蛇没有毒，你先把衣裳穿好。夏天呐，虫蛇出没也是正常，没毒不会伤人就好了。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快请大夫来吧。唐伯欣拉了拉他，不让他说话。妹妹脸上的红肿让他无法对床上那个老妖婆产生分毫的同情，死了最好。好，我这就去请大夫啊！伯欣呐，走，你也去，咱们分头行动啊！我看你祖母这病来势汹汹啊，快点去啊！翠儿，还不去帮忙打灯笼？还有秀儿，都快出去帮忙找人啊！祖母这里有我呢。唐竹云走到床前坐下，摸摸自己的脸。祖母，这一巴掌换你下半生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，是不是很值啊？是这个小蹄子害他。祖母年纪大了，来京城后又大鱼大肉的只顾自己吃，所以引起了中风。祖母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吃过饭我帮你捶背捏肩很舒服啊？眼前的这个不是孙女，而是恶魔。祖母放心呀，以后呢，我会好好孝敬您的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好好孝敬您。他要死了，他要被这个小蹄子折磨死了。不，他不要唐竹云伺候他。大夫赶来，果然如唐竹云所说，都说宋氏年纪大了中风，也没什么好办法。爹啊，我带着秀儿和宋翠儿伺候祖母吧。他在抗议。哼，不识好人心就算了。爹，再买2个婆子伺候祖母吧。那可不行，他就是看着老妖婆都恶心，更何况他也不想一次次动手。他是用针偷偷扎宋氏穴位的，其实维持不了多久。他要把宋氏尽快弄到乡下去，然后找个能治住他的人。我再想想。唐竹云每天在唐明帆面前就装乖巧孝顺，转身就恐吓宋氏。宋氏空受了一大拳。爹，祖母是思念乡下了，要不把他老人家送回去吧？家里人多热闹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就再买个人专门伺候祖母，咱们也多给些银子，行不行？有合适的人能伺候好祖母吗？当然有啊，您啊交给我就行。唐竹云早就想好了人选，唐明帆一答应，他立刻就能去要人。王爷，是唐竹云，真的是唐竹云做的。属下放完蛇，在屋顶亲耳听到他说的。知道了。这个唐竹云，他实在太没下限。怀孕，小官，不孝，只有他想不到的，没有唐竹云做不到的。王爷，嫣然姑娘她，属下看着她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们回王府吧？然后再让她大哭大闹，晚上高烧抽搐。这个可恶的女人，偏偏把嫣然姑娘吃得死死的。比起对王爷有心思的其他女人，唐竹云最阴险。以后眼光高远一些，不要只把目光放到女人身上。你看怀上现在已经替我在外奔走，独当一面，你却始终不行。我娘说了，我就是狗精神，干不了正事儿，让我好好伺候王爷就行。他要是伺候王爷都伺候不好，那还不如狗呢。天色不早，你下去休息吧，明日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是。大哥，你今日能告假1天，在家里看这2个孩子吗？行，最近也不忙。你要出去忙什么？有点事情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哦，你小心些。这脸怎么还不好啊？好了，他爹还心疼什么？没事儿，我皮肤呢早就不疼了。这名字倒贴切啊。唐竹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难免有点忐忑和好奇，却不想露怯，跟着小厮故作镇定地往里走。唐姑娘，清风公子在里面等您。唐姑娘这么早就来了哟，昨晚挺忙啊。原本应该忙，但是想着您要过来，所以便推辞了。托姑娘的福，现在我这生意啊是周边独一份的。你们竞争还挺激烈的。其实现在给您的银子是6成，今日您来，我想和您签个合约，以后这药只供给我可以给您7成，如何呀？条件咱们可以慢慢谈。我的意思是7成，我只供给你可以，
但是合约我不能签，以后怕会落人话柄，只能靠各自信任。你觉得如何？好，我信得过姑娘。我不能多待，我托你找的人呢？已经在我这里了，我让他来见您。唐竹云解下面纱，引得清风惊呼。他轻描淡写的带过。姑娘的要求有些奇怪，您找个年纪大的青楼姑娘做什么？您用她自然可以，但是带她进王府就算了。她今年26岁，但是青楼女子的手段，不是您比得了的。我用她？其实我建议您呢，不要用它。如果您想修习房中之术，其实我也可以的。真的，男客和女客，其实我都接的。啊！打住！你赶紧打住啊！你比女人可怕多了，你是能和女人抢男人的男人。哈哈，玩物而已。有金山银山的玩物吗？早知道姑娘如此有趣，就应该早点结识啊！你这道门，有人没钱别进来，我懂。奴家红见过清风公子和姑娘。姑娘，她卖身契在我手中，你若是能够看上就带走，当我送给姑娘的。您看不上，我就再发卖出去。求姑娘留下奴。王爷，那不是唐……距离不近，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能清清楚楚看到唐竹云和清风相对而坐，旁边跪着个女子，正在解自己衣裳，同时往清风身上凑。啊，不用！清风刚才命令嘉红脱衣裳让他验货，这侮辱性太强。唐竹云虽非圣母，但是同为女子，到底见不得这样的情景。哎，姑娘，这卖身契还是握在我手里吧。奴会伺候人，捏脚捶腿都行。不用，我不用你伺候，我想让你去伺候一个人。姑娘想让奴伺候谁？掌嘴！立刻抬手啪啪啪啪，毫不犀利地打起自己耳光来。他跑到这里来欺负人？错在哪里？主子说话，奴不该随意插嘴。主子让奴伺候谁，奴就伺候谁。这是唐姑娘在这里，我不想吓到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否则赏你一只猫。你应该知道厉害。奴不敢，奴再不敢了。要不我先带她回去试试，不行就还回来，如何？如果被还回来，让我下了面子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对待你？是，奴知道，奴不敢，奴一定好好伺候姑娘，事事都听姑娘的。姑娘，用不用让她展示一下伺候男人的本事啊？啊，不用了，让她先下去。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是帮姑娘立威，恐怕您日后管不住她。我也不用管她。谢谢你啊，银子我肯定给你。谢倒是不必谢，180两银子的玩意儿。就是您下次别直接来找我，我能把事情给您办妥帖。我真的怕您来这事儿被王爷知道，我现在脖子上凉飕飕的。叶夫人，别闹。叶夫人？啊，她的名字，我姓叶。你口味挺重啊，就是这小奶狗这么小，你都下得去手？叶夫人似乎很喜欢唐竹云，咬着裤腿就不松口了，往他身上蹭啊蹭，大有跟他走的样子。清风唤他也不听，只能到唐竹云面前蹲下去拉他，偏偏还不敢使劲儿，怕崩坏他的小牙。一狗一主就僵持不下。从宋景阳这边，只能看到清风在唐竹云半身位置露个头，脑袋不是起起伏伏，就是不起身。这俩人在干什么？哼，行动啊！哦，是王爷，你们几个去。叶夫人，严格警告。什么？他是公狗？当然是公狗了，不信我给您看，您看。谁要看啊？耍流氓啊！你想看就看，透过手指缝看什么呀？大门被一脚踹开，7、8个戴着面具的高大男人冲了进来。金陵未判案啊，不知各位大人光临踏春楼有失远迎。金陵卫那不是靖王的人吗？叶夫人被吓到，跳起来直接钻到唐竹云怀里。唐竹云想，果然是人见人爱，狗见狗欢的。除了靖王那对主仆，狗还不如。比如现在，就算戴着面具，他也认出来那对主仆其实就混在人群之中。他需要回去恶补一下当朝法律，
未婚夫抓到未婚妻，不，他就算个未婚妻，逛小孤儿馆还用进猪笼吗？现在他和靖王解释，他给他买个小妾，会不会挨打？走。清风，要是没事我先走了。喏，抱好你夫人。对了，我的人能不能带走？诸位大人，这是我朋友，今日第一次来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不如让他先走。下楼他喊上嘉红，带着他几乎是落荒而逃。怎么哪儿都是靖王这个阴魂不散的？他去小官馆做什么？总不能是为了抓自己的吧？不可能，他没有那么重要。那他是冲着清风去的。他上次见到了清风的裸体，起了歹念。不能吧？有什么不能的？嘉红则站在他身后偷偷打量唐府，心里想着这家不太宽裕的样子。嘉红，我想把你送到乡下，我祖母生病，我祖父身边需要人照顾，每年我会给家里200两银子，你有本事笼络住我祖父，就能把银子收到自己手里，我一概不管。但是我祖母不能死，不许出家丑，这是底线。乡下人没什么见识，你的那些手段都是屈才了，但是没人欺负得了你。这日子你不委屈，过几年你想过继谁都行。你的身份我不会告诉他们，你就是个清清白白的老姑娘，但是卖身契会一直在我手里。嘉红很快弄清楚了情况，略想了想，就高高兴兴应下了。她这个年纪的周围姐妹下场大都不好，现在的形势对她来说不是多好，但是也比任人打骂好得多。若云就和秀儿说嘉红是伺候祖母的，秀儿就带着她私下熟悉环境去了。我把清风抓了。啊？为什么？爱而不得，因爱生恨？哼，你未免太高估自己了。高估自己？我说你们俩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说他对清风爱而不得。本王对男人不感兴趣，更看不上你能看上的男人。那你狗男人在说绕口令吗？你说服他，让他给本王帮忙，日后本王就成全你们2人。他哪只眼睛看到他喜欢清风了？说服不了，牛不喝水，王爷还能抢案头啊？清风不喜欢我，他喜欢钱，王爷舍不得花钱，总不能拿我去抵吧？他答应了，但是本王不信，你去和他说。王爷既然相信我对清风这么重要，就拿我要挟清风呗。也是个好主意。滚吧你！这就是你和清风的生意。是啊，怎么啦？如果别人知道唐大人的爱女会做这种东西，如果别人知道，我就说王爷不行，我这是为王爷做的，被王爷拿去发财了。你再说一遍。王爷何必自欺欺人啊？这话又不是我说的。如果王爷没毛病，怎么会身边没有女人啊？我有过女人。废话，要不嫣然怎么来的？但是之前行，不代表现在行啊。世界是发展的，是骡子是马，得出来溜溜。对王爷的怀疑可不是我说的，王爷自己就敢说，从来没有听过非议吗？那你要不要试一试？别了，我怕尴尬。毕竟王爷在我心里啊，一直都是伟岸男子。唐朱云，晋王府有家法。王爷，这是唐府。姑娘，姑娘，有人找您。来了。王爷，我的药数量都是有数的。谁？正是之前帮他给江北寒送东西的那家伙计。姑娘，这东西啊，我给您送回来了，银子啊也退给您。这还不到日子吧？就算退，也不能这么快就退回来吧？姑娘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江北寒是不是从前的武阳侯世子呀？是啊。武阳侯府要平反了，他已经在回京路上了，但是不知道走哪条路，所以东西给您退回来，银子也不收您的了。真的？他为孟雨兰高兴，他乐呵呵的把东西收下了，然后给伙计抓了一大把钱，那得有20几个钱呢。唐竹云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灰溜溜的进屋，假装伺候宋氏了。宋氏半死不活之后，宋翠儿心态也发生了微微的变化，显然不如之前殷勤了。送走伙计，唐竹云喜滋滋的抱着包袱回房间。看我干什么？我那么好看吗？果然是京城第一花痴。
还有什么男人是你不敢肖想的？连几千里之外的江北寒都不放过。多谢王爷夸奖，您我就不想要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也挺忙的，不用在我这里浪费时间了。您和清风爱怎么交易怎么交易，我不知道也不干涉。我要做什么呢，也碍不着您。我现在要去伺候祖母尽孝去了，别影响我孝顺啊。孝顺，所以要对他下手。王爷说话还是谨慎些，小心风大，闪了舌头。金灵卫未免也太可怕了些。这件事情他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却还是被靖王怀疑了。但是怀疑就怀疑，他没有证据，他死不认账。我会让人好好照顾你的，情郎，我不动你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被我抓到一次，我就收拾他一次。唐竹云瞪了他一眼，转身施施然出去。他又去吓唬宋氏，弄得后者心神恍惚，每天都睁大双眼，一副受惊的样子，饭也吃不下。唐竹云目的达到，找了唐伯欣和他一唱一和。唐伯欣装模作样的对愁云惨淡的唐明帆道：爹，我觉得祖母生病之后是不是想念家乡了？要不然让人把祖母送回去颐养天年。他要走，他要回去，再熬几天他就被唐竹云这个小贱蹄子折磨死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觉得还是京城好，京城有助于祖母养病啊。不，小蹄子要弄死他，他不留下。表姐说的对，我也觉得留在京城更好。娘啊，你想走就眨眨眼。宋氏眼睛眨得快抽筋，唯恐唐明帆不理解他的意思。唐明帆却不确定。娘啊，要是你想走，这次就睁大眼睛，别眨眼。然后宋氏死死地睁着眼睛，像一条死不瞑目的死鱼。就这样，宋氏回乡的事情定下了。唐竹云建议让长治回去送他，然后又拿出400两银子。爹，这是我这2个月卖凉菜方子赚到的钱，一共就这么多，都给祖母带回去吧。阿云啊，委屈你了，你祖母对你那般，便是你1文钱不出，爹也觉得……那可不行，他不出钱，唐明帆就得一直惦记宋氏，无心做官，说不定真的脑子一抽回去尽孝了。他想横着走，可不能没有亲爹这个大理寺卿罩着。再说从感情上来说，他也希望唐明帆高兴，愚孝是这个时代的通病，他也不指望身边人跳出红尘，站到22世纪的高度。反正还有他这个美少女战士。事情就这么敲定了。唐伯欣私下问唐竹云：你怎么攒了那么多银子？之前不是只有200多两吗？我是小财神嘛。知道我妹妹能干，但是大哥还是想啰嗦一句，不要拿晋王的银子，知道吗？知道，但是那不可能，他不能白给他养女儿，白被他指使。你看爹，你说400两银子，他只高兴感谢，都不问问你怎么赚到的银子。我也发现了，爹对银子真是。不过没事，还有我呢。我努力赚钱，就是要让爹和大哥可以没有后顾之忧，做流传千古的名臣啊！大哥，你的那件事情查明了吗？我和爹心里都有数了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们盘算再三，最终还是决定让唐竹云嫁给晋王，不求日后他得宠，只求将来他也能平平安安。只是这些事情不能对唐竹云说，不能让他跟着担惊受怕。唐竹云感觉到他不太想说，也没勉强，只让他以后小心些。我知道，你去给祖母准备路上带的东西吧。那个嘉红啊，我怎么觉得不像是老实本分的，确实能行吗？大哥你放心，肯定行。放心吧，祖母来的不体面，但是我一定体体面面把祖母送走。大哥，我求你件事情呗。和大哥之间还用如此？就科场舞弊那件事情，你知道爹查到什么程度了吗？阿远，是谁到你面前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不是帮别人打听的，我是自己想知道。安若一次次上蹿下跳，太讨厌了，所以我打算和他好好算算账。你想怎么办？唐伯欣十分谨慎，并不立刻告诉他，但是唐竹云看他表现，就知道他心中有数，便也没有瞒他，悄悄把自己打算说了。别看他天天忙忙碌碌，但是报仇出气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忘。有些人就是能吃屎都不能吃亏。他不是说自己，他说晋王，他最多也只是学他睚眦必报。正在审问清风的晋王打了个喷嚏，
王爷，你应该回去休息了。王爷，真的没了？那是您未来的侧妃娘娘，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断然不敢生出非分之想啊！奴真的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了。不用拿着唐竹云当挡箭牌，你该知道，本王想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，说出来，你死无葬身之地；但是不说，本王就让你今天就走不出去。哼，你说，我如果毁了你身体，你下场会如何？宋景阳，按住他，上洛天。王爷，我说，靖王太可怕了，明明他已经怀疑自己背后的主子，却还是敢用这种非常手段。靖王根本就不怕他背后的人，这种认知才是真正让人畏惧的。清风被完好无损地放回去，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已经被脱了一层皮，还是躺了几日。唐竹云送走了宋氏，又打算腾出手来收拾阮安若，他动作一定得快。唐伯欣告诉他，科场舞弊的事情已经查出来些眉目了，已经进入后半段，所以他得在阮安若表哥倒霉之前，把阮安若也送上那条船，和他一起倒霉，省得像只癞蛤蟆一样，总在自己面前上蹿下跳。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情，还得找清风帮忙。不过鉴于靖王那厮无处不在，唐竹云这次让秀儿去给清风送信。姑娘，清风见了我可激动了。怎么激动啊？浑身哆嗦。还浑身哆嗦呢，真会夸张。他看过信说什么了？说他会尽快安排的。那就行。唐竹云让清风查一下阮安若的表哥有没有流连青楼，如果发现他的行踪，就告诉自己一声。姑娘，我还得了一包窝丝糖呢。跑腿原来还有这种好处呢。既然你这么愿意啊，那我再派你去个地方。这次唐竹云让他去孟国公府，一定要见了孟姑娘之后，等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才能说这话。而且这件事情对谁都不能再提起，你娘都不行，知道吗？您放心，刀架到脖子上都不说。你又看上了哪个男人呢？我就不能有点正事吗？你去告诉孟姑娘，江北寒回来了。这还不是男人的事情吗？您别把孟姑娘也带坏了。快去啊！等秀儿离开后，唐竹云带着2个孩子练拳和读书，享受宋氏离开之后难得的清静。李林觉得自己练武之后不一样了，在院子里施展功夫，把那只尾巴最好看的大公鸡追得屁滚尿流，鸡毛乱飞。男人的喜欢就是这么短暂。之前谁巴巴的求着他买鸡，现在把鸡撵得要上天。玲玲哥哥，那边。哎呦，你看，你都晒成小黑球了。等太阳没那么毒的时候再去玩。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嫁给我父王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可是，等我长大嫁给玲玲哥哥还要好久好久。你现在就能嫁给我父王了。虽然我很喜欢你啊，但是嫁给你父王，这牺牲太大了。因为我父王，所以又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王府，说他在这里不方便。姐姐，你去跟父王说，我不走好不好？我也不想跟你父王打交道，行吧？孟姑娘身边的绿竹姐姐给我抓了好一大把钱呢，有30多个呢。那孟姑娘呢？是不是很高兴？说起这个我就奇了怪了。孟姑娘说她已经知道了，她的眼睛都哭肿了。姑娘，您说这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她也不高兴呢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喜极而泣啊。哦，行，不管了，高兴就好，我也高兴。嘿嘿，我去把钱给我娘了。孟玉兰和江北寒要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得把皇上赐婚的心思打消。不过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就算刀山火海也要迎难而上。他祝福他们，也给他们加油呐喊，希望他们对上晋王大获全胜。不过想到和晋王对上，唐竹云还是头皮发麻，既为孟玉兰担心，
又有种不用自己去面对大魔王的庆幸。他不知道晋王现在正对着他给清风写的信面沉如水。他这又看上了阮安若的表哥。这个女人花痴之名真是名副其实。她不是喜欢清风吗？让自己的情郎帮她拉皮条，她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脑吗？回去告诉他，按照唐朱云说的办。小厮如蒙大赦，连声称是，仓皇而去。他倒要看看唐朱云到底要做什么。他怎么见一个爱一个呀？可是王爷这里他也没得手，怎么就不管了？晚上呢？回王爷，这2日就该到京城了。啊！几个人骑马疾驰而过，马蹄溅水，湿了他的裙子和鞋袜。急着去投胎吗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那就好，告辞。姑娘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您刚才那个样子，我还以为您要打人呢，是不是看着人家长得好就舍不得了？闭嘴！他匆匆挑了把青菜，给了银子后就要回家。回家？咱们还没买猪下水呢。老爷说了，明日要多做些。兵部的王大人明早要蹭饭呢。你去买吧，我不放心2个孩子，先回去看看。姑娘今日这是撞鬼了吗？姐姐，乖，姐姐给你买了啊，我今日忘了给你们买零嘴啊。没关系，家里还有好多呢。玲玲呢？玲玲哥哥在屋里写大字呢。啊，好。刚才街上遇到那个男人，让他现在心思忐忑，根本没有心情去想其他。那个男人，前世的记忆里有，是他在花船上挑中了他。那个男人已经忘记了他，也是，当时他年纪小，而且被浓妆艳抹，现在想起当时照镜子的样子，还觉得惊悚。那个人应该是凛凛的父亲，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身上穿着绫罗绸缎。这个男人既富且贵，能在京城闹事打马过街的，没有点权势谁能做得到？世界如此之小，他竟然还能再遇到。倘若这个男人认出他，也知道凛凛是他的骨肉，他多半不会任由自己的骨血流落在外。而即使打官司，他大概率也没办法保住凛凛。怎么办？不，他绝对不会让凛凛被别人带走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是什么身份？能躲过去吗？唐朱云一时之间心乱如麻。这件事情他也不敢和父兄提起，否则他们也跟着操心上火，也不见得就有别的主意。最坏的情况下，他该如何保护凛凛？是不是该和晋王交好，到时候求他出面？不，最好还是皇上。所有的事情归根到底都只是皇上一句话而已。不要慌，唐朱云告诉自己，那个男人说不定早就忘了自己。习惯上花船的男人应该不会记住多年前的露水姻缘，而且就算他认出来，也想不到凛凛会是自己的儿子。最坏的情况，什么都知道了，说不定他慑于爹和大哥的权势，也不敢出声。唐姑娘在家吗？谁呀？呀，绿竹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唐姑娘，救救我们姑娘吧！啊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家姑娘怎么了？我家姑娘，求求您去看看她。她把事情原委说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她耳朵出问题了吗？江北寒竟然已经娶妻生子了。孟玉兰苦苦等他，等了个寂寞。当年他被流放的时候，姑娘让人送银子送信，让他一定等着他，他也说一定会等着姑娘，结果却言而无信。姑娘好苦的命，从豆蔻年华等成了老姑娘，自己守着承诺，甚至不惜以命相搏，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果。如果江北寒没承诺就算了，人生际遇最多嗟叹几声，可是他明明答应了，却出尔反尔，这简直要气死人嘛！你去告诉你家姑娘，为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，掉一滴眼泪那都是浪费。我明天就去看他。唐姑娘，求求你现在就去吧，奴婢担心我们姑娘做傻事。也行吧。好了好了，孟姐姐，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可是他不做人，咱们也得好好活着不是？为了人渣，真的犯不着。你痛痛快快哭2场，咱们从头再来。3条腿的蛤蟆找不到，2条腿的男人还找不到，
江北寒他有眼无珠，失去了孟雨兰这样的女人，是他的损失。阿云，我想见他，我要见他，我要当面问问他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孟姐姐，你冷静些，被狗咬了，能问狗为什么咬自己吗？能讲道理的话，那就不是畜生了。男人变心这件事情，就像狗要吃屎，拦都拦不住。狗要吃屎，你去问为什么？问就是本性如此。阿云，你帮帮我。孟姐姐，你太高看我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阿云，你帮我想想办法，不用你奔走，你帮我想想如何才能见到江北寒，我自己去就行。孟姐姐，你别着急啊，他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人也跑不了，他妻儿都已经有了，你和他也注定不可能，改变不了结局，你要这个说法也并不急在这一时啊。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。这样吧，我回去想想办法，但是姐姐也别抱太大希望，有什么进展我就告诉你。姐姐还是要先保重好自己。我也知道这件事情不该让你掺和进来，然而我实在无人可救了。阿云，对不起，我也在冷静冷静。有句话唐竹云说得很对，那就是结果已经无可更改。唐竹云回到家里，想想孟雨兰的样子就心疼。他其实觉得该让孟雨兰和江北寒见一面，把话说清楚的，彻底斩断，孟雨兰才能重新开始。然而怎么见到江北寒？找晋王，那他是闲活的命太长了。晋王一直把孟雨兰和自己当成他的人，这要是让他安排他的女人和别的男人私会，估计他能把自己脑袋拧下来，那还能找谁呢？啊，大哥你来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同僚啊，从江南带来的点心，你先自己尝尝，不用什么好的都给2个小的留。吃不下去，心里有事儿呢。唐竹云把孟雨兰的事情说了。不合适，你帮这个忙不合适，他也不应该去见江北寒啊。是吧？可是我怎么去答复孟姐姐啊？这样，这件事情啊，你不适合出面，等我旁敲侧击出去打听一番。江北寒刚回来，今日还即将袭爵，是朝中焦点，我问几句不会有人注意的。打听什么啊？傻瓜，当然是他妻子的情况了。我想孟姑娘定然是想知道这件事情，而且这样啊，你也能帮上忙，对得起朋友啊。哎呀，这么体贴周到的大哥哪里找？孟姐姐看上大哥多好。对呀，孟雨兰既然和江北寒完了，那能不能让自家大哥趁虚而入？大哥，那你尽快打听啊。明日我休息，等后日啊，我去吏部就找人问问，香烛纸钱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大哥不说我都忘了啊！幸亏香烛纸钱之前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正想问你呢，既然是去大相国寺祭拜娘，那是不是就不适合带荤腥祭品去啊？不用准备祭品，多多准备香烛就行。爹和洪恩大师交好，连长明灯啊都每年只收1两银子。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唐明帆对亡妻感情极深，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动过再娶的念头，身边也没有伺候的人，想想也让人心疼。他20出头丧妻，今年已40，20年的孤枕难眠，这样的深情令人动容。唐竹云和嫣然商量，让他第2天跟着晋王，毕竟这是唐家的祭祀，而且嫣然身份尊贵，唐夫人怕是受不起这样的礼。然而他一开口就像捅了马蜂窝。姐姐，你要送我回家是不是？你不要我了是不是？父王报，说话。这件事情是我没说清楚，让嫣然误会了。他把事情始末说了。王爷，你和嫣然说说，我们没有那般想过。那就带他一起过去。啊！谢谢父王，谢谢父王。明日收敛些，别张牙舞爪，否则回来收拾你。这话是对唐竹云说的。我听姐姐的话。听她的话，我得把大相国寺的屋顶掀了。第2天，我去见见大师。伯心呐，你带着他们四处转转，别走远了。唐伯心去买点心了。唐竹云现在就盯着木板画，目不转睛。
这画上的胖娃娃也太可爱了，不过木板画的主题显然有些匮乏，除了福寿禄和各路神仙之外，就只有些胖娃娃之类讨喜的图案。可是不应该发展点美男的画吗？这件事情其实他能提供素材，工作之后无聊之余看娱乐圈各种弟弟也是人生一大乐趣。男人分两种，赏心悦目看脸的时候要看颜值弟弟，翻云覆雨的时候对身材高大巧克力腹肌的壮汉。哎呦，想的有点多，在古代怕是找不到共鸣。不过还是面红，他怎么大白天人声鼎沸之中，他就开始做起了春天的梦？小姑娘想什么呢？我操，怎么哪哪都是你啊！啊，原来是黄老爷。黄老爷很满意这个称呼，嫣然上前乖乖喊爹和祖父，让皇上更高兴。这孩子比从前可机灵多了。皇上身边除了晋王之外还跟着个男人。唐竹云多看了两眼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总觉得晋王看他的眼神像带着刀子一般。哎呦，还真把自己当正房了。你们今日怎么也过来了？今日是家母的忌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一会儿啊，你也去给唐夫人行个礼去。晋王点头答应。唐竹云看着他不太情愿的样子，一会儿要告诉嫣然，他要是死了，嫣然找个晋王这样的夫婿，千万别来看他，他怕自己祭品都吃不下去。北寒呐，你和晋王年纪相仿，现在几个孩子都多大了？北寒，这是江北寒。一子二女，长子今年5岁，2个女儿分别是3岁和1岁。这4种马，孟玉兰为他誓死不嫁，他倒好，生了一串葫芦娃。原来流放还有利于子嗣呢，皇上快把晋王也流放了，多让您抱几个孙子。怎么，唐丫头你还认识北寒？不认识啊，我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哪里能认识这么尊贵的大人啊？生气了，你定然是啊，什么时候得罪过这个丫头？这呀可是个得理不饶人的。当着他的面就表现出来爱而不得的哀怨，真当他是死人吗？唐竹云先是写信给江北寒，现在听说江北寒已经生儿育女，立刻翻脸，当着皇上的面就开始阴阳怪气。他在追求江北寒实锤了。如果某得罪了唐姑娘，还请唐姑娘原谅则个。听说唐姑娘即将嫁给王爷为侧妃，恭喜姑娘。多谢世子的恭喜，我能和孟姑娘共侍一夫，是上辈子烧了高香。皇上面前不得胡言乱语，先退下。唐竹云后退了2步，目送他们离开，这才敢抬头看向皇上。规矩他懂，正是皇上乃是大不敬，所以刚才他一直低垂着视线。然而等他一抬头，目光触及皇上眉心，顿时怔住了。皇上这样子，黄老爷，怎么了，唐丫头？黄老爷，您慢点走，人多别冲撞了您。真是个细心的丫头啊，走吧。皇上带着2个混蛋走了。姑姑，黄老爷他……嘘，那不是我们可以随意议论的人。走，看看女姬怎么还没回来。大哥，刚才看到了，没事。那位啊，经常来这里同弘文大师探讨佛法。哦，大哥，爹什么时候出来啊？会不会遇上？应该会遇到，没关系。还想买什么？我带你们去买。不用了，走累了，找个地方歇息吧。唐竹云低声把刚才遇到江北寒的事情说了。孩子都生了3个，孟姐姐这次是彻底没有指望了。大哥，你看着他们2个，我去找爹去。阿云，你要去找江北寒？你别冲动啊。孟姑娘她现在毕竟是王爷未过门的妻子，你这样会……我不会乱掺和的，我找爹有别的事情。唐竹云自己找到了弘恩大师的住处，在外面被人拦住。我是唐明帆的女儿，请问家父在里面吗？唐大人，还有其他的贵人在里面。啊，那我就在这里等我爹。僧人倒是也没阻拦，还搬了椅子到树荫下请他坐。晋王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就看见唐竹云坐在树下扇着风，一双大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门。看到他出来，他眼神之中是不加掩饰的失望。
他倒是坦诚，哼，在等谁呀？你别挡着我呀！我当然等我爹了，难不成还能等你啊？自知之明是好东西，可惜靖王没有。什么时候你爹换人了？唐朱云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敢做出让本王和王府丢脸的事情，本王扒了你的皮。你有病赶紧求医啊，但是别求我啊，我不治脑残。死鸭子嘴硬。江北寒，江北寒我也不治。渣男都去死，他谁都不治。不要给本王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见一个爱一个，再敢那样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看，你的眼珠子就别要了。他竟然以为自己喜欢江北寒，喜欢他见异思迁，一身渣男味儿。挖他眼珠子呀，不挖他就不是男人。王爷，你不用再吹胡子瞪眼了，说不定我今日就能让皇上解除我们的婚约。那样最好。德行，真当自己是盘菜呢。上不了台面的狗肉狗男人，早晚得把皇上赐婚的念头打消，省得这个狗男人天天有被爱妄想症，以为自己多愿意嫁给他一样。爹，还是女儿贴心，知道在这里等着他。爹，您怎么在里面待了这么久啊？我看到黄了。说了，刚才呀，皇上也说看到了你，还夸你把嫣然养得很好。爹，皇上对你好吗？说真的，不讲大道理那种。当然呐，皇上啊，从前帝之时便对我赏识有加，爹能走到今日，从不结党营私，从不媚上欺下，全靠的是皇上的提拔呀。咱皇上啊，心细如发，知道咱们家境困难，额外赏赐了许多东西。其实就是现在住的这宅子，也是皇上掏银子给买的。那为啥不买个大的？哎呀，爹是那种不知进退的人嘛。皇上啊，原本要赏赐爹大宅子，可是爹也养不起呀。赏赐了这样的房子，皇上又丢了面子，所以啊，最后皇上补贴爹银子，让爹自己选的。唐明帆原本还想说，就算皇上知道他有私生子，还是愿意把他指给靖王做侧妃，这也是皇上照拂他。然而想想女儿似乎和靖王不那么和谐，所以又把话咽了下去。唐竹云心里想，能好个毛线啊，笨蛋一辈子也不能孵出鸡崽来啊。他和靖王的感情就是那笨蛋，苗都没有，能有个什么结果？爹，倘若有一件事情对皇上好，但是可能对您自己不好，您会做吗？臣为君死，义不容辞。阿云呐，你要记住，我们只有一个主子，那就是皇上。倘若晋王将来有一日想要偏离，一定要及时劝诫他。不过晋王现在是极好的。晋王好不好，他一点都不关心，但是他知道皇上现在不太好了。爹，我今日见到皇上，斗胆看了他一眼。啊，没事。皇上啊，只当你是小姑娘调皮，不会放在心上的。爹在皇上面前还有几分颜面，别慌。不是的，爹，我怀疑皇上有心疾，而且已经病得很严重。爹，皇上面部浮肿，嘴唇发紫，耳垂有褶皱，头颈之间有紧包鼓起，这些症状叠加，我觉得皇上的心疾已经很重了。阿云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唐竹云知道这是一场赌博，如果皇上不想让人知道他的病情，那么他们去见了皇上，他心里就不会痛快。如果皇上是自己不知道，这番提醒或者能有点正面的作用。最好的结局是，无论皇上知道与否，他能帮上忙，比太医做得更好，那他就可以求皇上和晋王解除口头婚约了。理由他都想好了，其大非偶。哎，唐爱卿，这是准备请朕去你府上吃饭吗？不去了，知道你有个会做饭的好女儿，可是朕呐，还得回去给太后诵佛经。你不要搞事情。皇上，是臣女有事求您，只是这件事情难以启齿，还请您能单独给臣女1刻钟时间。他单独见皇上，他对皇上有什么企图？有什么事情
你先跟我说，不要耽误父皇。都是老臣教女无方。那其他人都退一下，你们父女俩留下说话。不行，你们都退远远的。唐竹云，你适可而止。皇上，您看王爷欺负人，这亲我不想结了。住口！你们先退一下。我看唐姑娘的意思似乎不愿意跟着王爷，不过这般也好，她的名声于王爷而言是拖累。至于孟雨兰，我劝王爷也要慎重。靖王眼神终于动了，因为江北寒竟然背后议论一个京城里人人称赞的姑娘，实非君子所为。不瞒王爷，当年孟雨兰非我不嫁，只后来府里出事，她却又落井下石，这种女子根本不配做王妃，只能做她的奴婢，任由她践踏。当年求而不得，所以现在想着报复。武阳侯趋利避害，人之本能，更何况只是个女子，你反复思量，未免爱小肚鸡肠。王爷怕是没有爱过人，不知道被所爱之人背叛的痛苦。谁落井下石都可以，那个他愿意把心挖出来献给他的女人不可以。皇上赐婚，没有给他反对的余地。如果孟玉兰自己不想办法，他就只能把人娶进门。女人对他来说都一样，娶谁不是娶？不，唐竹云就算了，那个女人太要命，他怕她被绿的英年早逝。王爷，该吃药了。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又在皇上面前作什么妖。想到她之前和自己说的话，难道她去求皇上解除婚约了？唐竹云压低声音说了自己的判断。皇上，朕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却没想到被个小丫头一眼看穿呐。阿云呐，起来说话。朕从去年就知道了，那时候啊，太医说朕还能有3、4年的时间。皇上，唐爱卿啊，朕早就知道了。阳寿这件事情啊，早就写好了，谁也没办法。朕呐，只希望活着的时候啊，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把你们这些忠心耿耿的老臣安排好。宇文家的天下，以后啊，还得你们继续帮朕的儿子扛着呀。问题是，帮你哪个儿子扛？你活着8个儿子呢。皇上，您可以让我给您诊脉试试吗？小丫头，难道觉得自己比太医还要厉害吗？啊，那没有，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皇上尽一份心，也让我爹少一些遗憾。来吧，唐爱卿啊，你这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，终于熬出来了。朕不知道能不能有你这样的福气，得一个真正孝顺的孩子呀。这话父女俩都不敢接。阿云，皇上龙体如何呀？臣女不敢质疑太医的医术，然而在谈及龙体之时，臣女以为太医为求日后不被苛责，夸大了病情。丫头，你是说朕的病没有那么严重？依臣女愚见，皇上操心国事确实导致龙体欠安，但是几年之术确实无稽之谈。几年都是假的，那言外之意，他还能活10几年。阿云，真的？你没骗皇上是不是？爹，我敢欺君吗？我是嫌脑袋太结实了吗？臣女有一个方子，还有日常调养的办法，一并写下来，您可以让太医过目。唐爱卿啊，你们一家都是上天送来帮朕的呀。皇上，臣女还有一件事情想和您说。说吧。皇上，以后臣女恐怕要经常进宫帮您调养龙体，但皇上定然不想龙体状况被别人知道，否则也不会一直瞒着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皇上，倘若我做了晋王侧妃，那是不是不太妥当啊？怎么，你不愿意跟着晋王？皇上，其大非偶，而且臣女年少无知的时候太过荒唐，万万配不上王爷。是不是因为晋王对你凶巴巴的，吓到你了？不怕，唐丫头，
朕给你撑腰，他若是欺负你，你来告诉朕，朕让人打他板子。皇上，我都说得这么清楚了，您对救命恩人就是这样恩将仇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唐爱卿啊，小丫头这是看不上朕的儿子。来人，让晋王进来。父皇，跪下。朕把唐竹云赐给你做侧妃，委屈你了？儿臣不敢。那唐丫头怎么跟朕说你欺负她？我没有，别瞎说啊！他明明很谦虚，扒了自己一箩筐缺点好不好？皇上也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不是火上浇油，让原本就看他不顺眼的晋王更恨他吗？儿臣知错，请父皇责罚。责罚了你，唐丫头估计舍不得，朕姑且放过你一次，但是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是，儿臣受教。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都是你爹在瞎说。果然不能做好人，好人没好报。还有，爹啊，您在那儿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傻不傻呀？您不知道皇上这是挖坑把我埋了吗？之前退婚的大话已经说出去了，结果现在成了告状。晋王是想把他剁了，还是炸了？皇上真是获得一手好戏泥啊！行了，现在啊，跟着唐丫头去给唐夫人上炷香去。啊？单独和晋王在一起，皇上杀我？是。娘，对不住啊，但是这是圣旨，您要是看见这死人脸不舒坦，您找皇上算账去啊。出去的时候，晋王在前，唐竹云小媳妇一般跟在后面。你干什么啊？哼，你告诉本王，本王是如何欺负你的。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啊，我们相看两生厌，所以我想找皇上退婚。所以你就把所有罪过推到我身上，你怎么不说你见异思迁？我想过啊，可是不能连累别人吧。他还委屈上了，他竟然还真敢这么想。哼，本王现在就想知道你到底喜欢的是谁？是那个清风、江北寒，还是玲玲的生父？他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京城谁又不知道？你见一个爱一个。凛凛的生父看起来既富且贵，说不定晋王也认识他。京城的权贵圈子也太小了，想到时候可能还得找晋王帮忙抢孩子，唐竹云决定缓和一下关系。啊，王爷说我见一个爱一个，这不对啊！我对王爷就没有非分之想啊，真的绝对没有。哼，你是在提醒本王，本王谁都比不过吧？王爷，您什么时候这么不自信啊？真的，我是想求皇上解除婚约的，真没有告状的意思啊！哈，算了，我解释你肯定也不相信，但是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还会努力的。我帮您养女儿，但是绝对不会让您帮我养儿子的。反正你信不信都好，我是真的不想嫁给你，被你嫌弃的。孟玉兰为什么投环？啥？难道江北寒和他说了什么，还是金陵卫查出了什么？但是想趁着他心虚问出来，也是痴心妄想。啊，不是因为不想嫁给王爷吗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能经受得住打击的。你是说你抗奏吗？王爷最好问问皇上的意见。他现在可是有护身符的人，谁怕谁？说不定他给皇上治病，最后能忽悠皇上收他个干女儿，既混个公主，又不用嫁着狗男人呢。爹，皇上是觉得我不会乱说他病情，还是觉得晋王知道也无所谓啊？皇上不防着晋王？晋王是皇上心中的那个人，那他死了，晋王不可能做皇帝。为什么？因为皇上把金陵卫给了他，也因为皇上把你指给了他。怎么，他就是皇位绝缘体，娶了他就隔开了晋王的皇位？爹之所以后来同意了你嫁给晋王，不是，爹，你什么时候同意的？这事我也没同意啊。阿云，爹想要养你一辈子，但是爹做不到啊。还有
我大哥，还有玲玲，而且我还可以赚钱，我不用别人养。就别被扫地出门呢。阿云，你听爹说完。孟国公府的姑娘，我打听过。之前呢，想为你哥求娶，但是后来呢，你哥听说后啊，和你一样，说齐大非偶，这事儿啊就搁置了。但是那个姑娘啊，真的好啊。原来孟雨兰和大哥差点就有交集了。她做正妃不会为难你的，晋王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只要不参与夺嫡，日后啊，除非改朝换代，否则总能做个富贵贤王。而且晋王还能接纳唐竹云的过去，他对凛凛也好。爹，您如何知道他不参与啊？晋王不像省油的灯，难保他不掺和进去。因为皇上把金鳞卫给了他，那不是什么干净的存在啊，真正的储君，皇上是不会让他沾染这些东西的。那不是为皇上所用的吗？怎么不干净了？就像那些太监，不也是皇上所用的吗？可是啊，没人看得起他们。一边用人，一边嫌弃，皇上不厚道。也就是说，皇上把脏活累活给了晋王，对他说：“来，儿子，你去扫厕所吧。”皇上啊，是为了把晋王摘出来，皇上用心良苦啊。不是，金陵卫这事儿难道不是隐秘的吗？其他人知道？其他人是否知道不敢说，但是几位皇子肯定都是知道的。自己脑细胞真的不太够用。把你许给王爷也是如此，因为啊，朝中上下都知道我是孤臣，不会依附于除了皇上之外的任何人。哦，原来晋王做不了皇帝，不能怪他，只能怪亲爹。这也是皇上对我的爱护啊。心是好的，但是这事儿不还得看晋王怎么想吗？他就是活够了，非去搅浑一池水，惹一身骚，到时候就得跟着倒霉。不行，那不行，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危险，这婚事还是得想办法取消。阿爹，晋王的生母是谁啊？他之前怎么会流落民间的？我怎么觉得他一点都不像是曾经困顿的样子？阿云，这是皇上的私事，爹呀，只知道皇上是个好皇上，至于后宫之事、儿女之事，都影响不了他是一个好皇上啊。唐竹云翻译了一下，晋王来路不太光彩，约莫着亲娘身份很低。唐明帆转而又问起皇上的身体状况，唐竹云知道他是真的关切。您放心吧，这不还有我吗？您自己觉得您最近身体如何？我身体很好啊。所以你得相信我啊，我都没有给您吃药，只是食补，是不是就好很多啦？长期营养匮乏的人当然需要补充高蛋白，顿顿鱼肉身体能养不好吗？真没想到啊，你还能有这样的造化，一定是你娘啊在地下保佑你呢。1、2、3，唐竹云默默数了3个数，然后唐明帆果然眼圈就红了。爹，咱们今日去看了娘，娘一定很高兴，说不定跟着咱们回来了呢。你哭，娘会心疼的。不哭不哭，我进去歇歇。进去偷偷哭吧。唐竹云又和唐伯欣说了江北寒的事情，忍不住骂道：良心都被狗吃了，要是当年他就把话说清楚，不想拖累孟姐姐，以后都是孟姐姐单相思，我也不说他什么了。可是收了银子，说彼此都要等着对方，最后呢，不行，唐竹云不能再想，想想就要心梗。这种渣男不杀几个祭天，简直就没天理。当初爹要为你求娶孟姐姐，你怎么就不答应呢？难道我要像王爷一样逼死他吗？话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啊，这事王爷也有点冤。你去告诉他吧，让他早点为自己打算，以后啊，好好和王爷过日子。你们2个相处融洽，以后啊，我也放心了。要是没有王爷这婚约就好了，这边死心，我就怂恿爹请媒人去帮大哥提亲了。阿云，这样的话不能说，你若是坏了人家名节，怎么赔得起呀？哎呦，他明白了，
可是这个闷骚大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孟雨兰的？难道就因为孟雨兰来找自己时他的惊鸿一瞥，还是孟雨兰出来拦着他发疯，被他打了一巴掌之后就念念不忘了？总之他敢肯定，唐伯欣肯定对孟雨兰动心了，只可惜孟雨兰是要嫁给靖王的，唐朱云连自己的婚事都摆脱不了，更不会做梦能帮孟雨兰解除婚约。其实嫁给靖王也应该可以，他每次都把靖王气到跳脚，靖王不也雷声大雨点小，就吓唬他几句吗？行吧，孟雨兰嫁给他也凑合着，就可怜了自己傻大哥单相思一场。唐朱云让秀儿给孟雨兰送了个口信，告诉她江北寒已经有了3个孩子。孟姑娘说谢谢您，她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。姑娘，江北寒的事情您告诉孟姑娘做什么？不许问啊，不许说出去。您变了，从前看到美男您都和我说的，现在只和孟姑娘说了。再啰嗦，把你送给江北寒当小妾去啊？那人家也得要啊。唐朱云真的无语，他来了小日子蔫蔫的不想动。凛凛听说他肚子疼，十分担心，想要守着他。唐朱云让他带着嫣然出去玩，他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：姑姑，我不走远，我就去隔壁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喊我啊。要是挂在那里，姑娘您看要不要给凛凛和嫣然订个娃娃亲呢？才不要呢，就算2个孩子一直不变，你想我跟靖王做亲家吗？他本来就会为难人，到时候娶他的女儿还不得被他烦死？唐朱云不想动他，干脆放了自己1天假，一直到夜幕降临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看了一整天。揉了揉脖子，唐朱云喊2个孩子。秀儿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脆生生的道：中午吃过饭就过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那时间也太久了。唐朱云放下书，踏上鞋起身，顿时感到身下汹涌。大姨妈杀我！收拾了下自己，正要出门找2个孩子，就见凛凛和嫣然回来了。嫣然脸色不对，很是苍白。嫣然，怎么了？刚才我们回家的时候遇到一只很大的耗子，嫣然被吓到了。唐朱云真的不太相信。凛凛表情看不出什么，但是这小子腹黑，要是耍心眼，能把自己耍得团团转。所以唐朱云便带着他去洗手洗脸换衣裳，想着回头问问凛凛到底怎么回事。吃过饭，小肚子坠疼的他早早上床，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梦醒了。算了，天亮了再问。好好睡了一晚上，又照常早起给唐明帆做饭。这时候啊，不要操劳啊，要不以后受罪呀。原来他爹连他小日子都知道。没事，我不动凉水，一会儿就做好了。他不做饭，他爹怎么凡尔赛？他要把爹宠上天，他的女儿全天下第1好。爹，冰碗子我单独放在这边小冰剑里，吃锅子的时候离远点，别坏了。吃完热气腾腾的炖鱼饼子，再来一碗甜丝丝的冰丸子，神仙都羡慕，还是女儿贴心。感觉今天又是收获空前羡慕眼光的一天。唐大人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，以至于都忘了带吃饭的家伙，上朝的时候所持的护板。唐朱云发现的时候，唐明帆已经出门有段时间了。给我去追爹。唐朱云倒是也没觉得这件事情多大，反正皇上和他爹简直就是好基友，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惩罚他爹，搞不好还会体谅他的唐爱卿没有小厮，所以疏漏，还会赏他几个伺候的下人呢。这令人动情的爱情，他怎么就遇不到呢？他和小姐姐也行啊，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。不准把蛋给凛凛哥哥，好好吃饭才能长高，否则凛凛哥哥长得高高的，你呀踮起脚都到不了他肩膀。嫣然一听，乖乖的把鸡蛋都吃完了。唐朱云正想拉下脸来问昨天的事情，他不纵容孩子撒谎，宠归宠，管归管。忽然外面传来秀儿咋咋呼呼的声音：哎呀，我的娘喂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娘怎么了？阿云，快救命，快救命啊！但是救命，你的小姐姐来和你组 CP 了。如果不是绿竹在唐伯欣身后又跌跌撞撞的跑进来，唐朱云完全想不到受伤的会是孟雨兰。快把人抱到我房间去，怎么弄的？他自己撞墙了。怎么样，阿云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性命之忧啊？没有性命之忧。大哥，你先让让，我要给孟姐姐处理伤口。哦，好。出去找秀儿打温水来。唐姑娘，求求您给我们姑娘一个痛快吧，别救她了，别救她了！让开！耽误了救人，你这是蓄意谋害性命！
想死很容易，不过一粒毒药的事情。等你家姑娘醒了，把话说明白。还想死，我送她。阿云，大哥，你带着绿竹出去。阿云，出去，出去！唐竹云替孟雨兰清理了伤口，又上药包扎，见她冷汗涔涔。孟姐姐，这么疼，你还要装多久啊？阿云，你不该浪费药救我的。药如果用来救人，什么时候都不是浪费。孟姐姐，死你都不怕，还怕活着吗？就因为一个不爱你的人，你把命拱手奉上，你不觉得自己太卑贱了吗？平时贵女之中，便是让那掐尖要强的多说了一句话，都心里难受，下次得找回来，怎么就任由男人欺负成这样啊？为爱而死倒也罢了，为不爱而死，实在是对不起为人一世。对不起，阿云，是我害了你大哥。知道了从来不知道的当年事，他万念俱灰，冲动的去找江北寒，想要用死让他一生铭记，然而却最终成了一场无法收场的闹剧和笑话，造化弄人，人心叵测。孟雨兰身边有2个丫鬟是从小伺候她长大的，一个是绿竹，另一个叫映雪。绿竹天真活泼，映雪稳妥周到，都是孟雨兰的心腹。武阳侯府出事，孟玉兰心急如焚，私下变卖东西，好不容易凑了2000两银子，连同自己那封表明决心的信，一起让映雪送给江北寒。映雪送信回来说，江北寒收了，一定会按照信中所说的做，让他不要伤心。然而过了几天，映雪的家人来求给映雪赎身，孟玉兰虽然不舍，但是听说她要回去嫁人，她自己也愿意，便找姐妹借了200两银子送她出府。没想到映雪却是去找了江北寒，她嫁的人也是江北寒，她是江北寒的3个孩子的生母。唐竹云听孟雨兰说到这里，震惊万分，但是这一切也不是不能理解。说到底是孟雨兰错信了人，才有了后来的事情，甚至说江北寒渣男都站不住脚，只能说太过愚蠢。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？这还不够惨吗？总不能现在孟雨兰还想着破镜重圆，嫁给江北寒去做后娘吧？是不是你还想澄清事实，让江北寒惩罚映雪被他拒绝了？没有，要惩罚映雪我也要自己来，我和江北寒没有可能了。既然知道，你为什么想不开啊？没有江北寒，不是还有靖王吗？靖王也行啊。王爷才不要做接盘的。什么叫也行？王爷必须是很行。如果是从前，就是心里再疼再难受，我也做不出当街质问江北寒的事情。然而现在，唐竹云顿时想到孟雨兰之前一直顾虑孟夫人的处境，死都要悄无声息，确实不会如此不顾一切，在上朝路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盘托出，然后装腔。当年只是映雪那般做的，是我娘。只是孟夫人没想到映雪还留了一手，孟夫人让映雪告诉孟雨兰江北寒要她死心，没想到映雪却说让孟雨兰等着。至于映雪嫁给江北寒，这是孟夫人的主意，要让孟雨兰彻底死心。我娘映雪都是始作俑者，而江北寒太看轻我了。他自己爱的人到底什么心性，他丝毫都不知道吗？他那么快娶映雪，难道不是想报复他吗？他甚至不能来信问清楚情况，就迫不及待地判了他的死刑。他娘、他的丫鬟、他的爱人，共同将他推向了悬崖，让他再无留恋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。我昨日已经让绿竹把我送给你的东西都放到了客栈。阿云能同你认识一场，我很高兴。你才是姐姐，唐姐姐，谢谢你。你别交代遗言啊！你死就孤零零一个人，进不了祖坟，没人供养，成为孤魂野鬼，不害怕吗？不怕，人心不比鬼更可怕吗？更何况都闹成这样，你以为我还活得成吗？只是欠了你大哥的，也欠了你的，下辈子再还。欠债跑路可不厚道啊！下辈子太远了，谁能找到你啊？这辈子就还了吧。阿云，你别逗我了，我实在笑不出来。谢谢你救我，可是却救不了我的命运。我倒是好说，举手之劳，但是我大哥怎么办？
虽然是他自找麻烦，但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抱着你一路狂奔回来，以后他怎么办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人算不如天算，那么好的男人对他施以援手，却要被他拖累，为人诟病，甚至为晋王记恨。如果能补偿，孟雨兰愿意做任何事情。不用觉得对不起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今日之事，一切都是我孟浪，我会负责到底。哎呀，大哥怎么这么男人啊？唐公子，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不要你负责，是我连累了你。请原地拜他。大哥，请争气啊！都到了家里啊，再把握不住，那就是住孤生了。没有人勉强我，我愿意对你负责，你不必内疚。我自己已经权衡利弊之后才做出的选择。撒谎，看见心爱之人受伤早就慌了，你权衡个屁！你也不必担心，皇上和王爷那边我去周旋，即使力有不及，也总会坚持到底，人力有时尽。然而我愿为你付出所有。字字铿锵，掷地有声。就是为什么感觉自己穿越女的剧本被孟姐姐抢走了？她来了这么久，还没遇到个对她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主，男配都没一个。孟姐姐才和大哥认识几天，就得了这样的忠犬了。故事里果然都是骗人的，人家琴棋书画、德容颜功样样好的才是主角，他就是个二傻子。不该这样的，我不会勉强你，留在唐家帮我救妹妹，我为你奔走算是报酬。等时过境迁之后，你再做打算。他何德何能，能得到唐家兄妹如此对待？唐伯欣说留在唐家帮他，其实何尝不是知道出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他无处可去，孟家会逼他死，晋王也会，他已经成为了他们想要洗刷的耻辱。唐卓云也后知后觉地想到了这些，不过他想到的是大 boss 皇上，这件事情全在皇上一念之间，如果皇上愿意成全，那就没问题。皇上不愿意的话，这件事情可就捅破了天。皇上应该不会愿意吧？这是他给儿子准备的正妃，闹成这样，怎么能放过孟玉兰？皇上肯定想，什么事情不能私下解决，非得闹得人尽皆知，让他老人家颜面无存。而且孟玉兰简直就是红颜祸水，晋王、江北寒、唐伯欣，这三个都是皇上面前排得上号的得意才俊，竟然都因为孟玉兰的缘故身处风口浪尖。完了，唐卓云越想心越凉，这次他爹那点薄面估计都不好用了。还有晋王那个能吃屎都不吃亏的狗男人，把颜面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主要大概也是因为他名声不好，剩下能丢的面子也不多了，这下会彻底被激怒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这烫手山药竟然落到了唐家。阿云，你照顾好孟姐姐，我去等着爹散朝。唐公子，多谢你。然而真的不必，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可以承担，至于牵连了你，只能道歉。我想倘若你和皇上解释，只是知道我和阿云关系好，心急救人，皇上倒也不一定会深究的。唐伯欣那么好的人，不应该被牵连进来，所有的所有都是他的错，他看错了人，他瞎，他可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，他认了。我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也可以承担，阿云看好他，等我回来。唐公子，别喊了，我大哥就是一头犟驴，他既然打定了主意，无论如何都拉不回来。这个人情呢，你是注定要欠下的。阿云，我饿了。你是要打死的主意了？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哪里都不去。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啊？看错了人就得死啊！阿云，我活着就是国公府和王府的耻辱。少来，你没那么重要。你信不信啊？现在只要再出点别的事情，就没人议论你的事情了。别把自己当成地球核心，别人也就恰一口瓜，吃完就跑，以后再遇见，哎妈，你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做傻事之前，至少要把渣男贱女捅2刀，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呀。但是现在就别了，你欠了我哥这么大人情，不得还啊？他还不起，他留下只能给唐家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他知道这兄妹两人的好意，可是他也要脸。
行了，你就安心待着，你也别闲着。既然不休息，和我一起想，如果要顺利留在唐家，不被为难，这件事情咱们应该如何下手？我真的不能留下，汉云，我来都来了，你要是再出事，我哥今天救你不是白救了？他名声已经不好了，再被人指指点点，以后还能娶亲吗？我去见皇上，向皇上请罪，然后如果有可能，再去跪求靖王，求他原谅。行，就这样，让我爹和我大哥去见皇上，我去见靖王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意思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好好养伤。他大哥看上了人家，去解决问题责无旁贷，至于他自己就当随份子了。虽然这份子随的让他现在就开始心惊肉跳。靖王啊靖王！唐明帆带着唐伯欣去求见皇上，父子俩在御书房外跪了好几个时辰，皇上都没见。因为这件事情，皇上也确实动怒，父子一样，面子比天重。王爷，唐珠云劝孟雨兰，让他拿您将就将就。竟然这般算计王爷，把王爷当成收破烂的了吗？现在就孟雨兰这名声，京城里会有人要她才怪。她的女人喜欢别的男人，为了别的男人撞墙，然后他另一个女人的哥哥，他未来的大舅子救走了这个女人。他靖王难道就是一桶狗血，任由天下人品鉴？从来都低调内敛，猝不及防之间，就以这种方式闻名天下。靖王现在还坐得住，已经用尽了全部的忍耐。现在唐竹云还想着把人塞给他，是觉得他头上不够绿吗？王爷，唐姑娘求见。唐竹云现在急坏了，听说父兄还在宫里跪着，这是汪夫人来告诉他的。汪夫人还说让他去求靖王，这件事情只有靖王这个苦主愿意原谅皇上才能网开一面，所以他没有再犹豫，让秀儿和绿竹看好孟雨兰和两个孩子，自己匆匆出门。出门之后，他才发现身后还追了一条小尾巴，原来是琳琳。琳琳啊，你回去，姑姑有正事。姑姑，你要去找王爷吗？我也想去了，我想王爷了。不行，他今天都做好了被靖王骂的准备，决定把自己的嘴缝上，无论靖王如何嘴贱，他都绝不还口。然而这卑微的姿态可不能让琳琳看到，他也要面子的。可是琳琳死活就要跟着去，嘴唇紧抿，眉头紧蹙，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。唐竹云觉得自己可能眼花了，竟然觉得琳琳欠揍的时候有点像靖王。算了算了，那走吧。王爷，他来了，他来让您收拾破烂了。哼，让他在外面跪着。对，让他跪着。唐姑娘她还带着个孩子。卑鄙，竟然带着嫣然来了，利用孩子求情，他还是太好说话了。怎么是你？给王爷请安，王爷是否方便借一步说话？回去闭门思过，少管闲事。王爷，我爹和大哥还在宫里跪着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您来说是受了无妄之灾，我可以尽我所能的弥补你。你弥补我？你听过拿别人的东西弥补别人的吗？言外之意，你本来就是我的人，还跟我逼逼。忍一定得忍住。王爷，咱们借一步说话可否？好，当然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好好听你说说。王爷您请。宋景阳带路去金陵卫赵玉，72种刑罚，你挑吧。你当我是死的吗？欺负我娘，问过我了吗？生儿子还是比养狗好。王爷，您请便。王爷，杀鸡焉用牛刀啊？哼，琳琳，过来，跟着我。他今日要让琳琳知道，不能被女人牵着鼻子走，尤其是唐竹云这般的，别把孩子教歪了。宋景阳牵了马过来，靖王抱着琳琳上了马。唐竹云环顾四周，并没有找到马车。靖王这厮让他自己走着去。若是跟不上，告诉本王一声，本王让人绑了你，拖着走。琳琳，不用你管，这是我和他的事情，跟着就跟着。谁还没跑个800米？靖王驱马在前面，速度倒是不快，恰好是唐如云跑步能跟上的速度。但是这情景就实在太奇怪了。金贵的男人带着孩子骑马，后面跟着侍卫及一个跑得满脸通红的女人。
唐竹云觉得自己像只猴子，就算脸皮再厚，也实在有些控制不住的难受。然而想到父兄，想到之后唐伯欣和孟玉兰的双宿双栖，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又觉得眼下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？她大女子能屈能伸，反正前生花痴之名已经人尽皆知。这女人有内功，我只是给她个教训，教她以后少管闲事。凛凛低着头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马背上。靖王察觉到异样，一伸手摸到她满脸的泪。凛凛，不许哭。我是不是告诉过你，男人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绝对不能流泪。王爷，我们唐家的孩子不劳您教导，你有什么冲我来便是。饶不了你。哼，凛凛，哭够了吗？哭够了我们再走。凛凛，下来，姑姑带着你。松手。王爷不要，我不哭了。凛凛，你下来，不用你求他。姑姑，我不。凛凛，这都是大人的事情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凛凛，你在外面等着，宋景阳带唐竹云进来。王爷，我想跟着您，我保证不给您添乱。即使本王教训他，你也可以做到不闹。唐竹云虽然担心凛凛，但是总觉得今天凛凛对靖王似乎很不一样，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如沐和亲近，仿佛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来日似的。唐竹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。凛凛啊，你别学孟玉兰啊，不准伤害自己，听到没有？姑姑，我没有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损伤。唐竹云，你还磨蹭什么？要不让人把你请进去。得了，这厮以为他在故意磨蹭时间。唐竹云就算是渣滓洞，他今日也进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在最前面。然而等他沿着长长的黑暗潮湿的路走到尽头房间，看到那些认识不认识、知道不知道用途、血迹斑斑的刑具时，还是没出息的软了腿。人要折磨起同类来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本王最后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可以离开。本王当你没有来过，日后你也还是本王的侧妃。王爷，您听我说。走不走？王爷，我爹和我大哥，您先听我说。他真的有用。好，本王可以听你说。在此之前，让本王消了火，再听你说，看看哪一样合适。王爷，凛凛，刚才进门之前，你答应什么了？我说不给王爷添乱，不会闹，是我言而无信，请王爷责罚。唐铎，抬起头来，看着本王。王爷，大人的事情别让孩子掺和，都是我的错。王爷，您看姑姑知错了，请您责罚唐铎，给唐铎一个单独和您说话的机会。责罚先记着，本王听你说。王爷，请借一步说话。王爷，您先听我说，我有用，我可以帮您做很多事情，我可以。我不需要，玲玲的责罚可以记下，本王没有说饶过你。姑姑，万事有我。李玲，不要去。姑姑，我只是和王爷说几句话，很快就好了。琳琳，你知道，我对你寄予厚望。我没见过几个孩子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你是最优秀的。我知道王爷对我好，王爷教我骑马射猎，教我读书写字，明明那些您身份尊贵都不必做的。我知道王爷把我当成子侄般培养爱护，我也很仰慕王爷。那玲玲，你说我今天该不该生气？这件事情之中，他无辜受累，如果凛凛连这点都看不明白，那真是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。他允许凛凛向着自己亲人，但是最起码的是非道理应该明白。王爷该生气，孟姑娘做出那种事情，就算再有苦衷，也伤害了无辜的王爷，伤害了皇家体面。我爹做事一切考虑，让王爷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，王爷便是再生气些也是应该的。王爷，姑姑也知道的，可是姑姑没有选择，姑姑她帮亲不帮理。还真是这么回事。而且姑姑
也没有想过要嫁给您，所以您别怪她不以您为天。她和你说了不想嫁给我。说了，姑姑说她谁都不嫁，就在家里守着我长大。他也真信他的鬼话。清风算什么？江北寒算什么？他是不嫁，但是他也不缺男人。王爷，我告诉您一个秘密。什么？我姑姑其实是我娘。所以你百般维护她？不是的，因为她对我好。以前不好的时候，我也想过，要是没有她就好了。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绝对没有。王爷，我还想告诉您一个秘密。王爷，昨日您和那个叫怀上的手下说话的时候，我听到了。你在威胁我？晋王很生气，因为凛凛竟然敢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说。倘若自己真是个心狠手辣的，根本不会让他走出这道门。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谁都不会告诉。我谁都不会告诉的，只求您别为难我娘，她是我娘。为什么哭啊？你这是和我谈判该有的样子吗？王爷，我不想哭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哭，可是我也知道以后您再也不会喜欢我了。他知道了晋王最深的秘密，可以让晋王生死的秘密。如果他不说，可以一直把晋王当成敬爱的长辈，受到他的关爱。可是现在他不得不说了，捅破这层窗户纸意味着什么，他也很清楚。所以今天他没有出息的一直想哭，他要失去他的英雄了。晋王深受震撼，他如沐自己，亲近自己，却不得不为家人选择放弃，并且因此而痛苦。晋王把凛凛抱到了自己怀中，轻抚着她的后背，心里又把唐家人拎出来鞭挞了一遍。这些人能不能让孩子省省心？凛凛是真的伤心了，在晋王怀里哭了好一会儿，近乎贪恋的想要最后的怀抱再持久一些。哭够了？王爷，我对天发誓，绝不会对任何人泄露您的秘密，如为此事，天。够了。嫣然听到了没有？他虽然听到了，但是并没有理解，我故意误导他，也已经吓过他，他不会说出去的。我猜他很快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的。如果不是发生今天这件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会烂在肚子里的。王爷，您帮帮我爹吧，以后我好好读书，长大了帮您。跟我出去。王爷也不用拿话吓唬人，你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只是和凛凛一个孩子又有什么关系？按住他。松开！今天谁动谁是孙子。凛凛过来，趴下。姑姑，我不疼。王爷，我知道你是王爷，身份高贵，从前我做错了许多事情，你冲我来，别对着凛凛啊。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再犯就没这么便宜了。挨打都没吭一声，没流一滴眼泪的凛凛抱着他的大腿嚎啕大哭。他知道王爷为什么打他，王爷是告诉他，即使他知道了王爷的秘密，王爷还是愿意管教他，他们还有以后。他更愧疚了，他对王爷其实是用了心计的。刚开始他就可以说出来，可是王爷还没发现，所以他忍住，一直等到王爷责罚姑姑一路奔跑来，又吓唬姑姑之后才开口。那时候王爷已经出了一部分气了，他说出那个对王爷来说意味着身家性命的秘密之后，王爷还愿意这样回应他。松开他。姑姑，让王爷抱着我吧。这还打出感情了。唐竹云松了手，凛凛又挪到晋王面前，只是这次有些不好意思往前凑。晋王把他抱起来，直接按坐到腿上，疼得凛凛直吸气。以后挨了打，就这样坐在椅子上，写满1000个大字，才算惩罚结束。凛凛低头笑了。这个世界真的错乱了。把本王的马鞭拿过来。王爷，唐竹云怎么办？用什么打？打多少啊？让他滚。唐竹云很愿意滚，如果他把凛凛还回来的话。还有王爷，您能不能大人大量，把我们全家当个屁给放了？王爷，谢谢您，还有对不起。凛凛，我问你，你说你是我，要怎么办？你在想，皇上现在又想要我怎么办？我如果是王爷，会在皇上面前
替我爹求情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皇上想要看到的。果然是他看上的孩子，皇上被折损了颜面，定然会怒不可遏。但是会因此就放弃唐明帆父子吗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不会放弃。但是又不能不处置，这板子如何打下？皇上进退两难。这时候，靖王想要让皇上高兴，就得摆出高姿态，成人之美。这样，皇上对唐家略施薄罚，对靖王这个苦主安抚一番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王爷，我说的对吗？对。他姑姑好像是白折腾了，当然还有他。就算他们什么都不做，王爷也不会让这件事情无法收场的。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大白挨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太笨，又威胁了王爷，挨打不冤。真的不知道唐竹云那样的人如何能生出这样的孩子。王爷，谢谢您，我会把您的秘密当成自己的秘密，等长大后帮王爷。先把眼前这关过了。再说唐竹云见靖王带着琳琳进宫，有心想追出去，奈何姨妈不允许。出门这么长时间，又被靖王强迫跑了一路，现在已经有些撑不住了。阿云，如何了？靖王已经进宫求情了，咱们在家里等着消息吧。孟姐姐，没事的。靖王既然松了口，皇上多半小惩大戒。姑娘，夫人来了。孟雨兰凌晨上朝时分出的事，现在已经夕阳西下，暮色将至，她来的倒是够早。阿云，你先暂避下，我娘估计有话想对我说。唐竹云想到孟夫人可能会责骂孟雨兰，但是她万万没想到孟夫人竟然劝孟雨兰自尽。我的儿，不是娘不疼你，现在事情闹成这样，你死了，别人才能忘记你和小唐大人这事。会觉得你刚烈，是因为被江北寒所缚才如此。你若不死，我们府里和唐府的名声就彻底完了。你去吧，你大哥还是世子，你若是活着，他这面子上如何过得去？这爵位怎么办？还有娘没法对你爹交代啊，这是亲娘。娘，是我爹让您来的吗？那当年换了我给江北寒书信的事，爹也知道。那是娘，可是娘是为了你好啊。那时候谁也想不到武阳侯府有朝一日还能起复。你也没想到你用印血还被他反咬一口，让江北寒彻底恨上了国公府。娘，你也知道我不想连累唐家，可还是想让我死在唐家，这岂不是恩将仇报吗？事实就是如此可笑，哪怕要他死，都要他死在外面，怕脏了国公府的地方。雨兰，你娘给了我这条命，娘想拿走，就自己来拿吧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阳瓮不收，不允许我自己再去送命了。这样的国公府，这样凉薄的爹娘，不要也罢。你不听我的，以后你以为你还有地方可去吗？唐家能收留你一辈子？我不会赖着唐家的，我这就走，以后再也不劳您操心了。我恨您改了我的命运，更恨您现在可以若无其事，大义凛然地逼我去死。娘，这是最后一声，从此以后您再也没有我这个女儿了。他跪下给孟夫人磕了3个头，再起身的时候已是目光决绝。绿竹，我们走。抓住他！既然你不愿意体面，那娘替你体面，你们送这丢人现眼的上路。谁敢？回来的不止唐伯欣，还有唐明帆和琳琳。唐竹云忙上去扶唐明帆，却被后者轻轻推开。爹，没事儿。多谢唐公子救命之恩，我还有去处，今日天色已晚，先告辞了。皇上有口谕，把你赏给我了。皇上把孟雨兰赏给了唐伯欣，赏？为什么这口气这么相对下人？以后啊，他是唐家的人，和国公府再无关系，便是丢人，也是丢唐家的人。孟夫人被这消息惊倒，恍恍惚惚的就被人撵出了门。大哥，皇上怎么说的？你倒是快点说清楚啊！皇上吧，虽然不能打杀，但是肯定也不会让唐家舒服，这是肯定的。以后孟姑娘她
就是你嫂子了。啊，大哥，你别那么直白啊！这要改口，不也等着成亲以后吗？皇上让孟姑娘给我做妾。皇上原话说得更难听，把孟玉兰贬低了一顿，说她只配做妾，还说不许有任何仪式，就让她做个贱妾。我知道这很委屈孟姑娘，但是这样也好，日后孟姑娘若是另有打算，也容易些。大哥，你脑子进水了吗？这是皇上赏赐给你的女人，你敢转赠别人？贱妾见过大爷。得了，这就拜堂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已经跟父亲说好，能得你是我万分的幸运。皇上只说让你做妾，却没有强迫我娶妻。以后我身边也只会有你一个女子，再无旁人。别人看你是妾，你要知道，在我心中你是妻，没有为你争取妻位，是我无能，日后我定尽力弥补你。若是你不愿意，就过几年，时过境迁，我努力送你走。我愿意，您快起来，我承受不起。既然愿意，和我一起给爹行礼，过几日再去给娘的牌位磕头。快起来，以后啊，好好过日子。过去的事情啊，就过去了，一家人往后看。老大媳妇儿啊，这个家以后还得辛苦你了。唐珠言眼眶微热，实在是太好哭了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虽然有些遗憾，孟玉兰也不会立刻爱上大哥，但是大哥如此，孟姐姐以后定然会爱上他的。只是她后知后觉地发现李黎一直在看着她，目光复杂。琳琳，怎么啦？以后我要多个娘吗？小少爷，您喊我姨娘就行。虽然老爷和大爷不嫌弃，但是皇上旨意如此，我们唐家不能落下抗旨不遵的画笔呢。哎呀，孟姐姐进入状态太快了吧？那我还是喊你孟姐姐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哎呀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他爹让人说什么好？给儿媳妇见面礼是一本书，总不会是女戒吧？这本书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。是秘谱，老爷这么贵重，我不能收。这家里穷，也没什么值钱的物事给你，哎，收着吧。既然是爹赏给你的，你就拿着，以后啊还要和我一起孝敬爹。是，原来这是一本失传已久的琴谱，价值无法估量，1000两银子，值多不少。原来他一直在抱着金饭碗要饭，早知道把他爹书房那些书收拾出去卖一下，早就脱贫致富，都不说奔小康，那直接上天了。但是转念再想，要卖唐明帆的书，估计他能先卖了他吧。怪不得他大哥说爹对银子没什么感觉，他果然是金钱如粪土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找点药膏，秀儿去药桌洗面，今晚咱们好好庆祝一番，低调低调庆祝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要和你说一声。爹，怎么啦？您说。这个皇上啊，让你去给晋王做侍妾，但是爹已经和皇上……啥？他从晋王的小老婆变成了晋王没有名分的小老婆？他是在乎名分的人吗？不是，所以无事发生。做就做呗，反正也是将来的事情。琳琳，走，我去给你上药。一屋子的人都像看傻子一样震惊地看向他，从侧妃到侍妾毫无感觉，难道是伤心过度？我又没有什么事情，不需要上药。哎呦，小东西还要面子呢。妻妾还是跟着我父王，对不对？阿云呐，之前给皇上帮忙，皇上没有忘记，所以啊，这侍妾呀，就是皇上一时的火气，很快就好了。哎，以后啊，还会是侧妃。还有，皇上让你现在就去王府伺候我。姑娘，狗腿子来了。谁是狗腿子？你才是狗腿子呢。我本来就是我家姑娘的狗腿子，怎么了？二货碰撞，谁二谁赢。我来接唐姑娘。不是，明天不行吗？
晋王，你能不能做个人了？就这么急色？不行，王爷说了，这是圣旨。走就走。爹，大哥，我先去和王爷好好说说，明日就回来。琳琳啊，你好好照顾嫣然哦。阿云，你放心，我求过王爷了，快走吧，别让王爷等急了。宋景阳故意使坏，不让他们多说话，他用脚趾头都知道刚才秀儿那句狗腿子是和谁学的。你们该收拾收拾，该吃饭吃饭，该休息休息，我去了啊。既然一定得去，那就别泪眼送别，他又不是去死。唐竹云回屋收拾了点东西，就一个很小的包袱，提着就跟宋景阳出了门。晋王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？又要我跑去王府？难道这3步距离，还等着本王八抬大轿抬你去啊？他的门口，我这不是以为去王府吗？我已经和王爷说好了，你暂住隔壁，也能随时回娘家。哎呀，多谢王爷宽仁。以后啊，阿云若是不服管教，您只管告诉我，我跟他讲道理。大哥，你快回去休息啊，也得安抚。我没事，王爷好着呢。阿云就交给王爷了。不必如此，今日之事你救人心切，原本也和你关系不大，皇上已经下旨，以后不必再提。听听他多会装，和自己说话就不这样，不过能让家人放心就好。给王爷敬茶。不必了，你先下去，我有话要对他说。皇上旨意你也该知道了，这是你们唐家自己求来的，所以不用怨天尤人，记住本分，只要你守规矩，本王不会为难你。对于你回娘家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你让我丢了脸，那就别怪我翻脸。请问你还有脸可丢吗？是啊。还有什么话今日都说清楚，别等日后受了打罚再喊冤。那我说了，王爷，我还得陪睡吗？你说呢？我说了也不好用啊，王爷您说了才算。本王宠幸你，那是你作为侍妾的荣幸啊，这点我非常赞成。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我要是爬上了您的床，是我占便宜。但是我觉得吧，我德不配位，配不上这样的荣幸。您让我再好好读读女四书，修身养性。闭嘴！晋王如何能听不出来自己被他嫌弃了？本王睡不睡，取决于本王的心情。还有能力？算了，睡他也不吃亏。这个极品的男人，在会所里不也是他睡不起的天价男人？不能因为他不要钱就轻视他。比起清风那样的小弱鸡，晋王是他歪对象了。哦，那王爷改天吧。除非你想浴血奋战。给本王滚出去！哎，你又惹王爷了？啊，我想不顾一切把自己献给王爷，王爷让我滚。你怎么会那么听话？要不你去问问王爷。有人开了门。姐姐，我要找你睡。姑姑，我来找王爷，王爷说晚上让我来找他。找王爷做什么？难道是要用琳琳威胁他就范？那可不必，他已经表态了呀。晋王心里暗忖，哼，本王复姓宇文，名琳，曾用名萧剑气，号七次郎。并没有，瞎说的。琳琳啊，你回去，姑姑的柜子里有药，就是画着梅花那小白瓶，你找秀儿给你上药。姑姑，您别说了。哥哥怎么啦？为什么要上药啊？哥哥不小心扭伤了脚，没事。宋景阳，去找秀儿拿药来，本王给他上药。那不行。唐卓云不同意。不用，我已经上过药了。不过不是那个小白瓶那瓶药，是蓝瓶那个。我记得姑姑上次被曾祖母打了脸，擦的就是那瓶药。琳琳，那药不能用的，快去洗掉。秀儿，把我那画着梅花小白瓶的药拿来。好嘞，姑娘，是这个不？是。拿来。秀儿直接塞到了唐卓云手中，然后转身就跑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谁傻谁知道。给我。我去就行，不用麻烦王爷。宋景阳，
让人准备热水伺候沐浴。王爷，玲玲虽然是个孩子，但是不是您出气的，这件事情和她没有任何关系。闭嘴！姑姑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王爷没有拿我出气，是我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我没有办法跟您说，但是您怪王爷，我难受。算了，你先去收拾，一会儿再说。宋景阳，带着他和嫣然下去休息。不用，我们在这里等着就行。先安置在厢房里。姐姐，这样你是不是就嫁给了父王？以后你就是我母妃了，是不是啊？嫣然，我只是你父王的侍妾，就和丫鬟差不多。就算转正了，也还是小老婆，所以这工作只想让人辞职。那怎么办？要是有人欺负姐姐怎么办？还有你呢，你保护姐姐好不好？你是王府唯一的姑娘，你是主子，只要你足够强硬，在这王府里除了你父王，就没人能欺负我了。嫣然性子太软，一定得慢慢变强才行。女孩子最重要的依靠不是娘家，而是自己的强大。好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姐姐。过来。王爷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他打过很多人，但是挨了打还能心无嫌隙，立刻和他亲近的只有凛凛一个。这种被全身心相信的感觉，让靖王的心变得温柔起来。祖父、我爹、姑姑还有我都有人疼，不管做错了什么事情，都有人帮忙，有人心疼。只有王爷没有做错事情，却被伤害，也没有人心疼。也有人疼我的。可是他不在你身边，王爷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像对我姑姑那么好。谁欺负你，我帮你。虽然我力气小，但是我和你站在一起。要是你姑姑欺负我呢？姑姑是很好的，可是她确实总欺负王爷。我会说姑姑的。那多谢你。要不要了？好不好玩？再来一次。看样子凛凛和靖王和解了。王爷，太子殿下、幽王和七爷来了。这几位大爷来干什么？这又不是王府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今日我们就是听说六哥得了个小嫂子，来讨杯酒喝呢。这啥玩意儿？你跑人家家说没那么多规矩，你脸皮是铜墙铁壁啊！小七，别闹。听起来你六哥现在不太方便，咱们别捣乱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姑就说不来，你们两个猴子非要来。这些都是战斗机，碰撞起来火花四射，千万别殃及无辜。原来是太子殿下、五弟和七弟。六哥，你什么时候有个这么大的儿子了？这两人眉目之间越看越像，说是不仔细看就算了，仔细看还真的不少相似之处。不是我儿子，是唐伯欣之子。他抢了六哥的女人，把儿子拿来抵债，倒是新奇啊。老七，不准胡言乱语。别提那些，咱们是来给六弟道喜，不是添堵的。哼，你们这三个绿茶，伤口都被你们戳烂了，又开始装无辜，表里表气。哈哈哈，就是很有趣嘛。六哥被抢了女人，又多了个拖油瓶。这七皇子的嘴实在太贱了，靖王这个笨嘴拙舌的，真是的不给力。六弟呀，别和老七一般见识，他还是个孩子性格，并没有恶意。丽丽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被吓到了？不怕，我在。不是，我不是害怕，我就是听着七爷说话，想起了我那死去的八哥，我可喜欢他了。后来他话太多，把自己累死了。他说话和七爷可像了。哎呀妈呀，真不愧是他儿子，这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不能这么说话，童言无忌。七弟不会和孩子计较吧？不会。去找你姑姑。七爷，等我寻到了和之前差不多型的八哥，一定带给您看，真的可像了。又捅了一刀，李宁天真无邪的走了，留下气到发抖的七皇子，差点原地爆炸。都别说话了，他们是来给王爷添堵的大坏蛋，咱们不影响王爷打坏蛋，知道吗？姐姐，你不去帮父王吗？姐姐那么厉害。姑姑，你不会临阵倒戈吧？他是那种人吗？神仙打架，他掺和什么呀？快睡觉。
这3个人穿一条裤子，今天就是来看晋王笑话的。六哥，让小嫂子出来给我们看看呢。听说小嫂子长得好看，京城都有名呢。是京城有名的女花痴吧？姑姑，他们想折辱你，让祖父和爹记恨王爷。我操，他儿子怎么能这么聪明？如果琳琳不说，以他的反射弧，说不定明天才能反应过来。琳琳这个翻译啊，是同声传译，他这个翻译是4级不过，一个词一个词查，最后连起来还不一定知道是啥意思的学渣。晋王不让他出来，是不给太子面子；让他出来，回头唐明藩父子脸往哪里放？晋王太难了。姑姑，你去怼他们，他们不敢闹开的。他在琳琳眼中就是个对对嘛，但是没有人家都打到脸上还陪笑的道理。我去了。他正带着嫣然睡觉，嫣然离不开他。若是半夜惊醒，哭了发病，怕是明天父皇又得操心了。那就算了。嫣然身体最近怎么样？唐珠于40米大刀都亮出来了，又只能收回。也就是说，嫣然在皇上那里十分被看重，就是太子都不太敢放肆。然而嫣然却还不是郡主，这件事情委实奇怪。他做梦梦见拿着小皮鞭，女王范十足地对着晋王道：啊，裤子脱了。这个美梦被身下一股热流的涌出打断了。大姨妈3杀，干什么？难道他漏了？王爷，你受伤了？跟本王来。快点儿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想侍妾守寡能有贞洁牌坊吗？哼，贞洁牌坊你不配，殉葬你倒尚可。殉葬？现在还有殉葬？本王临死之前会特意给你求个恩典的。怎么不疼死你啊？我得把你这边全部切开，不这样没法把那暗器取出来，会很疼。虽然我可以给你开麻沸散减轻痛感，可是之后也会很疼啊。不用啰嗦，也不用麻沸散，本王还得去上朝，时间不多了。你疯了吧？本王说快。1个时辰之后，2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般，全身都湿透了。这个特别的洞房花烛夜真是浴血奋战，他真是个乌鸦嘴。你不能上朝，今天绝对不能，除非你不要命了。本王必须要去。不必，你选这个日子出去活动，不就是谁都知道你纳了侍妾，又和太子他们一醉方休吗？那么你洞房花烛休息2日，也没人怀疑的。你都知道什么？难道是李林告诉他了？不，李林不会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就求求王爷别牵连我就行啊。我是侍妾，到时候是不是出事儿可以被遣散那种啊？收拾一下，上床陪本王睡觉。你伤口不能动。我让你上床。我动，我不会啊。唐珠云，本王早晚把你那张嘴缝上。缝嘴也不行。唐珠云觉得自己快要躺成木乃伊了，她实在躺得腰疼。王爷，我起来坐坐行不行？我可以摇床。摇床做什么？显得王爷龙精虎猛啊。你给本王老老实实躺着，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。哼，王爷你都生过孩子还不懂啊？王爷，我回家看看啊，待不了1刻钟就回来。不想让你爹和你大哥有事儿，我受伤的事情就别泄露出去。知道了。梦姐姐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王爷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我和王爷早前又不是没有交情啊。你住在哪儿啊？还习惯吗？我暂时住在你的房间，我没有动你的东西。梦姐姐，你不用拘谨，只当自己家。咱们这房子太小了，等改日换个大房子，我请你住，你还嫌弃呢。阿云，我有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在客栈放了些东西，还有这几年我在山西、苏州各自存了一笔银子，你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取回来？客栈的倒是可以去取，外地的咱们从长计议吧。好。还有早上我给老爷和大爷做饭，不知道他们喜欢什么，你教教我。还有，倘若我把银子拿回来，是交给老爷还是大爷？大爷不会生气吧？都是自己家，你做什么他们吃什么。你管钱，不仅管你自己的，我爹和我大哥的俸禄你也要管起来啊！千万别给我爹钱啊，切记切记。唐家规矩，像他之前所学都没用了，他得重新慢慢学。若是受了委屈，一定别藏在心里，记得和我说，我找我大哥算账去。不会的，大爷人很好的，倒是你，王爷不好相与，对我的恨怕也是要落在你身上了。你
还好吧？男人想折磨女人，真是再容易不过。我没事，好着呢。就是昨天太子他们来喝酒，闹得太晚，所以王爷今天才没起来，和我没关系。正说话间，外面传来了唐伯欣和人争吵的声音。江北寒来了，中间还隐约夹杂着女人哭声，是映雪吗？何云，你别去，是我的事情，我去。什么你的我的？走，一起看看去。敢找上门欺负他们家没人吗？不，何云，我不出去了。你怂什么？你被他们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我不该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，大爷没让我出去，我自己巴巴跑出去，看在有心人眼里，岂不是还想去见江北寒？行吧，你顾虑的也对，等着我去，我帮你会会这对渣男贱女去。姑娘，还有我。做狗腿子就要有做狗腿子的觉悟，真是个好丫鬟。侯爷，咱们回去吧，不是我心虚，而是到底和姑娘主仆一场，何必要打她的脸？为了抢别人男人，最后把自己弄得又老又丑，真是感天动地啊！要是直接操劳而死，岂不是可以得到牌坊，被供起来了？侯爷啊，我知我美，然而非礼勿视。我要见孟雨兰，我要让她和映雪对峙。侯爷请自重，那人操持家务，不见外男。孟雨兰，你出来，你知道我什么性子？今日不见到你，绝不罢休。哎呦，还侯爷呢，说这话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来，我问你几句话，你要是回答的让我满意了，我帮你传话。阿云，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，我不答应。大哥，你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不能拿他做赌注。他不想见，也不会想听他说话。看到了吗？别说骂我孟姐姐，就是我这般说，我大哥都不愿意。你看你呀，我骂了就骂了，你男人呢？只要能留在侯爷身边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查成这样，江北寒好几年没品出来，眼瞎心盲的东西。侯爷，你口口声声要我孟姐姐出来和你这贱妻对峙，那我问你，她凭什么这么做？她这么做能得到什么好处？她赢了，你能带她走？她现在已经被皇上亲口赏赐给我大哥了，她若是输了，让你心里平衡了，证明你没错，证明了你选择映雪无比正确，以后你就能心安理得的过日子，是不是？赢了没好处，输了便宜你，怎么？就你家祖坟冒青烟，好事都是你的了。来，我再问问侯爷，请您用脚趾头想想，孟姐姐既然无情无义，还让映雪给你带2000两银子做什么？她扔进水里还添个响儿呢，为了狗却被狗反咬一口。侯爷铁骨铮铮，深情如丝，拿着孟姐姐变卖家产的2000两银子，流放中吃香的喝辣的，养着贱人生一窝崽子。现在含血喷人，言辞凿凿。我孟姐姐薄情寡义，见异思迁，19不嫁，当街撞墙，家族不容沦为贱妾。现在无言以对，不敢相见。侯爷，我说的对吗？我呸！口口声声来对峙，你搂着贱人天天顺，你不知道他什么货色，来问我们啊？好啊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们婊子配狗天长地久。嘿，映雪你还有脸哭啊？来，让我猜猜，今天对峙的事情是你提出来的吧？反正这件事情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，孟姐姐的心意只有你们2个清楚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就是变到海枯石烂，也是一笔糊涂账。但是为什么要来？瞧瞧这些街坊，看看那些窗户门后的眼睛，闹一场，我孟姐姐名声扫地。我大哥要是个暴躁的，少不得回去还得收拾他，让他以后都不得好。而你还有3个崽子，江北寒看不透你，你却把他摸得门儿清。就是捅破天，你还是3个崽子的娘，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生龟不能养汉犬，孟姐姐倒是好生厉害，竟然还养出来了一头狼。映雪是不是很得意呀？你逆天改命成了侯夫人，当年你跪着伺候的姑娘却成了贱妾。那我告诉你，你姑娘得到过你男人的心，你却只能靠陪着他吃苦这点恩情苟且度日。你姑娘日后是我大哥手心里的宝贝，你呢，却要日日活在你男人的猜忌之中。江北寒为什么恨你姑娘至此？因爱生恨。今天的事情没人同你辩，你赢了，来日方长，我们都还年轻着，看得到下场。江北寒，麻烦你有空把2000两银子还了。各位街坊邻居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没请大家吃喜糖，倒是先让大家看了这么一出大戏。大家也给做个见证，皇上盖棺定论的事儿，现在要翻腾的人可不是我们。侯爷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心里只有侯爷，这么多年您是知道的呀。回来伺候。唐竹云心里10000匹草泥马飞过，这个专门扯后腿的男人，没看他状态正好，横扫一片吗？
侯爷，您和夫人双宿双栖，也请放过孟氏。她现在很好，以后也会很好。2000两银子，我替她做主不要了，当成贺礼送你们。也请侯爷不要恩将仇报，你不疼的，我心疼。门后的孟雨兰泪流满面。走走走啊，还真是狗，听不懂人话呢。唐竹云，来了，王爷，你就不能给我点面子？今日之事是他鲁莽，本王替他向北韩道歉。王爷言重了，今日之事我府里还有事，先行告辞，跟本王进来。做人不能太嚣张，否则容易被打脸。大爷，阿云他，王爷不要紧，王爷若是不出现，江北寒盛怒之下，恐怕就要闯进来了。我怕王爷责怪阿云。王爷只是来解围。王爷，我给你熬个鸡汤。虽然他反射弧长，但是现在也反应过来，如果不是靖王出面，没那么容易收场。估计双方还得来几个回合，平白让人看热闹，主要是影响他大获全胜的心情。现在这般多好。秀儿，拿个车盒过来。哦，来了啊，王爷，今日我请客，我和您商量件事情，行不行啊？您看我爹身体不好，玲玲长身体的时候都吃惯了我做的饭，以后我还给他们做饭，行不行？您放心，银子我自己出，我有钱。要不我连您也一起养了，行不行啊？软饭好吃不伤胃。他有点心虚在于，他现在算是靖王的人，严格说起来，他的钱也算靖王的钱。宋景阳，按照府里的规矩。我知道这不对，但是王爷大人有大量，我爹还得为皇上健康工作50年呢。侍妾1个月多少月银，你记得按月给他。这也没有现成的例子。这还不是您说多少就是多少，别的王府还有长史管这些，他们靖王府是例外，根本没人管。王爷不用客气，我有银子。他没想做他的女人，也不想花他的银子。他能理直气壮伸手要银子的，只能是未来的爱人，虽然基本也没可能遇到了。那每个月给他100两银子，本王的女人自己还养得起。那属下能不能贴10两银子？属下自己出伙食费，跟着吃剩菜。唐竹云这女人可恶归可恶，厨艺真的是一绝。这件事情因为唐明帆嘚瑟炫耀，已经成了朝中官员都知道的事情了。10两银子，你月银多少啊？20两。20两月银，你花10两吃饭，你可真是个吃货啊！靖王同意了，然后唐竹云就得了110两银子。唐竹云出去买菜的时候，发现猪下水都涨价厉害，逼近肉价。问就是说，大理寺卿唐府千金以一己之力让京城猪下水涨价。绝子，是时候开发点新的菜式了。钵钵鸡、回锅肉、东坡肘子、粉蒸肉、麻婆豆腐。不过靖王不能吃麻辣，所以先吃点清淡些的。唐竹云做饭，秀儿跑过来帮忙烧火。两家之间除了隔道墙，真的就快成一家了。姑娘，您和王爷圆房了没？还有这件事吗？他这几日完全忘了陪睡的事了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就是想起来大爷和孟姑娘都圆房了，也没听您叨叨。什么？我大哥和孟姐姐圆房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江北寒闹事情的第2天晚上，我半夜起来上茅厕，看到孟姑娘进了大爷屋里，我有些好奇，就捅破窗户纸看了看，结果不得了，孟姑娘进屋解了披风，里面什么都没穿，吓得我赶紧跑。你闲着没事去看什么？哎呀，这俩人进展怎么这么迅速？竟然还是孟姐姐主动的。不过大哥要是就这样要了孟姐姐，是不是有点……行吧，反正你情我愿。您和王爷咋样了？王爷好睡吗？他一点也不好睡，上次躺了1天，他腰疼好几天。不好睡啊？真是白瞎了。之前您花费那么大力气，那么多风波才得手，竟然不好睡。可惜了，您现在跟了王爷，也不能去找清风了。那我让你去找清风试试。王爷，跟本王进来。我说不好睡，是因为我在您身边紧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，您肾不虚，我给您把脉知道的。
我还看您尿了，确实挺远。闭嘴！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知道孟玉兰喜欢江北寒的？就孟姐姐头环那日，怎么啦？所以你明明知道，却知情不报，就瞒着本王，还带这样秋后算账的吗？王爷，我错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孟玉兰这件事情上，靖王真的挺无辜。他本来就是大龄丑娶男青年，名声差的没人跟，所以大长公主都特别为他弄个赏花宴，结果被前身搅局，好不容易皇上赐婚，又阴差阳错发生了后来这么多事情。靖王现在这样算是很克制了。本王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这狗男人翻旧账，原来在这里等着他。本王的伤，王爷，我尽力了。这么短的时间能恢复成这样子，虽然您身体底子是好，但是我也出力了，绝对没保留。没说你不尽力。按照惯例，8月15当天，皇家会有一场蹴鞠赛，本王也会参加。没事儿，还有20多天呢，没事儿，您能上场。蹴鞠之后，众人要一起去明泽湖中沐浴。啊，您是怕到时候没办法解释这伤口？啊，如果烧伤，能不能覆盖掉之前的伤痕？王爷，你想干什么？每年京城起火，被烧伤的人无数。干嘛对自己下手那么狠啊？这什么破主意啊？你含糊过去不就行了吗？已经有人怀疑我了。啊？您到底这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？笨的还被人给怀疑上。我来想想办法，有什么正当理由呢？要不称病不去啊？还是会被怀疑，他们就等着那天呢。他们算了，我来吧，反正我名声也够差了，也不差这一件事情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帮您啦。接下来呢，您每天都得回来，而且还得给我带礼物。就是绕京城几圈给我买礼物那种，人尽皆知才好。就是要让人知道您呀喜欢我，喜欢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当然看我的啦。对了，您对我爹也得客气点，爱屋及乌不是？这样对你不好。对我不好，总比我跟着您掉脑袋好。再说孟姐姐这事儿确实是我们欠了您的，欠人情不还我睡不着，就这样吧。哎呀，我的饼子别糊了。玲玲、嫣然，过来吃饭啦！哎，孟姐姐你别坐了，我让秀儿给您带回去。哎，多去洗手，帮忙摆碗筷，吃饭。一家4口围桌吃饭。姑姑有没有辣的？我和王爷都喜欢吃辣的。王爷得罪我了，你和他好，我吃醋了也没得吃。我和姐姐好，我喜欢吃甜的。多吃点，下午不是要跟着王爷去跑马吗？是玲玲哥哥要去，我不去，骑马不好看。傻瓜，你管好不好看呢？要是急着逃命，你还等着人给你套马车啊？技多不压人，别信贤良说的那套，那是给别人看的。本事学到自己身上，那才是自己的。男人教你柔弱，是为了欺负你，你自己信了，那就是傻子。我要教你领哥哥骑射，你想来的话就一起。嫣然的亲娘当年也曾横刀立马，英姿勃发，只可惜父王，我怕学不好。学不好又怎么啦？谁还是生来就会的？你也一起来。行。唐竹云看着那么高的马犯了难，他爬不到马背上啊，总不能让靖王抱着玲玲那样把他抱上去吧。来，踩着。让靖王为他做脚踏，今天真是荣幸。可是他身上有伤呢。六哥和小嫂子真是恩爱呢。得了，又来个找喷的。不过这不在他服务范围内，关门放王爷。哼，亲弟怎么来了？前几天想来看看小嫂子，奈何六哥藏得严实。现在看来，小嫂子国色天香，怪不得六哥藏着掖着呢。到底长得小家子气，不比未来的七弟妹，面若圆盘，一看就是有福之人呢。这面若圆盘的形容让他想起来了，赏花宴那日，他其实是见过这位准皇子妃齐氏的。齐氏脸大肤白，远远看上去像个白面馒头似的。前身当时也觉得这样的人能嫁给王爷，他也能，所以才险些爬了靖王的床。我听说小嫂子从前名声可不怎么好啊，现在跟了我六哥，以后得珍惜，别给我六哥丢脸。
哎呀，掐不过晋王，你挑软柿子你，瞎了你狗眼。七爷教训的是，从前年轻不懂事儿，饥不择食，惊扰七爷。知道七爷好起姑娘那口，我哪里还能往前凑啊？你说谁饥不择食啊？啊？当然是说自己了，我哪里敢说七爷啊？七弟，父皇早就和你说过，心思放在正处，男人不要搬弄口舌。我今日要带家眷去骑马，就不奉陪了。六哥，稍等，既然提起父皇，之前我确实爱玩闹，父皇让我多和六哥学习。我最近勤学苦练，六哥指点指点我，浪费不了六哥很长时间。他是来试探晋王有没有受伤的，果然前几日从你这里出去，大哥遇刺，我吓了一大跳，回去就奋发图强，很是练了几天呢。太子遇刺，晋王竟然是去刺杀太子的，可是为什么？七弟慎言，大哥什么时候遇刺了？哎呀，我这张嘴，这不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吗？父皇不让说出去，怕引起乱子。六哥不会去告我的状吧？这是唐伯欣那个儿子吧？说起来，这俩小子也挺有缘分的，都有爹没有娘啊。今天不教训教训这厮，他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。来，不耽误六哥时间，请六哥赐教。七爷，属下不才，陪您过几招。他也不担心宋景阳不是七皇子的对手。老实说，以他毒辣的眼睛，一眼看过去就发现七皇子脚步虚浮，眼底青黑，完全就是他潜在的大客户。他肾虚啊，需要大补。下次他得让清风给七皇子推荐一下他的唐氏神药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和我交手啊？景阳，退下。七爷，您别纠缠了。您要是实在心里憋着一股气，要不我陪您。当着晋王的面勾引自己，但是能甩晋王耳光，他当然干了。好啊，那你就……七爷来啊，您别装了，我那点子力气啊，您就躺下，这不是碰瓷儿吗？我只是个小侍妾，回头我们王爷怪罪起来，我可承担不起啊。他怎么做到的？他怎么就躺下了？你骂晋王怎么都行，敢骂我的孩子，找抽啊！王爷，好怕怕，这是七爷让我陪他过招的，大家都听到了，真不怪我呀。不怪你，七弟和你闹着玩的。七弟，不要顽皮了，他多大点力气，你这样说出去让人笑话。好了，快起来，我们先走了。然后就见到晋王把唐竹云抱上马，自己也翻身上马，两个侍卫各自带着孩子，众人扬长而去，只留下滚滚烟尘和懵逼的他。王爷，你的伤口没裂开吧？这厮怎么想的？要逞强把他抱上马，万一伤口裂开，不是给他找麻烦吗？无事，你可知道七皇子他小肚鸡肠，最是记仇了。我还小肚鸡肠，睚眦必报呢。得罪了他，以后他会找你麻烦。我在后院，他能跑到晋王府后院闹事啊？那除非晋王死了。再说我求饶，他就能放过我？难道我现在还能和王爷撇清吗？你总算聪明了一次，你身上有功夫。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不足挂齿？你眉飞色舞。第一次不是他对上七皇子，而是有人帮他。他自来了京城，向来都是孤独迎战，身后空无一人，哪怕父皇也从来都不是他的后盾。说那些也没用了，怕得罪也得罪了，以后王爷出息点，我父兄出息点，谁也踩不到我头上。来，脱衣裳，我看看，我让你脱衣裳，你不脱我给你脱了。宋景阳端了茶水过来，远远听见这一句，脚底抹油就要溜。唐竹云太彪悍了，王爷您就从了吧。然而转念再想，宋景阳想起晋王的伤，不行，王爷现在不行，得以身报恩，也是以后的事情了。摁住你们家王爷！宋景阳现在对唐竹云另眼相看，崇拜如滔滔江水，敢把七皇子摔成乌龟的，除了唐竹云，再没第二个人。姑，谁是你姑姑啊？快看看你家王爷伤口崩开了没有？我去找药箱。这王爷，属下帮您脱，还是您自己脱？
你看清楚他把七皇子放倒的身手了吗？没看清啊。彼时他正忙着义愤填膺，骂唐朱云水性杨花，死性不改。哪能想到后来这一下子这么爽，太爽了！王爷今晚就是现身都值得了。属下觉得唐姑娘也挺好的。王爷，您就从了吧，谁家有这样彪悍的侍妾啊？加上那开门横扫千军的犀利，这谁挡得住？虽然王爷可能委屈些，但是现在不是内忧外患，威胁重重，需要助力吗？王爷，你委屈委屈吧。这是宋景阳的心里话。你出门还带着这个？当然了，带着孩子出门又是骑马，万一孩子猜伤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就说，你看是不是裂开了？今天为什么帮我？因为看不惯他嚣张，说我也就忍了。替2个孩子伤心事，要不要脸啊？今日之哑巴亏就让他吃，我就不信他有脸出去说被个女人放倒了。你就没有想过，你打不过他怎么办呢？打不过不是还有王爷在吗？那么相信我？那当然啦，宋景阳给你闯了多少祸，现在不还好好待在你身边吗？更何况七皇子一看就是个虚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之事你都是为了维护我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本王答应你。想要你放了我，你也做不了主啊。等您娶了王妃之后，您把我放到一个僻静的院子里，管吃管住，别管我，行吗？能跑最好，跑不了先自保，早晚能跑出去。你是担心将来被欺负？本王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没有，人家名正言顺，我一个碍事的。算了，不说那些了，以后再说。男人的承诺记忆不过7秒，他想屁吃呢。王爷，你要是觉得过意不去，就把我哥欠您的那笔银子免了。不是早就免了吗？那我爹觉得还得还你啊。我哥那件事情后来怎么查也没消息了，是没查出来还是瞒住我？瞒着你。你帮我看看腿，右腿小腿。哦，怎么了？又痒又疼，有几天了。起初以为碰了下，没放在心上。唐朱云都快贴到他腿上，不由想起上次扒了他裤子的事情，忍笑忍得很辛苦。没想到在这里能遇到王爷，我的娘哎！大白天玩这么大呀？我玩的可不大。王爷没事，就上毒虫咬了，回头擦点药，2天就好了。王爷，原来你给我做媒，真是试探我呀！七皇子被摔这件事情悄无声息就过去了，没有激起任何水花。唐朱云还和之前一样，每天做调料、配药，照顾孩子、做饭，日子简单而充实。靖王几乎每日都给他带东西回来，或者是首饰，或者是吃食。有一次很夸张，直接把做小食的商贩喊到了门口，让人给他做，趁热吃。不知内情的吃瓜群众都以为唐朱云给靖王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把他这么冷情的人都迷得找不着北。只有唐朱云每天像教儿子一样教靖王，都买一份，夫人爱吃，都包了，让夫人挑，懂吧？你懂吧？王爷的侍妾有夫人这一级，所以现在他自己给自己升了一级，总不能说贱妾如何如何，那还是宠爱吗？娇柔造作。知道你为什么活了这么大把年纪，还只能等着皇上赐婚吗？因为你蠢啊！不过不听话归不听话，靖王好歹能照葫芦画瓢秀恩爱，大概也能骗过不少人，让他们8月15的计划正常开展。8月15的官宴如期而至。姐姐，快看我父王！回去我要告诉李林哥哥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靖王带着属下一队，其他皇子一队。靖王宛如开挂，毫不留情地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，最后以18比0的大比分获胜。唐朱云顿时明白为什么没有皇子和他一队了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？父王好厉害！王爷威武！感觉身边的人都坏肚子了，怎么都没了？也好，难得清静，跟着王爷好凉快。一会儿，众皇子在皇上带领下去明泽湖中沐浴，唐朱云要跟着靖王过去。哎，你去做什么呀？你又不是王爷的丫鬟。虽然别人眼中唐朱云都是靖王的侍妾，但是唐明帆却觉得自己女儿是侧妃，侧妃怎么能去看别的皇子？不行，我必须得去，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
王爷，您别去了。小嫂子，这是对六哥难舍难分，要不让六哥带着你一起去啊？七爷就不怕我像那女水鬼，直接把你摁在水里溺死？你们兄弟俩在那嘀咕什么呢？回父皇，六哥不想下水，我再劝六哥，别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。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这件事实在事出有因，都怪我无知，不知道今日还有这样的仪式，所以胡闹了一些。怎么胡闹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闺房里胡闹了些。你退下。皇上低头一看，靖王左胸前面换了一把粗糙传神的大菜刀，旁边歪歪斜斜的写着几个字：唐竹云所用，闪动剁手。我原本胡闹调了颜料，就修宫殿时用的那种不容易褪色冲洗的，没想到今天。女子应该贤惠大度，你这般善妒可知错呀？你看你那字啊，狗爬的一样，真是堕了你爹的声威。还有你林儿，堂堂一个亲王，竟然胡闹也要有个分寸。最后晋王罚俸3个月，唐竹云被罚写女诫100遍。这件事情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出去，成为朝野内外茶余饭后最新话题。唐竹云屡上热搜，已经习以为常，甚至还多吃了半碗饭。这下他在京城更可以横着走了。除了亲爹亲哥给力，还有个男人给力，虽然是假的，但是狐假虎威就够了。虽然这件事情确实是让人笑话，但是夫妻2个人的事情，关起门来怎么都好嘛。只要感情好就行啊。你千万别因为别人的风言风语，就忘了初心呐。初心？继续虐晋王吗？亲爹，这果真是亲爹。松弛有度，我看你呀，现在和王爷相处的就极好。阿云呐，你先要把侧妃的位置坐稳，更多的，咱们呐，不抱太大希望，但是爹和大哥会一直努力的。怎么还要让他做正妃？未必不可呀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你先生个儿子出来，剩下的事情啊，交给爹和大哥。他生个粑粑，现在是各种事情凑到一起，根本没机会给他挣扎。但是他没放弃啊，他努力，还是有可能离开晋王的。阿云，你和王爷的感情一日千里，真是极好。我和雨兰她……你们都圆房了，还说什么？啊，没有，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呢？又是秀儿传的假消息。唐竹云劝大哥来日方长，千万别打乱节奏，他们进展快，因为他们是假的呀。俗话说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唐竹云秀恩爱秀到了皇上面前，亲父兄都相信了，别人自然深信不疑。然后枪打出头鸟，唐竹云华丽丽的中了枪。唐竹云教孟雨兰做烧麦，又弄脏衣裳，又作贱东西。2个小主子，快跟我出去玩！走吧，我们该去学习了。晚上我爹检查我功课，王爷要检查你的。丽竹，你也去帮忙。孟姐姐，你来了之后，住这段时间还适应吗？都挺好的，大爷待我很好。怎么好啊？总之是极好的，什么都好。哎呦呦，说来听听嘛。原来那日他确实是自己去找唐伯欣的，也确实做了秀儿说的那些事。不是我不知廉耻，而是担心江北寒日后还来纠缠，便想着若是把身子给了大爷，怀个1儿半女的，让他彻底死心。后来大爷说了我，说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，不管给不给他身子都是，他不会让人把我抢走的。还说不想勉强我，有些事情来日方长。唐家生活虽然清贫了些，事事需要自己动手，但是每个人对他都是发自内心的好，他过得充实而开心。后来我说要把自己银子拿出来，大爷说都随我。这有什么好感动的？你拿钱贴补家用，我大哥接受，你还得感激涕零啊。不是的，阿云，你不懂，有很多人都既想要娘子的陪嫁，还得要面子。大爷是真心把我当成一家人的。我也把你当成一家人，要不你给我点银子花花？你这是欺负人。
我可不敢。回头大哥找我算账怎么办啊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一直迟疑，想和你提提。孟姐姐，你说便是。昨日玲玲和嫣然玩闹，下手一时失了分寸，把嫣然推倒了。我说了她，然后呢？晚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我身份上是不够的，可是他既然是大爷的长子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做错事不提醒。然而又怕他介意我身份，觉得大爷不疼他。你该管就管，玲玲不是那种爱记仇的孩子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我看吃饭的时候你还站在旁边照顾2个孩子，以后千万别这样了。我大哥说了，把你当妻子，你自己不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，主动让位，以后被别人占了，你可别哭啊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承蒙大爷不弃，我会做好分内之事的，包括教好你小姑子。你和王爷怎么样了？啊，和你们一样啊，无事发生，那就好。我也觉得挺好。互不干涉，彼此客气，最好天长地久都如此。孟玉兰真是一刻也不闲着，做完饭后就开始给唐伯欣做衣裳。现在唐伯欣所有的衣裳鞋袜都出自于他之手。想不想学啊？不想，反正之前就有秀儿，现在还有孟姐姐了，我就继续偷懒。你呀，总要给王爷做些针线的。给他做，想得美，他连琳琳都没做过呢。那王爷生辰还有过年什么的，你总得有所表示吧？我可以做菜啊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四海楼里的人来，送了120两银子，大爷让我今日给你。唐珠云只留了一半，说是这是在娘家做的生意，各留一半。等大爷回来之后啊，我和大爷说一声再定夺。过了一会儿，唐伯欣从衙门回来，孟玉兰带着绿竹上前伺候，又是伺候他更衣，又洗了温热的金子替他擦洗，然后捧上茶水点心，站在旁边垂手温婉的伺候。他要是这样伺候，王爷是不是得含笑九泉？天哪，这个时代做男人太爽了吧，他怎么就没穿越成个男人？你不擅长这些，不用勉强，总要慢慢学着做的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坐着啊？我走。刚才我和王爷一起回来的。早就听到了宋景阳的大嗓门。行了，不打扰人家了。皇上一直记着，还没过中秋的时候，就一直和奴才说，千万别忘了您的生辰。这不，今日才初3，皇上就催奴才赶紧过来。晋王要过生辰了，为了以后的长期和平共处，他好像也该送份礼物呢。送什么？是个问题。汪父看到唐珠云，竟然还对他拱拱手行礼，这礼可不能随便收，这可是皇上的心腹。汪公公，麻烦您跑一趟了。他今天竟然也做人了。奴才来之前，贱内听说奴才要来晋王府传旨，说让奴才问问您，方便的时候他来看看您。奴才也盼着他能学到夫人的皮毛，以后别那么蠢笨。汪公公客气了，汪夫人尽管来，我随时都欢迎。宋景阳给汪福塞了个厚厚的红封，把人送出去。王爷明日生辰啊！晋王淡淡嗯了一声，生辰于他没什么期待的。进京之前，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帮他过生辰，其乐融融。然而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，生辰只能让他觉得悲凉。那王爷也不提前说，我都来不及准备礼物。这样吧，明日我做一桌子席面给王爷庆生，如何？晋王又嗯了一声，走进书房，让宋景阳上茶水。第二天一大清晨，唐竹云爬起来做了长寿面，握了鸡蛋，加了点缀的青菜，还有胡萝卜刻了英明神武。瞧瞧这马屁拍得多响亮，这4个字他可是反复斟酌过的。本来还想做个撒尿的小神，一来技术不允许，二来是怕晋王理解不了这幽默，便还是作罢。晋王什么都没说，很快把一碗面吃完。宋景阳在旁边已经呼哧呼哧吃完3大碗面条，意犹未尽的道：属下还能再来一碗。没了，等今晚回来，我打算做16道菜，好好替王爷庆祝庆祝，让玲玲和叶然都过来一起吃。秀儿，你看看家里还有没有蒜了？没了，那我出去买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出去看看还有没有卖的。人呢？夫人是不是去了隔壁啊？这么香啊！夫人是做了好吃的，王爷好多菜啊，还有云莺面呢。
帮忙摆饭。是。或许听到这边的声音，凛凛和嫣然手牵手进来，两人一起给王爷磕头祝寿。凛凛送了靖王一副自己写的字，嫣然则送上了一方自己绣的帕子。姐姐呢？没有在隔壁吗？没有啊，难道姑姑买蒜还没回来？买蒜去了，有多久了？1刻钟左右。或许因为卖菜的都散得差不多，姑姑走远了吧？那就再等等。然而饭菜都摆上桌，就等着唐竹云，后者却迟迟未归。宋景阳让人去找。哎，是。这满桌子的菜够吃了，买什么蒜呢？姑娘还要蒜吗？我娘刚买了些回来。王爷，您再也不吭声，装蒜呢？我家姑娘买蒜还没回来，这线终于长出来了吧？嘀咕完，他也跟着出去找。靖王看着一桌子菜，从热气腾腾到渐渐凉了。然而唐竹云还是没有回来。金兆尹、金灵卫，所有的人都开始去找唐竹云，而唐竹云就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怎么都找不到。唐竹云也想不明白，他哼着小曲，欢声笑语出门买个蒜，怎么就被人伏击？他身手不差，可是对方也太看得起他，10几个彪形大汉围攻，还下作的用软骨散，这谁受得了？后颈一疼，眼前一黑，他晕了。他是被一瓢凉水泼醒的。我是谁啊？我在哪里？啊！我要干什么？这是个女匪首。二狗，你抓的对吗？这就是把靖王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女人。原来是因为靖王。就是他，错不了。哼，也就是寻常货色。和你比，还是能甩你18条街吧。看起来靖王口味也奇怪。拿支笔来，让他给靖王写信。写什么？王爷，您生辰，我给您表演个魔术，大变活人怎么样？准了。我没了。让靖王拿出我男人来换你。你男人？你男人是谁啊？和王爷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男人被朝廷的爪牙抓去了，现在姑奶奶要用你去换他。讲真，大姐，你太高看我了。听说你是大理寺卿唐弥帆的女儿，又是靖王得宠的不像样的女人。别，她是唐家女，但是靖王的宠爱，小可怜表示从没感受过。谣言，绝对是谣言，并没有啊，同志们。姐姐啊，我确实是我爹的女儿，但是靖王宠我，这真没有啊。哼，这小嘴可真甜，皮肤也嫩，怪不得能迷倒靖王。大姐，你别自己给我加戏好不好？我没用的，我忍。女匪首口述，唐竹云执笔，啰啰嗦嗦写了2大页，核心意思就是王爷你快来，你不来我就被人先那啥后杀了。哎，先这样吧，写完了吗？给我看看，你这些都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写的字画圈，但是不影响大概意思吧？这封信的内容，王爷，我被圈了，朝廷圈了王圈圈，快让人圈放了，要不然我就圈了。哼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？不会写的，您找个人教教我嘛。我再誊抄一遍，我老老实实，您说的我一个字也没敢落下。贪生怕死的东西。等唐竹云重新写完信，他手一挥，把他拉下去，和那个病秧子关一起，回头姑奶奶来了兴致，半夜一起把他们俩给做了。或许因为唐竹云瞪大眼睛的表情太明显，女匪首伸手在他胸前摸了一把。这个还不错，果然情义3000，不敌胸脯2两。或许靖王就是因为这个喜欢你的。哼，姑奶奶也喜欢。太吓人了，你不是要救自己的男人吗？怎么还男女不济的？对了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碰他。要是弄成了破鞋，靖王恨不得留给我们撕票，那就赔了。谢谢王爷。进去。地上的稻草堆里躺着个人。你没事吧？半晌后，当他以为得不到答复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个暗哑的声音：没死。那个，我看你身上有伤哦，我荷包里有点外伤药，你用不用啊？用。那我来啦。你哪里受伤了？你怎么到这里来的？我莫名其妙就被抓来了。男人似乎知道他的用意，这是土匪窝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抓来，但是我被抓来是因为那个贼婆娘看上了我。
啊，这是海王啊！一边为了救男人而绑架自己，一边又看上了自己。这里竟然还躺着个被他盯上的男人，贵圈真乱。那你是因为抵死不从，所以被打成这样吗？我帮你解开衣服，先上药哈。男人嗯了一声。唐竹云解开他上衣，看见他身上新旧伤口叠加，不由对自己的处境表示担忧。他给他上了药。你能动吗？不能，他们给我的饭菜中掺了蒙汗药，加上我有旧伤，所以动不得。那我脱了你的衣裳和裤子，帮你下半身上药。好，这倒是个极痛快的。你别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是给你治病，回头也不会让你负责的。唐竹云刚拉下他的裤子，低头一看，唐竹云没有看到男人的小兄弟，这得多小啊！好惨一条汉子，被打成这样2级残废已经很惨了，没想到原本还先天残废。然而等唐竹云再仔细看，却又发现这是个姑娘啊！姑娘，你也好惨啊！一对超级无敌 A 横扫一片，他都没看出来性别。那个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死不了，麻烦你了。这声音这气质辨认不出来，真的不怪自己眼瞎耳聋。那女匪首喜欢女神，可是她对自己袭胸，又说要对这个一对 A 的姑娘，这算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觉得自己和这姑娘是同一类？并不是啊，瞎了你的狗眼啊！唐竹云挺胸，觉得自己还行啊。他给女子上完了药，累得坐在地上，抹了把汗道：等一会儿药粉吸收吸收，再帮你把衣裳穿上。啊，话说你怎么会被抓来的？说来话长，唐竹云等啊等啊，也没等到女子再开口。说来话长，所以不说了。哦，古人的思维果然不一样。啊，那个，你还需要我帮你抓几针，缓解一下软骨散的药效吗？可以。这不会是晋王失散多年的妹妹吧？说话这腔调，真是太香了。啊，可能会有一点疼啊，不要紧张。你还装了什么？嘿，想要什么都有。哎呀，今天怎么这么冷啊？咱们哥俩太倒霉了。来来来，喝一口。嗨，谁说不是啊？不过刚关进去那个娘们儿不错呀，要不咱们兄弟俩？嘿嘿嘿。要是这2个真敢进来撒野，他保证让他们做不成男人。老娘跟你们拼了！哎，那可不敢，兄弟，你刚来，不知道山上的规矩。刘二当家自己喜欢女人，但是不让底下兄弟随便乱动，说山上也有窑子，那些女人给钱就行。女匪首竟然还有这等觉悟！再说，你知道这娘们是谁？那是晋王的小妾啊！晋王的小妾不是该在王府里吗？这都能抓来啊？那就出门买头蒜，这是得罪了哪路神仙？说起来都是泪。你是晋王的女人？算是吧。怎么，你还认识晋王啊？他们为什么抓你？说是他们身上的人被抓了，想要抓我换人。废物！废物骂谁？现在试试，能动了吗？女子试了试，右边可以，左边还不太行。因为我还没扎那边呢。来了。还有糖吗？有啊。唐竹云把荷包里剩下的几颗糖都倒出来递给他，女子全部塞进嘴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糖宝。糖包，你还能记得来时的路吗？啊，我是被打昏带上山的，我只能记住从大唐到这里的路。今晚得走，我的体力一天不如一天，等到明晚机会更渺茫。他们既然是抓你做人质的，就算被发现，也不过受些皮肉之苦，所以你不用害怕。好，你有主意了吗？我跟着你走。另外，我虽然功夫不见得有你好，但是对付3-5个男人也应该可以。你确定？他怎么看这糖包都不像个会功夫的。我可以，我努力不拖你后腿。你也听见了，我是晋王的侍妾，倘若你救了我，晋王会好好感谢你的。你不用算计，我和晋王有故，会救你出去的。那你竟然还是晋王的相识，甚至还可能是相好。唐竹云假装肚子疼，把2个人引进来，女子从门后出来，瞬间把2人打倒在地。跟着我。好。啊，那个是不是走错了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
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。今日我们要在那里躲着，等下半夜的时候，所有人那个时候最懈怠，找机会。大堂里有一张供桌，女子带着唐竹云绕过看守的人钻了进去。你累了，便靠在我身上歇歇吧。不必。过了不久，凌乱的脚步声响起。慌什么慌？他的女人还在咱们手里，打上来了又怎么样？来人，先去把那个女人给我带来。谁来了？靖王来了。靖王啊，亲人啊！唐竹云简直热泪盈眶。二当家，娘们跑了，还有原来那个不男不女的也跑了。废物，连2个娘们都看不住。二当家，要不要把看守的人砍了？砍你娘，还不赶紧跑，等着被靖王一锅炖吗？哎呦，剧情跑偏了呀！这二当家反应倒是快，保命为上。别动，老实待着。去搜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亲王爷啊，我想死你了！他掀开桌布，连滚带爬的出来。王爷，快让人告诉我父兄，我没事。还好唐竹云没事，金陵未查到他被土匪带走。这个消息传到靖王耳中的时候，他现在都无法用语言形容当时的心情：震惊、担心，甚至害怕。再也见不到脸皮比城墙还厚，骂人比刀子还厉害，嬉皮笑脸却又心灵手巧、聪明机智的唐竹云了。王爷，您总算来了，还有个人。老实点儿啊！人呢？晕倒了吗？宋景阳，去看看。桌布微动，那女人从桌下爬出来，卑微的跪在地上。这啥情况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奴但求一死啊！难道这是靖王曾经的女神成功跑路那种？那也太惨了！现在又被靖王抓到了。哎，猪，是你吗？猪，你的鼻子有2个孔。唐竹云都快哼出来了。不是我，那个人已经死了。够了，宋景阳，带人去把土匪都给我抓来，一个也不许跑。我老常也来了，找到人了。哎呀，妹子呀，你没事啊？咋，我没事你还挺遗憾？让常大哥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啊，吓死我了。多亏了王爷，要不再晚点，不知道那些王八蛋能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多谢王爷。哎呀，这是谁？咋回事？妹子，他欺负你了，老子砍了他。不是，常大哥别乱来，这是王爷的故人，等咱们回去再说。行了，我投降，不要动我手下的兄弟们，把我和我那贼汉子关一起。另外，我再告诉你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，放过我手下兄弟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谁？柳双刀？怎么是你这个娘们儿？你什么时候到京城地界了？得了，这还是认识的。眼前的情况很快变成了认亲环节。你怎么来了？老娘还以为你死了呢。那不是你天天要嫁给我，我被你闹得实在受不了，投靠了唐大人。唐大人就是唐明帆。哎呀，我怎么之前就没想到呢？大姐啊，你现在是阶下囚啊，有没有点做阶下囚的自觉了？拿下！立刻有金陵卫上前把柳二当家抓住。王爷，你放了我兄弟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肯定对你有用。妹子，这娘们儿欺负你了没有啊？她是有点不着调，但是不至于让人把你了吧？除非她自己。袭胸还不叫欺负的话，什么叫欺负啊？她是不是欺负你了？现在过去，她怎么欺负你的？给本王原封不动的欺负回来。这臣妾真的做不到啊。来，你过来，老娘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真是个窝里横的东西，对着他横眉冷对，在外面却如此怂。去，本王在这里。王爷，真不用了，算了吧。妹子，你别害怕，他怎么你了？你和常大哥说，常大哥帮你讨回来。哼，我呸！你这贼汉子，当年我说你稀罕我，你非说不稀罕，现在又想占老娘便宜。你要死了！王爷的人你敢动啊？你是不是把他睡了？我大耳瓜子抽死你算了。他没怎么样我，就这样。
好了，王爷，您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，我倒是没事儿。要不你问问那边的苦主。哼，传令下去，众人在山上稍事休息，继续搜寻其他的土匪，休息片刻之后再下山。王爷，给我父兄送信的人呢？您派了吧？不用你管，你先找个地方休息去。累倒是不累，但是真的要吓死了啊！对了，王爷，您怎么发现我失踪的？菜吃了吗？还对胃口吗？昨日你生辰闹成这样啊！你若是没事儿，早点下山，我担心嫣然和琳琳。好，走，这就走。然而他还是忍不住看向跪在地上仿佛石雕的女子。宋建阳也看向晋王，目光中露出几分哀求之色。你带着他。是。果然没抓错人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贼婆娘，你快闭嘴吧！还以为在山上呢。我看党项也是个窝囊废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没把你管好。驱马离开。王爷，您的伤没事吧？爹，大哥都来了，我没事啊。没事，真没事啊。住在柴房里蹲了半宿，有点饿，然后你们就来了。是王爷，唉，多亏了王爷。我知道，我谢过王爷了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先回去。王爷，您想好的回来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试试，哪条腿迈出去就打断哪一条。快睡，姑姑不会再把自己弄丢了。大不了以后不吃算了。越想越气，李林终于也睡了。唐卓云让秀儿帮忙把他们抱到床上睡。秀儿做完这些嘟囔道：总算能和您说句话了，姑娘，您买头蒜怎么还能把自己买丢了？不说这个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讨厌吧？那土匪为什么要抓您啊？大街小巷上比您富贵的人多去了，怎么单单就看上您了呢？言外之意，家徒四壁，绑票这也是菜票，不算大肉票啊。因为我长得美。您再好看也20岁了，和那些13、14岁的小姑娘还是比不了了。这个丫鬟，她不要了，好好看着孩子。嫂子，你和我大哥说什么了？我爹和我大哥去哪儿了？阿云，你有没有被欺负啊？没有吧，就是好像有点欺负人，把一个英气十足的小姐姐当成了男人，还看了人家。哎呀，那人呢？一定是被靖王带回去了。现在两人是不是在相爱相杀？现在隔壁岂不是在上演18禁？好想上线吃瓜。那就好，可是如此大张旗鼓的上山救你，你的名声怕是……名声这东西前身有过吗？没事啊，要说就说，反正我好好的回来了。就是会牵连你们吧。阿云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自己才最要紧。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王爷那边。人家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女人，人家好着呢。阿云，你名声毁了，王爷能容你吗？难道王爷还能让他去死？我爹和我大哥是去找王爷了。阿云，我知道你向来无拘无束，和王爷也没大没小惯了，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影响甚大。老爷和大姨现在去求王爷，你自己也要软下身段，好好和王爷说说。就算再不济，你也要哄着他答应放你回家，知道吗？只要靖王答应，皇上那边可以再想办法，回头可以找个借口，就说老爷身体不好，你回来伺候他，倒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，可以全了大家的体面，不连累王府的名声。哦，那我先去看看啊。王爷说不定现在正想和那女子叙旧，被打扰了，岂不是很不高兴？哎呀呀，梦姐姐，千万别好心办坏事。您没事吧？你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吗？我爹和我大哥来了，在书房里和王爷说话。好，唐姑娘，您觉得我死了吗？算了，听去吧，这也不是他打得过的人。王爷，我年岁已高，需要人照顾，所以想求您放阿云回来。如果王爷不想在京城里再见阿云，我们就把阿云送出京城。进来，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当无事发生，王爷觉得行吗？我脸皮足够厚，就看王爷了。原本就无事发生，本王上山剿匪，带着宠爱的小妾，如此而已。靖王，你可真是个人才。
强的不服就服你。本王饿了，去把昨天没吃的那些菜都热了。好嘞，爹大哥，你们也都折腾了这么久，等等一起吃一口再回去歇着，也是给王爷庆生。旭儿，你买蒜了没？拿一头蒜来，我看看小龙虾还能做不？见过心大的，没见过心这么大的。等他出去之后，唐明帆带着唐伯欣郑重给靖王行礼。她已经是我的女人，保护自己的女人天经地义。只有唐竹云会这样轻轻放下，没心没肺的去做饭，这也是极好极好的。唐竹云就是个小福星，逢凶化吉，真的上天保佑。秀儿去柴房搬柴火，忽然啊了一声，大喊着有鬼，就跑了出来。哪里有鬼啊？里面，柴房里面。不是鬼，是人，就那谁。谁啊？啊，是不是山上咱们救回来那女人？哎，小声点儿，王爷又要生气了。哦，还跪着呢。跪着呢，王爷不发话，哪里敢起来啊？他身体状况原本就不好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靖王不是传闻中那般暴戾自衰的人，那他如此对待这女子，定然有原因。难道这是嫣然的生母，抛夫弃女？他从前是王爷的人吗？算是吧。我真是个小天才。王爷这算是爱之深责之切吗？也差不多。他可真是个挑瓜小能手。那求求王爷吧，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宋景阳，滚进来！哎，你把我害惨了。吃过饭，天也渐渐亮了。唐明帆说要去上朝，本王也去。那今日我们一起去吧，我先回去换朝服。靖王点点头，我伺候王爷更衣。你怎么了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就有2句话想和王爷说。说吧。就是在土匪窝里那个女子，我觉得她快不行了。她和你说了什么？她没说过王爷的坏话，反倒是听说我是王爷的侍妾，就说要护着我逃出去呢。你看，爱你爱到连你的女人都能救，这多不容易。你想帮她求情？我是有这种想法，如果她不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或者您即使不原谅，把她当个屁给放了呗。你在山上给她上过药？那就留她一条命，免得浪费了你的药。他心软了，口是心非的人啊。他显然还是对女子有感情的。你起来吧，我刚去问了王爷，王爷说让我给你治伤。女子却不相信他的话，西行出来，等靖王出来后道：王爷，您真的原谅奴了吗？倘若你真的想赎罪，那以后就好好的伺候嫣然，保护好嫣然。果然是嫣然的亲娘，是。还有她以后也是你的主子啊！不要啊，王爷，他自己已经是没名没分的小老婆了，要让嫣然的亲娘在他之下拿着他刺激人，他可不想做炮灰。是，女子一点也不按照常理出牌，她不是该不敢置信吗？倍感屈辱吗？见过主子，请主子赐名。好慌啊，咱们按照套路出牌行吗？他若是不收留你，你就滚。狗男人，要把他架到火上烤，等以后他们2个柔情蜜意了，他就倒了霉。炮灰命运预定，求主子收留。唐姑娘，您不给他赐名，就是拒绝他。您就收下吧，我也求求您。那你叫南星吧。此言一出，晋王、宋景阳和女子都愣住了。这是你们让我取名字的，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不怪我啊。不会这么巧吧？那女子原本也叫南星吧？南星，谢过主子赐名。南星吃了4碗饭，唐竹云实在被他饭量吓到，不敢再给他吃，然后又让他去休息。然而南星却死活不肯，多说几遍他就说如果做不好，晋王会撵他走。唐竹云就没法说了，再劝好像他吃醋，故意离间人家一家3口感情似的。等到人家一家团聚，再无隔阂，他一定得赶紧跑路。那个南星啊，我给你起这个名字是不是不妥当？为什么你们都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？奴婢原本的名字和这个名字有些像啊。那你原本叫什么名字？要不还用原来的名字？奴婢不配。这话他没法再接，否则就有揭人伤疤的嫌疑。嫣然很乖巧听话，一点都没有大小姐的脾气，还对人体贴。玲玲就是我侄子，和王爷亲近，我问他吃不吃醋，他说不吃醋，因为他也抢了玲玲的姑姑，而且他也喜欢玲玲。奴婢会伺候好嫣然姑娘的。也不用这么见外吧。
靖王上朝还没回来，嫣然和凛凛先来了，一个喊着姐姐，一个喊着姑姑，头不梳脸不洗的都来了。南星失神的看着嫣然，泪流满面。嫣然，你看这位姐姐，这是新来的侍卫哥哥吗？傻子，是姐姐啊？你怎么知道是姐姐不是哥哥的？姐姐没有喉结。奴婢南星见过姑娘。南星，你干什么？你快起来！这要让嫣然被雷劈啊！你是父王给姐姐的丫鬟吗？那给你，以后好好伺候姐姐。他把脖子上的项圈取下来递给南星。这孩子这时候倒真像个主子，只是主子哪有赏赐这么贵重的东西的？别闹！唐竹云给他把项圈带回去。以后南星和我一起照顾嫣然，好不好？姐姐说好就好。姐姐，你昨天是被大灰狼给抓走了吗？不是大灰狼，是坏人。没事儿了，王爷把我救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呢，再回去睡会儿。两个人都不肯，唐竹云只能带着两人洗漱，替他们梳头发。南星就在旁边定定地看着嫣然。说实话，那热切的眼神有些瘆人。然后做这些的过程中，靖王回来了。王爷，皇上问了昨天的事情吗？问了。那您怎么说的？我带着小妾去招安。父皇就罚了我3个月俸禄。那要不我给您补贴点回来？名声差也有好处啊，这事倘若发生在别人身上，早就捅破了天啊，咱们两个就见怪不怪了。靖王直接进内室了，留给他一个高冷孤傲的背影。啊，他脾气就是这么怪，你看对我也是。奴婢不敢妄议主子，同样是做小老婆的，他怎么自己就没有这样的觉悟？唐明帆来找唐竹云，问他王爷对他如何云云，却被唐竹云秀恩爱搪塞过去。看得出来，唐明帆甚是欣慰。哈，爹，你可真单纯。还有件事情啊，我隐约记得你和阮行之的女儿不和。是啊，那是不和吗？那是你死我活。之前呢，科场舞弊的事情我已经查明了，现在准备给皇上写奏折。这件事情啊，和阮家没什么关系，但是他那表兄啊，难辞其咎啊，你没有什么想法？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想做什么吗？爹是鼓励他去坑阮安若。爹，是不是阮安若又做了什么坏事啊？反正那丫头啊，不是个好的，该让她受点教训。你若是不想，我就去找阮行之说道说道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如果阮安若真的来找死，那他就送他一程。送走唐明帆，唐竹云很快就打听出来，原来阮安若在四处败坏他的名声，说他是被土匪掳走的，清白不保云云。好啊，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？给他等着。主子，奴婢去教训他吧。杀鸡焉用牛刀啊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今日留给你们的任务可完成了？我的完成了，嫣然的我也帮他完成了。靖王早上临走的时候布置作业，让两人射箭100次。李林倒是一丝不苟地完成了，可是嫣然却被弓箭勒得手疼，眼泪汪汪的过来，把红彤彤的小手给唐竹云看。你不想练了？嫣然含泪点头，她不想练，也不知道父王最近怎么了，总想给他打鸡血。可是他既不想摸弓箭，也听不懂知乎者也。父王这是把他当成男孩子培养吗？要是这样，他还是好好关注凛凛哥哥就够了吧。他不行，也不想行，他就想做姐姐的小尾巴，没心没肺，开开心心。唐竹云知道他的这些想法后，都要心梗了。靖王知道嫣然的这些想法，能不能把自己砍了？好好一孩子，怎么就被他带得胸无大志？没办法，他自己也是胸无大志，教不出机械娃。你不害怕父王回来罚你吗？怕，可是手疼。我今晚和你父王谈谈，但是今天的任务你先完成好不好？生病了就可以不练了？那不行，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要负责到底啊。王爷，嫣然手都要磨破了，他还想给您绣个荷包留着过年。那就算了，你们玩吧，我去更衣。玲玲哥哥，我手好疼。我知道，可是王爷生气了，
等练完了，哥哥给你呼呼。这什么神仙青梅竹马？他为什么就一个大哥？他想做7个大哥的妹妹，10个也不嫌多啊。算了，父王不勉强你了。父王，您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倒是给我们笑一个。去厨房玩吧，吃糖葫芦去。琳琳，你跟我出去骑马。谢谢父王。姐姐，不是还可以用其他东西做糖葫芦吗？开始做吧。靖王没看他们，带着琳琳走了。唐竹云其实很腹诽他这种举动，怎么给嫣然脸色呀？故意对琳琳亲近，想让嫣然吃醋。这也就幸亏嫣然天真烂漫，不是吃醋的性子，否则还不得恨上琳琳啊。姐姐喜欢我，父王喜欢琳琳哥哥，我们都高兴。希望宇文家的祖宗半夜别找他兴师问罪，问他为什么能把人家孩子养成自己这般。这个孩子就算知道他是优秀的，还是每次都会被惊艳。如果他是嫣然该多好，他很想嫣然成长为英姿飒爽，能够承担起一族光复之责的孩子，甚至于他能像唐竹云那般爽利性子，为达目的矢志不渝也可以。然而嫣然到底太过软弱了，不行，不能这样。琳琳，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好好读书中状元。中了状元之后呢？光宗耀祖，让姑姑凤冠霞帔。琳琳，你想过吗？你爹会有自己亲生儿子的。王爷，您还介意这件事情，对吗？您会不会为难姑姑？王爷，您别嫌弃姑姑，她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只是我已经塞不回去了。他做的错事和你无关。她也没有对不起王爷。认识王爷之后，姑姑没有和您作对，她帮您照顾嫣然，她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我知道他不是坏人。王爷，以后我会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对您好，等您老了侍奉您。我知道你是极好的，我不会追究过去，也不想为难你姑姑。我是想问你，将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知你骄傲，不会去占不属于你的家产。家产？姑姑说我们唐家除了4面墙，剩下的家产都在肚子里了。这句话非常唐竹云。可是姑姑还告诉我，将来我的所有花销她来负担，不会让我成为任何人的负担。那你不怕拖累她吧？不怕，姑姑说我是她甜蜜的负担，也是她值得期待的未来。以前她觉得养狗和养儿子不一定什么好，但是她现在觉得养我很好。傻孩子，被你亲娘忽悠瘸了，比狗好，难道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？他想说什么来着？怎么就偏到了这里？对了，是嫣然招赘婿的事情。他想好了，嫣然性子就是那般，怎么也提不起来。既然如此，给他找个能干的赘婿，从小悉心培养，不是很好吗？尤其是唐家父子人品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唐竹云这呆孙现在也算改邪归正，琳琳已经这么大，3岁看老，目前看来真的极合他心意。唐竹云暗忖，呆孙说谁呢？呆孙也被你夺完了。他对琳琳要更好，也希望嫣然能和琳琳好下去。唐竹云要是知道他的想法，一定脱了鞋扔他脸上，打死你个包办婚姻的老混蛋！以后我也会管你，和你姑姑没有关系。那王爷能不能不欺负姑姑？他什么时候欺负唐竹云了？他对他不是一直诸多忍耐吗？王爷现在是没有，但是将来若是迎娶了正妃，怕是就不一样了。谁说的？唐竹云要是敢用孩子争宠，他琳琳这样的孩子怎么能困于后院的鸡零狗碎？我自己想的。为什么这么想？因为姑姑说男人就像狗，不嫌家贫守住自己妻儿才是好的，跟着别的肉包子满街走，随时都能回家反咬一口。他就这般和你说的？靖王简直出奇的愤怒了。不是的，他和秀儿说的，被我听到了，我觉得很对。以后王爷若是有了正妃，倘若他和姑姑发生矛盾，您定然也会向着正妃，对吗？我只向着道理，而且我的婚事自己做不了主。是王爷不想自己做主，否则您会力排众议，就像当初把嫣然认回来一样。是他没有遇到想要为之付出所有的女人，他也不想遇到。
他怕自己给不起，因为他的骨子里流着薄情和背叛的血液。王爷，如果有一天您厌弃了姑姑，或者姑姑想自己离开，您放她走好吗？靖王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琳琳牵着鼻子走。明明他想给嫣然培养未来相公，怎么现在成了琳琳对他的婚事指指点点？这很不对。你有没有觉得王爷对琳琳比对嫣然还好啊？那怎么可能啊？谁是亲生的？如果真是您说的那样，除非什么？除非玲玲是大爷和王爷生的，您就说那可能吗？靖王身边为什么没有女神？之前他想的一直是受了情伤，或者曾经沧海难为水。现在秀儿给了他新的思路。靖王是不是喜欢男人啊？比如宋景阳，早就该被打死了，还一直蹦跶的欢。他怎么就没问问清风，靖王是不是他的客人呢？这件事情记下了。阮安若回来了。回来了，秀儿，咱们走。拦住了刚从侯府回来的阮安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不能乱来，否则我就去告诉王爷，你私自出门。谁说我要乱来的？我今日是想积德行善，慌什么啊？上次听说你定亲之后啊，我就想着凭咱们俩的关系啊，我无论如何也该送你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我不要。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呢。你干什么了？啊，也没做什么，就是见到青楼中有个叫小桃红的姑娘，没什么生意，天天被打骂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了她100两银子。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果然和那些肮脏的地方人有染。小桃红接了我的银子，感激不尽，非要报答我。然后我想啊，我也没什么要他报答的，于是就让他帮忙试探试探你表哥。你表哥现在和他难舍难分啊！哎呀，看着真是又可气又可怜的。你那么冰清玉洁，他却千人整万人睡，回头你表哥还得嫌弃你不如他会伺候人。我劝你啊，这门亲事还是算了吧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怎么，只许你散布谣言坏我名声，不许我找块毒肉毒死你家狗啊？行了，你也得谢谢我，要不你能知道你表哥这不可靠，还不赶紧回家退亲去啊？阮安若含泪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咬着嘴唇快步回到家里。这就完了？他还摩拳擦掌，等着姑娘放大招，然后就没了。这算哪门子的报复啊？这不是帮阮安若脱离苦海吗？完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他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感觉姑娘肯定憋着坏招。妇人之仁。亏他还以为他自己能报仇，原来就是这种手段。我这不是跟着王爷学会了宅心仁厚吗？哼，琳琳，饿不饿？走，咱们回家吃饭去。姑姑一定有办法。他可没看出来唐如云这办法多好。虽然眼下气到了阮安若，但是后者肯定会退亲，以后远离渣男，能去那种地方的有什么好男人？3天之后，宋景阳，回王爷，是隔壁阮府的姑娘定亲，今日是请期，阮府怕打扰，提前让人过来说过了，也送了喜糖喜饼。阮府哪个姑娘？就前几天和夫人吵架那个，还是嫁给之前那个逛青楼的表哥。今日请期，1个月后就成亲。事情如何就这样了？这3天里，唐如云一定动了什么手脚。可是唐如云表示根本没有。被靖王请教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得意洋洋，眉飞色舞。王爷只是按照常理推测，那自然没错。然而有些人就是拧巴，有被害妄想症不说，还总觉得别人都见不得他好，非要逆着常理来。他觉得我要拆散他姻缘，那就说明他这姻缘是天上地下再也求不来的，他怎么能让我得逞呢？我让人勾引他表哥，说明他表哥优秀啊，他偏要把他表哥抢回来。阮安若回去后就把亲事提前了，只可惜呀，1个月还是太晚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女神？不过也够了，我去给他加把火去。秀儿，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就是有点心疼。看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有钱难买我高兴。喊上你娘，咱们走。南希，你也来帮忙。
我也要去撒钱。夫人，带着我力气大，嗓门高啊。走，一起去。他要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姑姑说我和您穿一条裤子，有事情都不爱告诉我了。走，本王带你去看看。唐竹云换了100两银子的铜钱，沉甸甸的6大筐，系着红绸子一字排开，别提多拉风了。虽然婚事做不成，但是他也要帮阮安若造势，让这婚事京城中人尽皆知。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？嘿，提前我还花了10两银子，请乞丐们广而告之，附近的困苦吃瓜群众昨晚就开始预定最佳位置了。唐竹云回家都累瘫了。撒币他果然不行，但是偶尔做撒币的事情，心情实在美好的冒泡泡。我这事儿做得多漂亮啊！以德报怨，他散布我谣言，我祝他天长地久。你在打什么主意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哎，王爷，您瞧好吧。姑娘，您多洗洗手啊，从前多脏呢。来了。哎呦，那脏水不换，您洗多少遍不一样，换水去。妈妈高兴吗？高兴，太好玩了。下次李明哥哥也来。等将来我成亲的时候，我坐在花轿上撒钱，一定更有趣。啊，那要把轿夫累死啊！5日之后，唐明藩上书皇上，揭开了查处震惊后世的科场舞弊案的序幕。舞弊案牵连到上百名官员，数百名各地考生，其他有牵扯的人也不在少数。皇上龙颜大怒，众人惶恐。皇上把这件案子交给了唐明藩判决。唐明藩下令问斩100余人，流放数百人，另有近1000人受到另外的责罚。一时之间震惊朝野。我爹自己就是出身寒门，知道寒门学子的苦。你不害怕？怕正义得不到伸张，怕这天下暗无天日。是啊，也怕我爹被报复。然而我爹是唐明藩啊。姑姑，长大以后我也要做像祖父一样不畏强权的清官。好，姑姑其实呢不愿意你选择一条艰辛的路，但是倘若那是你心之所向，姑姑也不会拖你后腿。人活一世，苟且偷安很好。然而大部分人能有苟且偷安的机会，是因为有人在前方披荆斩棘。倘若你要做那开路者，那姑姑为你骄傲。无论多艰难，姑姑希望你好好活着。但是倘若有一天你选择舍生而取义，也不必顾虑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家里的人。这是唐竹云能说出来的话。姐姐，你看秀儿给我编的好看吗？好看着呢，回头我再画个娃娃，让秀儿给你做出来系上去，就更好看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去画。行。宋景阳，多派人手保护梁府之人，最近你也少出门。那我明日出去买一趟东西，然后最近都不出门了。唐竹云出门的时候被狗咬了，他遇到了歇斯底里的阮安若。阮安若披头散发，疯狗一般的过来，口口声声说自己被唐竹云害了。你表哥不是被流放了吗？怎么死在半路上？你守了望门寡？没关系，你好好守着，回头申请贞节牌坊，我让我爹给你帮忙。回去换鞋，别染了狗瘟。这份报应来的还是太迟了。姑奶奶，你要出门吗？奴婢和你一起去。绿竹很少出头露面，找他肯定有事。什么？姨娘小日子已经过去了几天了，所以奴婢自己猜测多半是。但是奴婢说请您去看看，姨娘又说什么都不肯。不是，他和我大哥两人在一起了。姑奶奶，您这姨娘本来就是大爷的人，在一起不再正常不过吗？果然男人就没什么老实人。亏他之前还觉得唐伯欣立场坚定，要等两人生出感情之后再，结果没过几天还是忍不住滚了床单。应该是有孕，只是日子太短，等过10天我再来看看。最近就注意啊，尽量别行房。阿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好，勾引你大哥，这么快就忘了过去？我没有，我只觉得大哥太坏，不让你多熟悉熟悉。但是看着你欢喜，我就很高兴啊。你又没做错任何事情啊，没有辜负任何人，凭什么不能和我大哥琴瑟和鸣，生儿育女啊？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安慰我的。说起来，这件事情也是阴差阳错，
唐竹云宣告了这个好消息之后，看着父兄都高兴的要叫席面，这才回去。王爷，您说什么？我说嫣然这性格。王爷，您想要她和玲玲一样？那不可能，要怪只怪您没给嫣然那性子。我是这般想的，男女本身就不同，女孩子也各有不同。你想不通这点的时候，就想想我和秀儿。哼，我看你们主仆倒是挺像的。这狗男人人模狗样，就是长了这张嘴。那您想我和南希那一样吗？再说嫣然才5岁，我5岁的时候还在乡下玩泥巴呢。你多接触几个孩子就知道，他只是比不过玲玲，但是他很好了。而且倘若他真是掐尖要强的孩子，那可以培养他。但是如果是容易满足的，想和世人一样也没什么错，就让他开心平稳的长大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，性格独立，知足常乐，可以靠自己，也相信感情，不很好吗？王爷，我想的不一定对，但是你对玲玲掏心掏肺，我对嫣然也会尽心尽力。姐姐，下雪了，下雪了！这天气太适合吃锅子了。薄薄的鲜红羊肉，用筷子夹着，在沸水中过几秒，蘸上他秘制酱料，送入口中，麻辣鲜香，绝子。唐竹云一边吃一边照顾2个孩子，秀儿和南星埋头苦吃，不过一个叽叽喳喳，一个沉默是金。等父王回来，做给父王吃。好，等等。南星忽然放下筷子，抱起嫣然就往后退。片刻之后，懵逼的唐竹云听到了打斗声，只是这声音从屋顶传来的。他聪明的也拉着玲玲和秀儿往后退了几步。他的锅子太好吃，把刺客引来了。有自己人，不用怕，您过来。咱们不跑吗？不用跑。那要不咱们继续吃啊？不用跑，就说明没事，锅子别烧干了。不行，我怕房顶不结实。就见一人从屋顶落下，一头栽进了锅里，然后发出惨绝人寰的呼声。南星这乌鸦嘴，壮士好身手，壮士威武，这壮士是不是有点眼熟？这不是凛凛他亲爹吗？亲啊，别抢儿子好吗？哼，休想！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。打扰夫人了。该多谢您才是。哎，怎么是你？完了，被他发现了，是死不认账，还是仗势欺人，威逼利诱？也不知道他不畏强权，还是钻营算计。怀上，好久不见。姑姑，不要怕，怀上不是坏人，他认识王爷的。原来壮士叫怀上，这名字真催生，所以一击即中。比起来，招弟来弟都是弟弟。啊，夫人，我是王爷的属下，御前侍卫怀上。姑姑，怀上是御前1等侍卫。小东西，求求你了，你快别和他说话了。姐姐，我还没吃饱。瞧，不愧是你女儿，胆子大，能吃啊。唐竹云带着几个又在厢房支起了锅子，除了他没什么胃口，剩下的人吃的都很带劲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把留给父王那份吃掉了？啊，不是，还有。那就好。瞧瞧，他培养出来的小吃货。姑姑，御前1等侍卫很厉害的，只有30个人而已。啊，那么多啊，也没怎么厉害。比如晋王就一个，凛凛是怀上的儿子，是会恃强凌弱帮他把凛凛留下，还是大公无私把凛凛送走，拉拢下属？怀上很厉害的，他很可能就要做副都统了。他越厉害你越危险啊，傻小子。不过幸亏他当年被浓妆艳抹，涂抹成自己都认不出来的鬼样子，
所以现在还能苟且偷安。怀上效率倒是很快，屋顶没修好，刺客已经审问完了，这是科场舞弊案的后果。果然有人雇凶伤害唐家的人，不过这个刺客的目标原本是唐家，只是还没到唐家就被发现了。唐竹云又捏着嗓子谢过他，引起屋里几人的侧目。姑娘，您染上风寒了，早点吃药啊。姐姐，生病要吃药才能好。我没事啊，快吃吧。我听说抓到了刺客，哈哈哈！怀上不错呀，改天咱们兄弟切磋切磋啊！只是惊扰了夫人和姑娘，请王爷恕罪。他们呢？父王，在这里，快来吃羊肉锅子，可好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我没事，姐姐没事，玲玲哥哥没事，秀儿没事，南星没事，我们都没事。晋王让唐竹云在对面房间再摆上一桌，唐竹云让秀儿忙进忙出，自己没有在怀上面前出现。你姑娘呢？我姑娘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有外男在，她不好出面的。哎，那我呢？也没见夫人避嫌呢，我是不是比怀上更像自家人呢？更像自家的狗腿子。总觉得唐珠子又想搞事情，他从来就不是那避嫌的人。他对怀上怎么这么不一样？难道他看上了怀上？怀上的外貌确实出众，身上又带着谦谦君子的儒雅。不要紧，怀上不是外人，让你家姑娘把琳琳送进来。王爷喊你进去，这要是没问题，他把脑袋拧下来。他唐竹云对天对地对自己，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心虚气短的时候？有问题，一定有问题。那难道是唐竹云盯上了怀上？可是他的性格很直接，比如看上了自己就直接设计爬床，来不了那些欲拒还迎的把戏。今日这番举动实在是奇怪。怀上是个懂礼的，吃过锅子就要离开的时候，还隔着帘子给唐竹云行礼谢过他。还是位不必客气。这个大扑棱蛾子又搞事情啊！怀上跟了王爷多久啊？忘了，反正挺久了。他成亲了没？没，光棍儿，和我一样，嘿嘿。他有几个孩子啊？我都说了他没成亲，哪里来的孩子？王爷不也没成亲吗？没有孩子。跟着王爷忙成狗，谁有时间搞那些？那他兄弟几个啊？7、8个吧。哎，夫人，你们这么详细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想把秀儿许给他？是啊，是啊。哎呦，那肯定不行。怀上祖父是刑部尚书，他是他爹唯一的儿子了。啊，你不是说他7、8个兄弟吗？堂兄弟也算兄弟啊，又没分家。他们这一房啊，就怀上一个，而且呀，怀上的爹早早就没了。他娘啊，定然是要给他找个名门贵女成亲的，不像我，没人管，我娶谁我娘都不管的。哦，完了，有一个寡妇的娘，一心指望儿子出人头地，这种多半很苛刻，对血脉也执着，肯定留子娶母那种。哎，您别问了，秀儿啊是不可能跟怀上的，跟我还差不多。哦，唐竹云对怀上很上心，他一点都不相信唐竹云说什么给秀儿问的鬼话。秀儿那咋咋呼呼的性格，给宋景阳都不行，更何况怀上。他不信唐竹云不清楚，他分明是替自己问的，毫无疑问，他对怀上上了心。难不成他还以为做了自己的女人，还能再嫁给怀上？他想得到美。不是，这笔粗制滥造，改天父王让人给你换一批好的来。可是孟姨娘说这是最好的护笔呀。但是他没有见识。好了，继续画吧。父王，我画完了，你要帮我题字的。好。明日他决定去问问唐伯熙，比如怀上的发展前景到底如何，做了副统领那又是什么官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大哥，我是来问你的，不是让你问我的。都说女人一孕傻3年，为什么他觉得孟雨兰怀上了，自己大哥先傻了？唉，套话失败，回头还是问琳琳吧。哎，我怀疑妹妹啊又发病了。阿云有什么救急吗？岂止是有救急，是要命的花痴病啊！不可能，阿云怎么可能见异思迁呢？哎呀，我就怕她自己布局的是见异思迁。
哎，你觉得他喜欢王爷吗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不至于做出那样糊涂的事情来。我也觉得不至于，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。玉兰，你是嫂子，有些话呀，还是你劝劝他吧。这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嘛。好，这原本也是我分内之事，大爷放心。你叫我什么？波心。姑娘，你知道吗？阮安若嫁出去了。啊？阮安若难道嫁给了他那个流放岭南的表哥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？当然不是了，她做了七皇子的小妾了。想到七皇子那阴晴不定、阴阳怪气的傻缺样子，这俩人很般配。祝他们相爱相杀，虐恋情深，挖眼挖肾挖子宫，别再祸害别人了。可是阮安若显然并不这么想，她现在只能做个最卑贱的小妾，是拜谁所赐？正好七皇子也想寻晋王晦气，这俩人一拍即合。其实这才是阮安若能进七皇子府的原因。他和七皇子说，他能帮忙对付晋王，因为他知道唐竹云的很多事情，比如唐竹云和清风来往甚密，包括后来唐竹云给清风提供补肾丸的事情。这天，唐竹云把药交给了秀儿，只要银票，不要像上次那样鼓鼓囊囊一大包银子拿回来，太显眼了。没有碎银子，零头就先攒着，记住了吗？知道。姑娘太厉害了，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呢。你小点声，王爷还在呢。晋王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不去上朝，也不出去了，天天在家里待着，不知道想干什么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做什么？活腻了吗？宋爷，不是不给您面子，而是我们收到举报说有人卖不干净的脏药，这不就抓了个正着？放屁！谁说这药不干净了？每次他都盯着姑娘洗好多遍手，所有的药材他都自己帮忙处理好几遍。谁说脏，他和谁急。不干净的脏药，药都是治病救人的，不干净的是人心。这些药是流到青楼的，是不是？谁跟你说是流向青楼的？我的亲王爷，您来了。官兵们给晋王行礼，他们一松手，秀儿就噔噔噔噔的跑回来，躲到晋王身后。王爷，他们想抢您的药。王爷，姑娘配的药，我怕把您吃坏了，所以打算拿出去让人给看看，结果他们就来抢。秀儿，你名副其实，实至名归。王爷，属下等是听说这药乃是不干净的药，请您允许属下把这些药带回去查验，否则无法交差。可以，这是本王服用的药，如果你们查出有问题，也是帮了本王的忙。秀儿，给他们。得虚成什么样子啊？需要这样的大补啊！第二日，药被送回来，同时一个消息震惊朝野：晋王不行，全靠补药。怪不得他要唐竹云那名声尽毁的女子，原来唐竹云还有这等神药。也有人真心想求药，王爷都用的药，肯定错不了。男人用药不可耻，不行才可耻。买药去，求路子。王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给清风供药了。为什么不？以后交给宋景阳，让他去送。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再查。破罐子破摔，你不是一向很擅长？怎么，本王就不能用这招了？能，您能，您最婆，您使劲摔，全天下都知道您肾虚了，摔吧摔吧。再给本王准备一些药，本王要留着送人。啊，好。其实这药真的不是脏药，也有强身健体的功效，就是服用量的大小。您打算送给谁之前和我说一声，我根据年龄和身体状况告诉您该怎么服用。怀上怎么服用？怀上年纪轻轻就不行了，那琳琳她倘若知道，岂不是志在必得？这就受不了打击了。不对啊，像七皇子那种一眼看过去就知道那是他潜在超级 VIP 客户，但是怀上那体格怎么也看不出来虚啊。王爷在开玩笑吧？我看怀上身体很好啊。是你了解他，还是本王更了解他？不是，王爷，男人从来不会承认自己不行的，就是和亲爹都不能承认啊。和您就更不会了，除非你俩有一腿。
啊，不能，怀上喜欢的是女人，也不好说。那晚他其实很粗暴，一点耐心都没有。难道当时他和晋王发生了矛盾？唐竹云脑补出了一大段狗血恩怨纠葛，这女人怎么能如此恬不知耻？唐竹云，在，给您，都给您。您要给怀上吃就给他吃，你俩干什么我管不着啊。你要是敢对怀上有什么想法，别怪本王不近人情。不敢，绝对不敢啊！我现在就去给您取药。你们上层人会挖？不必了，本王不要了，你给本王安分守己。放心，我一定安分守己，生是王爷的人，死是王爷的死人。秀儿一听唐竹云让她给怀上送药，立刻跳起来道：啊，姑娘，我可不去，您这样可太不厚道了。我怎样不厚道了？王爷都被您弄得不好了，您还想勾三搭四？谁弄的？我什么时候弄他了？当然是您了，现在全京城都知道王爷不行了，您不得负责任吗？要不是为了帮您兜着，能这样吗？那我怎么负责啊？给王爷生个儿子，谣言不攻自破。您看，您和孟姨娘几乎同时出门进门，人家都怀上了，您呢？你没看到我们睡2个屋子吗？孟姨娘和大爷也睡2个屋子啊。败了，就让这个死丫头送个药，怎么反过来还催生了？而且秀儿，你倒戈了呀！你快去吧，这是王爷的意思，王爷想给怀上送药。您早说呀，原来是给王爷跑腿儿，那我去。哎，不对，宋景阳呢？怎么不让他去呢？不行，这是王爷专门给怀上的，怕宋景阳吃醋。你见了怀上就说王爷让他吃的，别问，吃就行，1天1粒。这吃就行，不让问，怎么像遇刺毒药一样呢？揣着药去找上怀上，怀上见到秀儿的时候还有些吃惊，这不是王爷那里的丫鬟吗？等他听完秀儿的来意后，更是一头雾水。可是秀儿已经跑远了，这真是王爷给他的药，而且还不让问，也不好直接去问王爷，所以他找了宋景阳。王爷给你的药，我没听说啊，是不是有人想使坏啊？是府里那个丫鬟叫秀儿的给我送的。哎，走，别猜了，直接问王爷去，王爷在呢。晋王听说后面色冷峻，本王没有。那就是秀儿自作主张了。这是什么药啊？哼，补肾的药。我去问问秀儿，为什么给怀上不给我啊？我和他不更好吗？好，唐竹云，你很好，你果然盯上了怀上，还敢打着本王的旗号行事。唐竹云油盐不进，他救不了了。然而有人能管得住他。晚上，晋王把唐竹云喊到了自己书房。你让人打着我的旗号去给怀上送药？是啊，不是您说的想要给他药吗？那本王之后又说不用的话被你吃了。我以为您不好意思麻烦我，我想为您排忧解难嘛。怀上来告诉您了，他有没有说效果怎么样？很好。这么快就见效了？他如果还想要的话，我这里免费无限量供应。对了，王爷，现在送景阳出去送药，这银子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给我结算一下。哼，给你结算一下？你不知道，你现在人都是本王的吗？你以为本王1个月给你100两月银是白给的？亏得还以为晋王帮自己端着烫手的锅，愧疚又感激，没想到他直接把锅端走了，占为己有。王爷，要不咱们28分？19可以考虑。我9，您1。你说呢？给你1成，爱要不要？这是强盗啊！不要真就1个子儿都没有了。你到底为什么给怀上送药？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王爷，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啊！如果您这么想，那我以后绝对不再见怀上。他是在保护怀上，他竟然也会有这样的时候，很好。你是本王的侍妾，你知道我也看不上你。谢谢，彼此。我若是把你赏给怀上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甚至如果你能帮我个忙，给他做正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王爷，您怎么能这么坑手下呢？您明明知道我都生过孩子了，主动往怀上身边凑，他脑残啊！要是变聪明了，很好，
他教不好的，就让他父兄来教。第二天，秀儿来喊唐竹云，说是孟玉兰找他。嫂子，是不是我哥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真没有，真没有。大爷待我极好的。这是要干什么？阿云，你说实话，王爷对您不好吗？啊，没有啊，我们这就隔着一道墙。要是真不好，你也不能不知道啊。当然，你们好，我是最后知道的。关起门的事情真不好说。你实话实说。这就是实话呀。王爷虽然不爱笑，有时候也挺凶的，但是啊，他都是嘴上凶。再说，我这般自由散漫的性格，也就王爷能纵着我了。那你怎么看怀上呢？怀上？嫂子，是不是有人跟你和我大哥说了什么？难道是怀上来试探了？没有，就是听说王爷有个属下最近回来了，也经常跟在王爷身边，所以才问问。啊，我不太熟，话多没说几句。就有一次，王爷说给他送点补肾的药，我就让秀儿去送了。后来王爷又不承认，怪我自作主张，我也没和他吵。除此之外，再也没什么了。那定然是王爷误会了。他误会什么啦？王爷以为你对怀上有意，又不好意思直说，就让你大哥同你说说。靖王这个告状精，他竟然，那是王爷误会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和他解释的。大哥，你别藏着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大哥，你出来啊，有正事要说。然后唐竹云看到了自己的父兄从内室出来，而屏风后站起来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是靖王。这厮竟然……王爷，我早就说过，阿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您看，虽然身份尊卑有别，但是阿云安分守己，却被王爷平白无故扣上这样一顶大帽子。王爷，这件事情您打算怎么办？婆媳说的不错，王爷，小女粗鄙，然而把她送到您身边也不是我们的本意啊。虽然双方都是为了将就，但是小女尽到了本分，王爷却一味猜疑。既然王爷如此不喜，那就请和微臣一起到皇上面前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爹，大哥，你们都别激动啊。那看起来这件事情只是一场误会，是本王冒失了，还请唐大人不要见怪。你误会了我，和我爹道歉，小气没人权啊！看起来他在家人面前也没有一句实话。我先回去，你在家里多待一会儿，陪陪家人。阿云呐，晋王吃软不吃硬，你不要和他拧着来。这事情啊，实在是你办的，让人想入非非呀。你那么会哄人，稍微用点心就能把他哄得团团转。还有怀上，你不会真的看上他了吧？大哥跟你说啊，绝对不行。我为什么要留下？爹知道让你给王爷做妾委屈你了，可是之前的事情，算了，你如果实在不愿意，那爹也就豁出去这张老脸。别，爹，我没不愿意啊。王爷对我不错，你们不用为我担心啊。今日是因为我的事情，您和大哥才没有去忙吧？那正好，既然大家都在，有件事情我想说一下，是凛凛的事情。阿云，你走，你回去伺候王爷。唐家的事情不用你管，凛凛是我的儿子。大爷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大哥，够了，5年多了，过年，凛凛都6岁了，你为了我耽误了前程，我改变不了，我不能再看你为了我同嫂子生了嫌隙。你那么在意她，为了她连前途都不要了，一定也舍不得她伤心啊。不用你管，你走。大哥，凛凛是我的儿子，不是你的。罢了罢了，这笔糊涂账啊，就算在外人面前不扒开，也该让雨兰知道了，否则呀，太委屈她了。老爷，玉兰不委屈的，能跟着大爷，能帮大爷伺候你，是我的福气。凛凛怎么就成了唐竹云的儿子？唐竹云自己把事情始末说了。嫂子，你知道，虽然你名分有缺，但是我是把你当嫂子的。你肚子里怀着的是我大哥第一个孩子，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孩子，你不要误会大哥。阿云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嫂子，过去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。
而且看着玲玲，我其实不后悔，就是不想你和大哥生了嫌隙。这件事情，其实王爷和玲玲都知道。眼下我要想办法认走玲玲，虽然不一定行，但是我会尽力的。阿云，既然你也认我是你嫂子，那我今日也就大胆的以嫂子的名义跟你说，玲玲是唐家的孩子，是大爷的长子，这一点不会变的。以后你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，玲玲我们管，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起波澜。你看咱们唐家家徒四壁的，以后呢，兄弟姐妹们之间有什么好争的？但是咱们唐家诗书传家，凛凛正气，便是100个儿子也都叫他们成为朝廷栋梁。难道他们兄弟只能限于一世之争，不能放眼于天下吗？嫂子，玉兰说的对，琳琳啊，不用你操心，琳琳就是唐家的孩子。舒兰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的儿女多好啊！怀上有些懵，又不敢直接去问王爷，便在四海楼单独请宋景阳。景阳，你给我说说，这药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到现在还云里雾里的？我说你怎么今日铁公鸡拔毛来请我吃饭了？加菜加菜，4个菜够谁吃的？加一份小葱拌豆腐，再加一份酱肘子。你以为喂兔子呢？怀上，你说你攒那么多银子做什么呀？准备带到棺材里去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打了这么多年光棍，是因为你不舍得花钱娶亲。这厮和他不一样，长得人模狗样，又不像王爷那般总板着脸，生人勿近。所以便是从前两人都跟着王爷的时候，也是怀上女人缘最好。宋景阳表示很不服气，但是从前的事情也就算了，现在秀儿给怀上送药，宋景阳越想越气。偏偏他去问秀儿，秀儿说他有病，但问题他有病，咋不给他送药？然而秀儿踩了他一脚就不理他了。哎，那你喜欢秀儿？喜欢她，干净爽利还忠心。可是她是个丫鬟呀。丫鬟怎么了？我娘不也是丫鬟？哎，反正她和别人不一样。如果是王妃的丫鬟倒也算了，只是夫人的丫鬟，身份还是低了一些。哎呀，8字还没一撇的事儿，王爷和夫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更别提我们了。秀儿那咋咋呼呼的性子也就和他相配，别人不行，他不怕他跑了。哎，行了，别说我的事儿了，酱肘子我不白吃，赶紧说。哎，就我刚才说这件事情，你也知道，几年前我做的那件事情触怒了王爷，王爷到现在也不待见我，把我支得远远的。那件事儿啊，你是做的太不地道了。你明明知道王爷不喜欢女人，你还把王爷送到了花船上。当时王爷初次进京，谁想到路上被人算计中了那种脏药，他能怎么办？他还花了100两银子买了个干净的青瓜，花船上带着浅粉色花，都是青瓜。这100两银子后来因为王爷震怒，也根本没有报销，他甚至不敢再提，更不敢问王爷那青瓜到底清白不清白，也不知道这100两银子是不是物有所值。这件事情已经成了怀上的心病。更惨的是，接下来他经常被王爷外派，心里觉得王爷还因为那件事情而生气，花了银子还倒霉，怀上快要憋出内伤了。要是我啊，直接把王爷往那水里一扔，什么药性解不了啊？吃过了夫人做的饭，再吃外面做的，嘿，都成了将就了。那你别吃了，快和我说说这药的事情。我哪里知道了？我单知道啊，那药是夫人配的。后来闹出来那件事啊，你也知道了，别人都说咱们王爷把补肾丸当饭吃，我呸，那谁吃得起呀？你知道吧？那补肾丸那么小的一粒儿，要198文，1瓶20粒儿，那就将近4两银子，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。哎，那银子现在是给了王爷，还是夫人自己拿着？不知道，反正我都交给王爷了。所以这药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王爷，我没喜欢怀上，我只是爱屋及乌，您懂。只要你答应本王一件事情，我可以让你嫁给怀上，这句话还作数。求求了，如果我做错了事情，请用法律惩罚我，别用孩子的亲爹来吓唬我啊！胆小，谢谢王爷。只要您帮我一个小忙，我那日进斗金的补肾丸生意，所有收益都给您，怎么样？哼，年纪轻轻脑子就坏了。
本王不是说了，你的就是本王的吗？你拿本王的东西给本王谈条件。我是王爷的，那我的事是不是也是王爷的事情？王爷，其实这件事情对您来说一点也不难啊。您看，您也知道玲玲是我生的，现在我嫂子又怀孕了，总不能让玲玲一直占着我大哥长子的名分啊。什么时候庶子还要分个高低贵贱了？唐伯欣以后娶亲之后生的嫡子才最贵重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我也想照顾玲玲，我不求把她认回来，那认个养子行吗？我自己养，肯定不会花王爷的银子。想都别想。他在想什么呢？他原本想和唐竹云说，把凛凛和嫣然的亲事定下，凛凛这孩子错不了。没想到唐竹云根本不接茬，更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想把凛凛认到名下。那凛凛和嫣然就是名义上的兄妹，根本没有可能。对您能有什么坏处呢？你死了这条心，本王还没死，轮不到你找养子养老送终。你死了再找摔盆的，还找不到呢。哼！本王知道，你担心凛凛的身份，可以替你安排妥当。什么？凛凛是谁的孩子？我的。本王说的是那个男人。哦，他也不知道啊。他要是说不知道，靖王估计得问他到底有过几个男人，而且还是同时。不行，哪怕有过100个男人，对现任都只能说有一个。说实话，要不别怪本王不帮你。是个来卖东西的货郎，我跟着他私奔，后来钱花光了，他就不要我了，我只能自己回家。蠢货！嗨，你要是知道前生为了点银子，就跟着人辗转几百里去了花船上，那更得疯了。那人现在呢？哼，你父兄也是废物。王爷慎言。那货郎知道你怀孕了？不知道。黑灯瞎火，他连那个男人都没看清楚，直接就被压住了。那男人也不知道他真面目，更不能关心后续了。谁上个花船还得想着负责。那就好。什么？哈，本王说的是可以给凛凛安排个养父，实际上由我教养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担忧就迎刃而解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爹难道就能乱认了？我的条件就是让凛凛和嫣然定亲。刀，我40米长的大刀呢？那我想问问王爷，嫣然的生母又是谁啊？这世界小着呢，你想，万一凛凛的生父和嫣然的生母其实是兄妹呢？绝无可能。反正我不愿意，我自己的儿子有娘就够了，要那样一个爹做什么？也不稀罕沾别人的光。王爷要是没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有一点我和您一样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给凛凛定娃娃亲。不行，狗王爷这边走不通了，他夸下了海口，现在就被啪啪打脸。实在不行，凛凛还得在唐家先苟着。好在孟雨兰深明大义，让兄嫂之间解开隔阂，也不算一事无成，被他绕进去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就是凛凛生父和嫣然生母是兄妹又如何？表兄妹不能做亲，有病。听到孟雨兰又喊他去，唐竹云不由脸红。大爷回来说，过2天大长公主府还有赏花宴。这大冬天冰天雪地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不好好的躲在屋里吃锅子，赏哪门子的花呀？穿越的爬床现场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，令人脸红。说起来呢，还是给王爷相看的。前几日皇上说了几句，除了8殿下年幼，也就靖王的婚事还没有着落。阿云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教你应对。我是有点担心，嫂子，上面中医的人选都有哪几个？有长宁侯府的孙七姑娘，大学士府的窦四姑娘，吏部尚书府的梁三姑娘。行，我记住了。你有想法了？哈，这个多简单啊！我都搞好关系，以后管他谁进门，都别为难我。我得回去翻翻我做的那些胭脂膏子，挑些好的出来送人。哎，对了，嫂子，你和他们都熟吗？快跟我说说，他们都喜欢什么？他很怀疑人生，怀疑自己过去几10年所受到的教养。阿云，不能这样。要知道，人选不是你能选择的。不管未来的王妃是口蜜腹剑，还是阴险毒辣，你都得面对的。
晋王就不能挑个好人吗？那嫂子觉得我该怎么办啊？做王妃，我知道阿云你不一样，有本事，但是想要不任人摆布，就得自己先占据主动。不管你对王爷的感情如何，你对现在的日子是满意的，是不是呢？那倒是。既然如此，你就得花点心思啊。所以你不是教我赏花宴上如何好好表现，教人挑不出毛病，却是教我如何口蜜腹剑，阴险毒辣，把潜在的竞争对手都不动声色地掐死在萌芽之中。好难啊，太难了。嫂子，我们不一样，你们是双向奔赴，我那样是自投罗网。晋王娶妻，他能苟就苟，他一定能苟住，因为他还有嫣然小可爱。到时候我带着嫣然在僻静的小院子里住，绝不去阿爷。给王妃磕头敬茶呢，逢年过节磕头行礼呢。所以为了自己，你也得争口气呢。赏花宴上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人压住了你的风头，记住了吗？不，与其那样，他还是想办法直接攻略晋王，让他放自己走，最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自己能回娘家。这也是王爷的意思。啊？王爷什么意思啊？王爷和大爷隐晦地提了这件事情，对赏花宴并不热衷。王爷希望这次赏花宴无疾而终。绕来绕去，其实是晋王不想被人操纵婚事，所以想让他搅局。行吧，这事他在行。本来无意于参加这些当面姐姐妹妹亲亲密密，背后贱人蠢货搞你全家的宴会，但是既然晋王想让他去当搅屎棍，他就去搅一搅。孟玉兰想要陪他去，被唐祝云拒绝。孟玉兰现在身份尴尬，恐怕被人嘲笑。过了2天，唐祝云带着嫣然和秀儿、南星在门口等着王府的马车来接，他竟然也坐马车。南星，带着小主子去后面马车，还有秀儿也去后面，你上来。谁怕谁啊？我家王爷今天又抽的哪门子风啊？东西南北抽啥风啊？哎呀，和他坐车好无聊啊。小心点儿，你要适应，本王也要适应，注意恩爱。啊，我豆腐呢？原来晋王殿下在预习和学习秀恩爱。哼，可是对上你那张便秘的脸，谁能想到这是在秀恩爱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敲熟不熟，秀我脑髓呢。下马车的时候，当着许多人的面，晋王把唐祝云抱了下来，以唐祝云尴尬的想要脚趾抠地，带着嫣然仓皇进去结束。唐祝云找了个角落，带着嫣然坐下，认真的吃，认真的赏花，直到阮安若来了。怎么啊？没看到你主母也来了，还不赶紧去磕头伺候？唐祝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手脚，你的报应要来了。我不做手脚，能成全你和七爷吗？阮安若不会无的放矢，他今日定然是挖了什么坑等自己跳。你走开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去告诉七叔你欺负我。自己养的小姑娘知道护着自己了，还不快滚啊！信不信我打你啊？你挨了打，七爷还得罚你丢人现眼；我打了你，王爷还得心疼我手疼呢。出去解手的秀儿跑回来了，满脸焦急，气喘吁吁的要说什么，忽然看到阮安若过来，直接推了他一把。嗨，外面的人是不是找你来恶心我家姑娘的？这个傻秀儿阴招背后使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推搡阮安若，这该怎么收场？秀儿，秀儿，过来抱我。姑娘，坏了坏了，外面来了个货郎，说是领领的亲爹。唐祝云愣住，第一反应是晋王捣鬼，毕竟货郎这事他也就和晋王说了，晋王没必要打自己的脸。这件事情难道他就很光荣？是阮安若，可是这隐秘的往事，就算蠢笨的前身也没有告诉过别人。阮安若从哪里知道的？晋王不会告诉他的吧？哼，什么魑魅魍魉都敢信口开河啊！走，咱们出去看看。秀儿，秀儿，哎，王爷出去了，直接说是刺客，没让他多说话，就让金灵卫把人带走了。
请您放心。晋王这么快就出手了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晋王真是汉子，很好。七爷还和王爷吵了一架，我猜呀，多半是七爷的手笔。那简直是一定的。现在问题是，货郎这事到底谁说出去的？他觉得可能是晋王，不过晋王现在可能还怀疑他呢。王爷，让您记住今儿的目的，别把事情搞砸了。记住了。皇上替他挑选的赵钱孙李姑娘，肯定都是家世不错，本身也得说得过去的。不过互帮互助，他必须帮。唐祝云再牵着嫣然回去的时候趾高气扬，就差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刻在脑门上。你看你精心准备的大戏啊，直接被晋王用简单粗暴的手段掐死了。晋王威武，今晚回去给晋王加个菜。偏偏阮安若还往他面前凑，像蚊子一样喋喋不休。唐祝云心烦意乱，直接甩了他一记耳光。能动手的尽量别吵吵，晋王说了，今天他就是来秀恩爱的，反正闹成什么样都有晋王这个色令智昏的来收场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啊！今天老娘就是来大杀四方的，哪个不服打哪个。赵钱孙李各位姑娘顿时看过来，秀眉都蹙起，自觉不自觉地退避三舍。你不走，我也打你了！哎，别打，手疼！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贱人，你说什么？嫣然踩着桌子，小拳头握得紧紧的，一拳打到阮安若脸上。姐姐说了，打巴掌手疼，所以还是动拳头好。她眼花了吗？哼，姐姐，我这一拳怎么样？准头还行，但是力量显然不足，回去还得多练。学射箭不好吗？为什么嫣然那么抗拒，却喜欢直接上拳头？女人心海底针，她连个5岁女孩都看不懂了。好凶残，果然晋王府就没个正常的。父王，他欺负我和姐姐。姐姐，想到那个爱的抱抱，她是晋王大女儿实锤了。六哥，你的小妾打了我的小妾，怎么办啊？打了便打了，难道七弟还要因为一个玩意儿跟我翻脸，让人看笑话不成？还不过来！王爷，手疼。手疼就记住，下次让别人动手，你是主子。脸呢？你的小妾是主子，七皇子的小妾就是玩意儿。我听王爷的。好了，别闹，和我说说，你看上了谁？都没看上，他们都看不起我，不和我说话，以后进了门都要欺负我。那就都不要了。王爷对我最好啦。晋王让小妾替他选妻这件事情，谁不说一句荒诞？唐祝云都可以预见到，今晚回去之后遇什么连夜写弹劾的折子，明早朝堂上又是一片血雨腥风。他要不要劝爹明日先告假别去？要不让他爹随波逐流一起骂晋王，反正虱子多了也不咬，重要的是保护我方亲爹。总之，晋王给大长公主请安过后，就一手抱着嫣然，一手牵着唐竹云，一家3口扬长而去。王爷，我从来没有和阮安若提起过领灵生父的事情，您应该也没告诉过他吧？是阮安若派人去问你祖母的。因为宋氏单单知道他跑出去一趟，带回来10两银子，并不知道他去的是花船。后来肚子大了，瞒不住了，前身也没敢提花船。后来大哥逼问他，才说了实话，但是被大哥严令禁止说出去，所以宋氏知道的也是货郎。你希望本王如何处置他？人现在在金陵卫诏狱，可惜啊，是个软骨头，一受刑就交代出来，并且一一否认和你有染。本来就没有，让他承认什么啊？随便处置，反正是假的，他不可能是领灵的生父啊。一个货郎能有钱上花船找清官，用脚趾头想想都不可能。难为他们竟然还真找了个货郎来。你又没有见过人，怎么知道不是？因为货郎是瞎掰的呗。王爷，我这么和您说吧，任何人说自己是领灵的生父都是假的。真的人呢？已经死了。
我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，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玲玲的存在。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了玲玲其实是我的儿子？想认回儿子，别想。我想给王爷白送个儿子，奈何王爷只想和我做亲家。那就算了，玲玲在唐家也很好，反正孟姐姐不介意。以后咱们也都别纠结这件事情了，到此为止。他得给嘉宏写信，让他好好看着宋氏，别出幺蛾子。王爷，咱也别内耗了，我今日也不要脸了。你想干什么？紧张什么？反正不干你。其实当年我在乡下，祖母对我苛刻，我性子也不讨喜。看到隔壁姑娘有珠花，我却没有，一时糊涂，为了10两银子跟了不认识的男人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，后来那些话都是骗人的。至于怀上，那是打死都不能提的。你竟然为了一枝珠花出卖自己，你很好。是挺丢脸的，但是事情就是这样。所以王爷以后别为这件事情怀疑了，我今日都交底儿了。那只珠花他最终也没有。王爷，今日这事闹的，明日皇上会不会生气啊？你说呢？那还会罚我吗？你说呢？我是你嫣然的身手，你教的？教的不错，以后继续。哦，好。这是不会连累我爹吧？毕竟现在我都是王爷的人了。现在想起是本王的人了。我爹他的脸早就没了，被你们兄妹俩丢尽了。实话太扎人，王爷做的那些事，不也就是没人敢笑话皇上罢了。半斤八两，谁也不用说谁。靖王让他滚出去。唐竹云滚到门口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。王爷，嫣然的生母是姓萧吗？谁跟你说的？真像了。王爷你别急啊，是今日嫣然不是帮我打了阮安若吗？等你进去请安的时候，我听见旁边有人议论，说嫣然很像当年的萧什么。至于是什么就没听见了，因为那人不说了。你出去吧，容嬷嬷今天会来。这就是他的福报吗？哦，他出去后就找了孟雨兰，把今日的事情同他说了。你怕什么？王爷呢，本来就是特立独行的，也不是有了你之后才这样的。你一个侍妾，王爷让你做什么，你能反抗不成啊？再说了，侍妾不算正经亲戚的，没人能够找到老爷的。原来做小妾也有好处啊。闹开了以后，邻里难做人呢。这个我倒是不担心啊，王爷既然把人抓到禁灵位了，肯定能把这件事情含混过去。姑娘，容嬷嬷来了，宋景阳喊你回去呢。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是王爷，是王爷呀！谁是你姑奶奶？看着快过年了，想讨压岁钱是不是？容嬷嬷是个有体面的老嬷嬷，在王府地位很高，准确的说，她现在在王府后院是仅次于嫣然的2把手，所以她来，靖王都迎了出来。容嬷嬷却主动给唐竹云行礼，唐竹云还礼。您不用如此，便是给我也不必行礼。王爷，礼不可废，您快进去忙公务，老奴陪着夫人说会儿话。真的就说话吗？真的。他虽然带针，但是他不扎人。嬷嬷请喝茶。听说今日赏花宴上，完了，容嬷嬷这是说教来了。听说赏花宴上很有趣，夫人也是个妙人。他傻了，他怎么觉得这话像是夸奖呢？但是皇上那里怎么都要有个交代啊！来了，这就来了。所以老奴来了，省得回头皇上再要给您安排教引嬷嬷，这些天要夫人多包容了。靖王原来是想帮他啊，嬷嬷您太客气了，是让您多指点。老奴不在的时候，您如何，现在就如何。不要因为老奴来了就有负担。说实话，老奴觉得您似乎是怕老奴啊。因为之前我听说有个容嬷嬷会用针扎人的，所以才……那定然不是老奴，老奴见不得血。
再说，您是王爷心尖尖上的人，老奴不敢。心尖尖上的人，那靖王的心一定是铁做的，他就是被铁尖尖吊在半空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那种。不知道是不是唐竹云的错觉，他总觉得容嬷嬷看他的时候目光十分慈爱。赏花宴的事情果然闹到了皇上那里，据说皇上问唐明帆：唐爱卿啊，你怎么看呢？回皇上，微臣不在，没看到小女如何被欺负，被逼到忍无可忍动手了。老东西啊，要不要脸了？朕呐，觉得那也是个好孩子，虽然跳脱了些，但不失纯善本性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既然如此，让他们俩各自闭门思过1个月，晋王和七王子罚俸3个月。有皇上罩着，是了不起了哦。唐竹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已经写了12遍女诫，闻言立刻扔掉笔，气呼呼的要把他写的撕掉。做人呢，果然不能太勤奋。留着吧，还有下次，你不会亏的。哼，你算算，本王因为你被罚俸多少了？王爷，夫人也是眼底揉不得沙子，见不了那些阴谋算计，这份真也难能可贵呀。嬷嬷，您别一味的偏帮他，该管教管教，原本都要上房揭瓦，您还给他送梯子。老奴真是喜欢夫人这性子。王爷自己或许没察觉，但是他却看得分明。王爷和从前不一样了，嫣然就更不用说了。私下容嬷嬷也和靖王说：王爷，您没发现您很久都没回王府了吗？夫人把您照顾得很好，您也不再是从前那般生人勿近了。即使他很多时候都是嫌弃被惹急了的样子，但是这样的他才是鲜活的。人哪里能一直板着脸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呢？那样的王爷才更令人担心。王爷，老奴不是宠着夫人，老奴是感谢夫人。姑娘若是还在，也会欣慰的。姑娘喜欢爽利的人，如果见到夫人，一定也是极欢喜的。靖王听到他提起王母，双手在袖中握紧。王爷，难得能遇到夫人这般和您琴瑟和鸣的，您不要一味呵斥她吓唬她，女子是需要用心哄的。王爷，有些事情真的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。本王不喜欢他。唐竹云不一样。王爷，倘若您现在有一件事情只能托付给年轻的女子，您托付给谁？唐竹云泼辣能干，聪明狡黠，有底线。虽然他之前做的事情让人无语，但是最起码两人现在相处下来，他还是有令人欣赏一面的。从前您没有人选，现在夫人是唯一的人选，是不是？您现在或许不懂，但是等懂了的时候，恐怕就没有机会了。你想想老奴。容嬷嬷年轻的时候被一个男人疯狂的爱恋和追求，彼时容嬷嬷不胜其烦。后来她去了战场，马革裹尸，容嬷嬷没有嫁人，那就是她关于爱情的全部记忆。只是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，也再也没有人能入眼入心。啊，嫣然，不要碰山药，碰了痒。这是哪来的小可爱？不听话闯到厨房来，让我咬一口。随之而来的就是嫣然咯咯的笑声。来，到一边，让南星给你剥栗子吃。今天啊，给你做拔丝山药。父王要吃辣的。知道，咱俩最近闯祸了，你知道吧？都夹着尾巴，要不然要挨揍了。我可不抗揍啊，肯定把你先推出去。父王才不打人呢，父王只打男孩子。玲玲哥哥好惨。姑娘该休息了，老奴给您冲了蜜水。靖王今日带着凛凛出去了，说是回王府见客。他这样的还能有来往的宾客吗？别家夺嫡是全场乱打，脑袋打开花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他打他，他又打他。到了靖王这里可倒好，只分为两派，靖王以及其他。
就蹴鞠赛那架势，别的皇子都懒得跟他计较的样子，就知道他人缘多差了。嫣然喝了口水，然后又去和沙包较劲去了。他昨日看到唐竹云一拳把指节厚度的木板打裂，顿时起了好胜心。行了，谁能一口吃成个胖子啊？姑娘，外面太冷了，别被风吹到，先进屋吧。你偶尔也哄哄你父王，学一下骑射啊。骑马可以，但是射箭我不喜欢。姐姐也不会啊。夫人是不是可以带着姑娘一起学？行吧。虽然不能弯弓射大雕，但是技多不压人，学就学。嫣然一听，果然来了兴趣。他太讨厌被凛凛哥哥单方面的虐了，他现在觉得自己和姐姐进度应该差不多。靖王带着凛凛回来，凛凛的情绪似乎有些低沉。哥哥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有点饿了。晚上咱们吃什么？凛凛，你跟我到书房来。一定有事情发生。小姑奶奶，我给您老人家带了点心，您过来拿呀。一会儿，秀儿拎着2个包袱进来塞给他。都烫过了，下次能不能别穿的那么脏，再找我洗，费那么多皂角。哎，冬天水凉，你洗完衣裳摸摸手。摸什么手？我看你想摸摸手才是真的。嘿嘿，被你看穿了。你和你娘说了咱俩的事儿没有啊？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啊？没戏，等我家姑娘生了孩子再说。秀儿提着点心又风风火火地走了。被这俩大嗓门一闹腾，靖王还真没发现外面藏了那2个人。过来坐。王爷，我没事的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所以背负了很多原本不该背负的东西，比如你的身世。原来是和他有关系。难道凛凛今天跟靖王出去被人嘲笑了？然而你要出类拔萃，注定就要比别人承担更多。凛凛，王爷，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只是很生气，他们那样说姑姑，还有王爷，您知道我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吗？身世这座大山压在这个早熟的孩子身上太久了。我不知道，但是倘若我想查，金陵卫可以查出来。不要，不要，虽然我有时候很想知道，但是知道了又如何？我根本不认识他，那是我生身父亲，我也不能对他做什么。是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一直没让人去查，查出来又能如何？他影响不了你姑姑，也影响不到你了。凛凛，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去埋怨你姑姑。靖王会说他好话？他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他生了你，教养你，任何人都可以对他指手画脚，但是你不能。我知道，以后我会保护好姑姑，不让她被人欺负的。王爷，对不起，今天是我没控制住自己。没事儿，你会有更高远的前程。等他日你站到巅峰，就会知道，这些小事儿已经看不到了。唐竹云偷偷地走了。哎，嫣然，你怎么不吃惊啊？你之前就知道我是凛凛的亲娘？本来不知道，但是赏花宴之后我就知道了。可是那样不是更好吗？好，对呀，那凛凛哥哥就是我的亲哥哥了。问问你父王，他愿意吗？他一心想要你嫁给凛凛呢。这样我就更高兴了。我父王喜欢哥哥，姐姐喜欢我，我们交换一下，谁也不吃亏。走，咱们做饭去，今晚吃好吃的。晚上的时候，你偷听了？啊，那个货郎的事情，我已经让怀上处理了。怀上出事稳重，你不用担心。他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，因为他旁敲侧击问过宋景阳，怀上去不去青楼。他怎么可能去青楼？那是个死抠门啊！再说了，他跟在王爷身边，想投怀送抱的女人有多少，我都没见他动过心啊。就怀上那性格，有需要的话，有免费的他绝对不花钱。10两银子他也不干吗？不干不干，这么跟您说吧，10个钱他都不出。是这样的吗？
第二天，王爷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怕着你的。父王今天答应玲玲哥哥带他打柿子。打柿子？对呀，就那些姐姐前几天不是说想尝尝吗？玲玲哥哥就求了父王，今天他们自己打柿子。靖王打的柿子，他怕自己被噎死。姐姐，咱们也去帮忙吧。好，等着，我回去搬椅子。等他搬了椅子出来，靖王已经把琳琳架到了自己脖子上。王爷，左边，再往左一点。高贵冷艳的靖王竟然也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嫣然却不肯上前了，因为他看到落下的柿子砸到了宋景阳身上，就像爸爸一样。姐姐，咱们不去，咱们等着吃。好，你不是想燃支架吗？先坐廊下等着，我进屋去取东西。好呀，嫣然现在学会了这么多字啊！这是什么？姐姐都不认识啊？是胖。哪个胖？雨雪很大的那个胖。为什么要教这样的生僻字？他确实不认识。很多人的名字用这个字。你也一起学，陪着嫣然一起读书才能明理。我会不少字呢。就你那通篇的圈圈，你好意思说呀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坐下。来，咱们两个来比试比试，今天谁学得越快越好就有奖，好不好？什么奖？这个嘛，谁赢了，我就答应他一个要求，一个不过分的要求。狗男人，就知道他一点不吃亏，他真过分。更何况他也根本就不可能赢，他就是为了激发嫣然学习兴趣而已。最后唐珠云果然输了。父王，我可以提要求了吗？靖王点点头。快好好想想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一定得提个好要求。让我想想。琳琳，也提一个要求。我就不用了。你今日也很勤勉努力啊。那先让嫣然来，我再想想。我想到了。什么？快说来听听。我要父王亲亲姐姐。嫣然，你我看见唐大人偷偷亲孟姨娘了，孟姨娘笑了很久，我想姐姐也笑。被靖王亲，我还能笑？我哭给你看啊！这件事情只能是，怎么说呢？得关系很好的两个人。那姐姐和父王不好吗？好啊，但是也没好到那个程度吧？你看现在，唐大人是不是和孟姨娘睡在一起的？那我换个愿望，让姐姐和父王也睡一起。然后玲玲哥哥，你的愿望就是亲亲，这样不就什么都有了吗？父王不准反悔，一言九鼎，那这个要求不过分吧？唐珠云想要跑，却被靖王拉到怀中，然后他就看着靖王的脸越来越大，最后蜻蜓点水的在他唇上擦过。我了个操！这可是老娘的初吻啊！收起你那死鱼眼！他非常想把他眼珠子挖出来。你脸红什么？老菜帮子装纯啊你！你那么纯，嫣然怎么来的？父王，你亲的不对，唐大人是亲额头的。我想打死靖王。亲亲难道不是亲嘴吗？都一样。什么他们都一样？你是靖王亲儿子吗？你老娘被占大便宜了！哼！唐珠云晚上睡觉之前，脑海中还反复浮现出这羞耻的场景。早上起来给唐明帆和靖王准备带进宫的饭菜时，他还忍不住想，不就是哄孩子吗？当不得真，他这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反正又没真的睡在一起。他也大大方方的和靖王打招呼，结果换来后者一个冷脸。牛什么牛啊？好像昨天他占他便宜一样。心里好虚啊！但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，切记好好伺候主子。是。南星啊，过来帮我烧火。是。
靖王深深看了唐竹云一眼，唐竹云挺凶，看什么看啊？没看过没人啊？靖王懒得再理他，转身回了房间。我看他将来啊，也只能找男人了，女人谁都受不了他。那是因为你不是对的人。你是啊？嗨，随口说的，没有吵架的意思吗？多来点八卦行不行啊？做好饭，唐志云喊秀儿过来取食盒，又把另一个食盒交给了宋景阳。然后要出门的时候，怀上突然来了。哎，食盒给我，今日我伺候王爷上朝去。你昨日不是闹肚子了吗？还不是你请我吃的那碗破面不干净。哎呀，果然你的便宜就占不得。哎呀，怀上讪讪的笑。靖王出来了，两个人就不敢再掐。靖王带着怀上上朝去了。宋景阳央求唐竹云给他开点药，然后请秀儿来帮他煎药。靖王殿下没了。谁他娘的欠抽，大清早的瞎嚷嚷什么？宋爷，王爷没了。我打死你个胡说八道的狗东西！哼，你对他厉害什么？让他把话说明白，急死人了。你说王爷怎么了？王爷在上朝路上一次落了水，现在人找不到了。那还不赶紧去找啊，带路啊！不会的，靖王那里牛批炸天的人怎么能就这么挂了呢？不，肯定不会的。他穿越来不就是女主吗？好歹他还跟了靖王。靖王就不是男主，那也得是男配。刚开局他不会挂的。秀儿，你去喊凛凛，我喊嫣然，然后把王爷的衣裳拿上，咱们也去河边看看去。凛凛却已经听到了外面的声音。姑姑，你别害怕，王爷会服水，不会有事的。是，王爷不会有事的，我去喊嫣然。嫣然，父王可能遇到一点问题，需要我们去帮忙，我们现在去看看啊。父王一定会没事的，是不是，姐姐？是，会没事的。昨天靖王看两个孩子学习完后，笑着说要考教两个孩子，写了个生僻字。认识吗？一般人都认识。果然这些日子有进步啊。告诉父王，这是什么字啊？父王，我也不是一般人啊。嫣然，快跑！熟悉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靖王扬怒的声音犹在耳畔，现在却可能阴阳两隔了。然而靖王就是没了，哪怕皇上下令数千人搜寻，就是没有找到他的踪迹。他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爹，你看阿云，王爷出事都6天了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流过。我实在是担心，我怕他都憋在心里，把自己憋坏了。我宁愿他大哭一场，哭过闹过，慢慢也就放下了。再舍不得也得熬过去，还得看着孩子活着呀。靖王不该就这样枉死，他死了，嫣然怎么办？到底谁是凶手？嫣然以后何去何从？爹，一定要把凶手查出来，给靖王，也给妹妹一个交代。妹妹的性格我了解，如果不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，她肯定走不出来。我知道，而且原本也不该让凶手逍遥法外。明日我就再主动请缨，揽下这案子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实在想不明白，皇上为什么那么着急找人，却不着急让您查案？您都提了好几天了，皇上一直不松口。皇上难道在等着幕后黑手销毁证据吗？竟然是皇上从中作梗，难道是皇上对靖王下手？不，虎毒不食子，而且皇上对靖王一向不错。倒也不见得如此，伯心啊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皇上也只是个父亲，皇上不肯相信晋王出事，现在啊，只一心想找到王爷。可找王爷和查案根本不矛盾啊，皇上也怕呀，怕查出来如果是另外的皇子怎么办呢？皇上现在深受打击，怕是再也经不起了。这是皇上啊昨日对我说的话呀。那您明日还因为不管凶手是谁，都
都要被绳之以法。查一查怀上。阿云呐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这么冷的天，快进屋去，外面的事情还有我和爹呢。阿云，你节哀，好好保重自己。爹还在，你还得帮大哥一起孝顺爹。爹，大哥，又让你们为我操心了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把凶手揪出来，能给王爷和嫣然一个交代。阿云，难受你就哭出来，你这样让爹和大哥都很担心呢。不难受，爹，大哥，王爷没事。王爷曾经帮忙抓逃犯的时候，水性很好，常大哥也见过的。王爷没事。昨天他无意中听到父兄说，庆幸他不是侧妃，否则日后就绑死在了晋王府。爹，我这几日仔细回想了一下之前的事情，平时都是送景阳伺候王爷去上朝，只有那一日是怀上。那也说明不了问题吧？怀上跟着王爷很多年了。不仅如此，王爷上朝，身边除了怀上，还有其他侍卫跟随。然而最后出事的只有王爷一人，其他人最多受点轻伤。大哥不觉得奇怪吗？阿云说得对，爹也在想这件事情。这么明显的事情，皇上不会不知道。爹啊，您觉得到底为什么皇上会隐忍不发呢？阿云呐，你太高看爹了，皇上的心思爹不去猜。但是阿云你放心，不管怎么说，王爷都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有爹在，一定能还王爷一个公道。其实他只想知道真相，如果对手太强大，那也就算了。晋王真没了，难道这些人还要去给他陪葬不成？打得过去报仇，打不过得跪，这是现实。他还没和晋王好到那种可以为了给他报仇不顾一切的程度。现在最想给晋王报仇的是琳琳，他所说的这些疑点，琳琳也在怀疑了。第二天，孟雨兰来陪着唐祝云。嫂子，一会儿估计还会有人来，别冲撞了你，你双身子，自己一定得注意。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重新再认识他的机会。王爷，希望你平安。我身子没事儿，这个孩子很乖巧的，一点都不折磨人。我猜呢，日后定然也像玲玲一样懂事贴心呢。浩云，你身边那个南星呢？南星不知道，王爷出事之后他就不见了。他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我不知道。这种不知底细的人，以后记着千万别留在身边用了。就算是王爷开口的，你想撵走也总有办法的。正说话间，嫣然从内室出来。姐姐，我梦见父王了，父王浑身水淋淋的，他说他冷。梦都是反的，王爷现在肯定没事，这么多人都去搜救，到现在一无所获，说明王爷肯定被人救走了。那父王怎么不回来找我们呢？或许因为你父王失去了记忆，忘记了身份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那人失去记忆之后，好几年后才想起来呢。那父王什么时候才能想起来回家的路啊？或许很快，或许有些慢，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，好吗？嫣然用力点头，泪水纷飞。唐祝云让秀儿带着2个孩子去梳洗，就苦了孩子了，但是不幸中的万幸，嫣然还有你呢。阿云，别光顾着难过，眼下你要振作起来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的身份根本不可能再看顾嫣然呢？我知道，我在想办法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帮上忙，但是可以试试。嫂子，你忘了，我姑姑可是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一直伺候太后，所以皇上也对她敬重有加。可是孟雨兰已经和孟国公府决裂了，德妃姑姑还能认她这个侄女吗？没事的，我去试试。最坏的结局不过就是碰壁嘛。阿云，我们都努力，王爷暂时没有找到，不代表王爷出事了。就算王爷真的出事了，你还有大哥嫂子呢，一定会帮你把2个孩子都带大的，不会让人欺负你们的。唐祝云泪盈于睫。浩云，我帮你，姑母从小就喜欢我在她那里大概还有点面子，我先去探一下口风，如果可以再安排你带着嫣然去给皇上请安。嫂子，那我和你一起进宫吧。不用，你这性格呢，能不进宫就别进宫了。我先去了，你大哥回来帮我和他说一声。你都没和我大哥说，不能去，我自己已经有办法了，你听我说。孟雨兰听他说完后道，也行，但是我去找德妃娘娘，有她帮忙说话的话，咱们胜算更高。放心吧，那是我姑母呢，我懂她，你千万别冲动，
咱们走一步看一步。嫂子，你别逞强，你的身子……我知道，我不会拿孩子开玩笑的。他坐着马车进了宫，下午才回来。阿云，成了。嫂子，我什么都别说了，以前你帮了我太多，现在该我了。况且我能做的也不多。嫂子，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是，德妃娘娘今天同我说了，皇上问她了，谁最适合抚养嫣然，她含混了过去。阿云，皇上现在也趋于相信靖王真的没了，或许用不了几日，王府就会办丧事。哪怕没有找到靖王，你提前有个准备。人就这样没了吗？没有真相，这就是没有母族的悲伤吗？嫣然，你必须听哥哥的话，否则以后你就再也见不着姑姑了，知道吗？嫣然要哭，她已经没有父王了，不能再没有姐姐。不准哭，听我说。哥，我不哭。姑姑身份太低，不能留下你。玲玲哥哥，不要影响我，我要姐姐，我要你。我们也要你，但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还在你自己，知道吗？哥哥说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不管别人在你耳边说什么，是说姑姑的好话还是坏话，也不管他们说是为你好还是为姑姑好，你都要记住，如果是让你离开姑姑，你就哭，你就装病，能做到吗？比如说有人告诉你，你去宫里能更好，我不走，我在姐姐身边最好。但如果有人说你跟着姑姑会害了姑姑怎么办？不能犹豫，你留下对姑姑也是最好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相信除了我和姑姑之外的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嫣然点点头，他脑子不如玲玲哥哥聪明，那他就听哥哥的。唐竹云告诉过他，如果遇事不决，那就看看周围的聪明人是如何做的。你一会儿给我说一遍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都不要相信，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姐姐和玲玲哥哥。很好。但是这样显然是不够的，他又给他假设了好几种场景，一一教他如何应对。嫣然学得很认真，父王不在了，他也感觉到了危机。嫣然，皇上喜欢你吗？应该是喜欢的，皇祖父总是赏赐我东西，看见我也是笑眯眯的，我觉得那不是假的喜欢。那皇上为什么喜欢你？是因为你是皇上的孙女？我也不知道，别人都说我是皇祖父最喜欢的孙女。但是你不是郡主。对，父王说因为我年纪太小，等我长大成亲的时候就有封号了。分明还是皇上不想给。你知道你外家的事情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见过我娘，我父王也从来不提，我只知道什么？洪秀知道我娘是谁。嫣然不怕，姑姑已经替你打走了坏人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玲玲哥哥，是不是我这次要是没做好，一不小心又会落入那些坏人手里啊？可能会，但是嫣然，你记着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在什么境遇下，姑姑和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救你，一定要坚持下来，知道吗？嫣然用力点点头。如果你落到坏人手中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现在对你来说，假装妥协比反抗更好，要多用脑子，不能成一时之意，明白吗？我会的，哥哥，你要教我怎么做？好。昨晚大爷和孟姨娘吵架了，我隐约听了几句，是大爷生气，孟姨娘出门不和他说。会吗？不，恐怕是大哥知道嫂子拖着双身子进宫求情，恼他不顾自己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大哥都疼。就是大爷早上出来，我怎么见他哭过的样子呢？大哥是担心我。不过后来孟玉兰又来找他，和他说了些别的事情。德妃娘娘骂了我，因为她想让我嫁给靖王，这件事情她花费了很大力气，她膝下无子，无依无靠。那为什么选中王爷呢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敢问，但是回来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，我赶紧告诉你一声，或许对你有用呢。要知道，德妃娘娘无子还能受宠这么多年，眼光、心机、手腕缺一不可呢。至少靖王对皇上不是可有可无的。阿云呐，皇上说
明日想让你带着嫣然进宫去一趟。爹，皇上是做了决定，是吗？阿云呐，爹知道你还抱着希望，但是都半个月了，杳无音讯，现在是皇上最难过的时候，爹也没法提呀。你替王爷守1年，然后爹就求皇上让你回家。以后啊，你愿意嫁就嫁，不愿意再嫁呀，就留在爹身边吧。爹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，知道王爷对你百般宠爱，你舍不得他，然而再舍不得他也没了。阿云呐，做人要往前看呐。爹，嫣然怎么办啊？嫣然，嫣然自然是要接回宫中抚养的。你若是想见他，爹能想办法。爹，我想把嫣然留在身边，名正言顺的那种。阿云呐，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你还年轻，你将来……爹，我和您说的都是实话，我不是为王爷，是为了自己和嫣然。舒兰呐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害了阿云呐。算了，他爹已经认定他就是深爱靖王，无法自拔，那么就这么认为吧。爹，华社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唐竹云甚至都怀疑，再过几年，在他们的洗脑下，他都能误会自己真爱靖王。算了，死都死了，爱不爱的随便他们怎么认为好了。还没有证据表明怀上确实参与其中，但是我听说最近齐皇子和他走得很近，你放心，爹也觉得他有嫌疑，这条线呢，不会断的。爹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，如果李玲问，您不要告诉他。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，难免冲动。阿云呐，你好好想想，明日见到皇上，你真的要那么说吗？阿云呐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啊，你不能草率啊。爹，我生是王爷的人，死是王爷的鬼。阿云，你是不是顾及爹的声誉啊？如果爹的声誉是靠着牺牲儿女换来的，那爹宁愿脱了这一身官服回家种地呀。爹，能有您这样的父亲，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我是自愿的，是我自己内心的选择，和您没有关系。以后我们孤儿寡母还得爹扶持啊！您呀，也别动不动就说脱了这身官服吓唬皇上。您这样的清官，就应该长长久久为天下百姓谋福祉啊！以后我就好好养2个孩子，孝顺爹。唐明帆离开之后，唐竹云平静下了情绪，把嫣然喊来，又嘱咐了一遍：不要紧张，如果实在不行，就别说话，一直拉着我，不放手就行了。好，姐姐在，我不怕。老奴陪姑娘和夫人一起进宫去。嬷嬷，您还是在家里吧？不，老奴知道夫人想做什么，老奴去帮你。难受，容嬷嬷算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中苦楚比他这种苦10000倍。这是最后的骨血，我就不信皇上还能苛待姑娘。皇上稍微用心，就知道您对姑娘的心，就该让您看顾姑娘长大。唐竹云带着一老一小去见皇上，皇上在德妃宫中见了他们。嫣然呐，到皇祖父身边来。嫣然没有动，死死拉住唐竹云的袖子不松手。他缓缓开口道：皇上恕罪，自从王爷出事之后，姑娘受了惊吓，对妾寸步不离。姑娘，那是皇祖父，不会像从前的红袖一样害你的。嫣然怎么都不肯抬头。皇上，皇上，原本您说把嫣然交给臣妾抚养，臣妾就万分惶恐，唯恐带不好她。现在呢，看到她和竹云难舍难分的，臣妾呢更不想做这个坏人了。嫣然身体本就不好，现在呢，经过了这件事情，怕是加上竹云呢，是您都开口称赞的大夫，还是让她留在嫣然身边吧。那让她进宫？我操，他做了什么孽啊？德妃起身，在皇上面前跪下。皇上，臣妾今日壮着胆子说一句话，只为靖王当初救命之恩。这一段孟玉兰告诉过唐竹云，是皇上带着众多妃子看虎戏的时候，老虎突然发狂攻向德妃，靖王打死老虎救了他。好家伙，武松打虎还得18碗好酒，靖王花生米都不用1颗，也真天神下凡。皇上，您以为皇宫对嫣然来说真是个好地方吗？皇上，您还记得当年的事情吗？这里面有故事啊，就像大明湖畔的夏雨荷。他觉得容嬷嬷说的是靖王的生母。皇上，您把妾赏给王爷，从前是侧妃，
后来又没了名分，但是妾从来都心甘情愿能嫁给王爷这般伟岸男子，是妾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妾不相信王爷没了，妾更愿意相信王爷现在是在哪里养伤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妾什么都不要，只求守住王府和姑娘，等王爷回来。那如果他一直回不来呢？那妾就等到下辈子再见王爷的时候，妾能问心无愧地告诉他，妾一直等着他。你不必如此，你爹呀，几次在朕的面前欲言又止，朕知道他的心思。这个老家伙没别的弱点，就是心疼孩子。朕知道他想求什么。过2年你就回家吧。不，皇上，妾生是王爷的人，死是王爷的鬼，妾一定要守住王府和姑娘，等王爷回来。你确定吗？确定，一定以及肯定。这一锤子买卖敲下，余生有望。好，琪儿没有白疼你啊。来人呐，传朕旨意，封唐竹云为晋王侧妃，日后享晋王正妃待遇，死后同晋王合葬。成了。皇上果然让德妃起身，说以后让唐竹云照顾嫣然。嫣然长大之后找赘婿吧。琪儿啊，很是疼爱琳琳，就让琳琳给琪儿摔盆吧。但是皇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想要琳琳给晋王做养子还是伴子？一时之间他心如擂鼓。从宫中回来，他和琳琳说了这件事情。姑姑，这是我求来的。王爷待我极好，身后又没有儿子，我跟祖父和爹商量过之后，请祖父出面告诉皇上的。我不会拿王府任何东西，我只是为王爷尽最后的心。留给2个孩子的创伤，只能让时间慢慢抚平了。姐姐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接下来我们回王府。容嬷嬷眼中露出欣慰之色，她早就想说了，但是没得到皇上的首肯，她没法开口。没想到唐竹云和她想到了一起。你父王的丧事定然要在王府操办，虽然他生前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但是死后我们让他风风光光的走，再也不输给别人。他已经想好了，所有的所有都按照最高规格热热闹闹的办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晋王就算死了，也是皇上心爱的儿子，不受委屈。晋王，你别觉得我是在利用你，为了你女儿，加上我自私求安稳的小心思，你就高调一次吧。宋景阳跑前跑后，他是最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人。后来唐竹云同他深谈了一次，对他说，就算相信晋王能活着，眼下最好的选择也是好好治丧。他让宋景阳握紧晋王拥有的实力，比如金陵卫。对宋景阳，他说是晋王回来不能什么都没了，但是他自己的目的却是能苟一天算一天，只要还是晋王的，那就是嫣然的。然后宋景阳就振作起来了，他要捍卫王爷所有的权利。唐竹云听他说要去找怀上商量，隐隐试探了他对怀上的看法。怀上不可能背叛王爷的，他是后来才到王爷身边的，不是吗？那也是10年前了，而且王爷给了他很多。哎，您不懂，但是他不会，他要是背叛王爷，我把脑袋拧下来给您当球踢。唐竹云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来，由着他们折腾吧。腊月初8这日，家家都在熬八宝粥。唐竹云牵着嫣然的手，在容嬷嬷的陪伴之下，第一次以女主人的身份踏入了晋王府。眼前浮现出晋王冷傲的脸。王爷，我知你便是死也不会喜欢我，我恰好也是。然而为了嫣然，请你死了也保佑保佑我们。快点，再不搬走啊，姓容的老婆子回来，咱们就拿不走了。放肆！你们这种举动与打劫何异？这是王爷在的时候赏给奴婢的。奴婢也是。容嬷嬷，随他们去吧，人都不在了。夫人，可不能这样。唐竹云摆摆手，带着他们进去。没想到来了这样的菩萨主子，看起来得加紧行动。晚了，东西都叫旁人搬走了。灵堂刚搭建起来，明日才会开始有人来拜祭。唐竹云带着2个孩子磕头，嫣然泪流满面，而琳琳则是强忍泪意。哭吧，在王爷面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，从明日开始就没有哭的时间了。王爷，强悍如你，最后却还是死在了阴谋算计之中。谢谢你曾经给予我的宽容，谢谢你曾经给予琳琳的扶持。你的衣钵，你的仇恨，我都无能为力，但是我会照顾好嫣然，尽我所能的免她忧惧，成为她的依靠。王爷安息。他进了王府，回王爷。是。他对偷盗东西的人熟视无睹。这不像他，他眼里是那样揉不得沙子。是，或许也是初来乍到，没办法管。他不是那种人。现在唐明帆还盯着你。是，已经让属下去大理寺问过几次话了，属下觉得并没有疏漏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
对上堂大人总觉得心慌。那也正常，天底下也只有一个唐明帆。你不要以为你见到的他对儿女和颜悦色，就以为他好糊弄。那不要紧，能拖几日是几日。您还有什么吩咐？若是没有，属下我要回王府。是，属下会安排。没事儿，你退下吧，停留时间太长，你难以解释。是，只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南星他随意，自以为是的东西，生死不论。是。等等，夫人最近如何？夫人她昨天我同景阳和盘托出之后，她说夫人悲伤过度，心神恍惚，受了极大打击。是吗？她怎么那么不幸呢？属下之前一直觉得夫人对您恭敬却冷淡，但是经过这次的事情才知道，她只是不善表达，实际对您情深意重。她不善表达，她情深意重，皇上收礼了吧？但是他确实也没想到，即使知道他死了，唐竹云还愿意进王府继续守护嫣然，便是因着这一条，日后他也会好好待她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已经不是夫人，是侧妃娘娘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他死了，他倒是升了位分，这是为他的死成就的。他死了，都在给他做贡献。片刻之后，怀上从2楼下来，伙计殷勤上前。哎，这位爷，可找到您喜欢的书了？哎，这本尚可，多少钱？哎呦，您眼光可真好啊！这本书是前朝啊，多少钱？啊，10两银子。不要了，换一本便宜的。伙计惊呆了，5两银子的不要，3两银子的也不要，1两银子的也不要，伙计都要哭了。这位爷，就算是旧书，这也是金贵的书啊！这本500文的已经是最便宜的了，要不您再换个地儿看看？250。哎爷，您买就买，不买就走，骂人可不对呀。240文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241。最后怀上以251文的价格把伙计谈崩溃了，成功成交。买完书，怀上径自去了大理寺衙门，他要去见唐明帆。书是给唐明帆买的礼物，后者收不收都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洗白去书店的这个过程。夫人，府里现在这么乱，您现在是皇上亲口封的侧妃，是正经主子，您得管呐。先乱着吧，明日开始许多贵客都会来，等姨父过去这一段再说。老奴大概也能知道夫人的想法，只是担心这过程中让别人看清了王府，那不是正好看看谁是日后可交之人，谁是应该远离的吗？王爷要在府里平病9981天，来得及收拾，到时候定然会让王爷风风光光的上山。谁在那里？他看到了有人影从门口一闪而过，鬼鬼祟祟。怀上见过侧妃娘娘。你来做什么？你可知这是内院？属下刚才看到有府里下人偷东西，一时心急就追了进来，惊扰了侧妃娘娘，请您恕罪。原来如此，以后还是小心些，毕竟我是守寡之人，瓜田李下，还是为了王爷和你自己的名声，都注意些吧。他那守寡之人怎么说的那般自然以及理直气壮，他还能用这件事来进宫，可真是厉害了。反正对他这女人没有戏。是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你就这样看旧主的遗孀吗？属下不敢。退下，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是。怀上退到了晋王的房间，晋王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居住，胆子大的也是令人惊叹。哎，王爷，属下今日得罪侧妃娘娘了吗？这是本王想问你的，你之前认识她是不是？认识？您说侧妃娘娘，属下不认识啊。自出了那件事之后，王爷不待见属下，属下一直都在外面奔走，去哪里认识侧妃娘娘？那之前的你没有去过江州？唐明帆祖籍江州，属下从来没去过江州。要说离江州最近的那次，也是几百里之外。就那次。哪次？划船那次。一时足成千古恨，他觉得那时候水还凉，不能把王爷扔到水里解毒，白花了100两银子不说，还被王爷怪罪。再想想现在数9寒冬，王爷都能跳水假死，早知道就把王爷扔水里不就完了。果然妇人之仁要不得，伤钱包伤前程。说起来都是眼泪。算了，他也是莫名其妙，竟然怀疑起怀上来了。唐竹云见一个喜欢一个，怀上这般容貌出众的，他多看几眼也是正常的。原来唐大人是江州人。什么意思？江州那个地方挺穷的。这话怎么说？属下不敢说。属下当时去划船帮王爷找清官儿，老鸨子说了，别的都是120两，贵的150两也有，但是他手上有几个江州来的，那是乡下，所以100两银子。希望晋王想起他的100两银子。那你肯定选了100两的。是，
这都是清官，干干净净，关了灯都一样吧？就是不知道他骗没骗我。可是都这样了，晋王也没提报销的事情。晋王让他滚，那一年是他在家里最幸福的一年，但是危机已经隐隐浮现，所以他去了京城。后来从京城回家的路上，他着了别人的道，本来是中了致命的毒，后来解毒过程中又被人下了脏药，后来就那次去和花船上的女人春风一度，那是他的耻辱。再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家族仇恨深深烙印在了他的身上，再也没有心力去谈男女之事。男性的背叛也让他对女子不再相信，一旦动情，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什么原则都没有。直到后来阴差阳错下，唐朱云被赏赐给了他。唐朱云说为了10两银子他卖了身，怀上却说几百里之外花船上就是100两银子。哼，多么嘲讽！屋外忽然传来一阵说话声，打断了晋王的遐思。他立刻藏匿起来。哥哥，我怕。我们为什么要来父王的房间啊？不用怕，就算王爷变成了鬼，那也是好鬼。我觉得王爷这件事情事出突然，而且十分诡异，想来王爷书房看看，他和谁有书信来往，看看能不能得到蛛丝马迹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让姑姑发现了。为什么不能让姐姐知道？姑姑她大概不想我掺和这件事情。哥哥，我不懂，为什么？你长大就懂了。总之姑姑没错，我也没错。他是男子汉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他明白姑姑嗜赌情深。晋王能理解凛凛的想法，并且深为感动。他为了这个孩子所付出的一切，得到了10倍100倍的回报。唐朱云很快发现2个孩子不在屋里，找了来，并且不动声色地把2人带走。非常讨厌。唐朱云也觉得非常讨厌，为什么凛凛这么强烈的责任感？晋王死了这件事不弄个水落石出，凛凛怕是过不去了。今天看怀上鬼鬼祟祟的样子，唐朱云觉得他肯定跑不了。如果怀上真是始作俑者，他就告诉爹，让爹把怀上砍了，千万不要让凛凛去对付他。偌大的王府肯定有水，我带你们去放河灯好不好？把你们想对王爷说的话都写在纸条上，贴到河灯上，王爷会知道你们的心意的。2人乖乖去写河灯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写？是不是想太多了，不知道从何下笔啊？我也是。我真不是。但是为了应付孩子，他拿起笔来，咬着笔杆酝酿。虽然他现在认字很多，但是会写的字基本还是女诫那些。呵呵，谢主隆恩。王差，很好，误差，嫣然好，凛凛好，我好，你差好也好。也不会，念不会，罪也不会，尤其这个罪字，前世今生笔划都那么难写，讨厌。本来不会写，想要画圈，但是想起晋王活着的时候嘲讽过他，那死者为大，这次他用叉。王爷，你要是还不满意，就忍忍吧。要是敢托梦兰，下次他就只能圈圈叉叉一起上了。行了，反正就是张纸条，也不用下笔签言。为了防止被2个孩子嘲笑，他说各自写的内容各自看就行，被别人看到了，晋王就收不到了。于是2个孩子很乖巧的都没有看别人的，自己把纸条用浆糊贴好。几人提着河灯出门，来到了湖边，傻了眼。王府里的湖面已经冻得结结实实，可以在上面滑冰那种。唐朱云傻了眼，姐姐，这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姐姐有办法。自己装的逼，跪着也得装下去。咱们把河灯放到冰面上也是一样的。你父王现在已经是天上的神灵，怎么都能收到的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来这里？挂在院子里不行吗？仪式感，这叫仪式感。可怜的他，晚点还得来收河灯，希望到时候别冻进冰里抠不出来，否则他只能点火烧了。3人把河灯放到了冰面上，
然后唐竹云带着2个小的回去。在我的老家呢，有一种说法，每个去世的亲人都会变成天上的星星，守护着地上的我们。如果很想念呢，就在这样的深夜，悄悄地告诉星星你们想说的话，他们会知道的。他们离开之后，有人从树丛之后出来，把3盏河灯收走。晋王最先提起来的是凛凛，水落石出，终有时，字字铁钩银画，情绪力透纸背。接着提起来嫣然的河灯。父王，如果保佑我太累，那您就去不累的地方吧，我会好好的。虽然写了好几个错别字，但是晋王还是看懂了这个贴心的小姑娘，让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年的决定。等他看到唐竹云写的所有的欣慰感动，都成了无语。他又是闹了些什么鬼画符？记圈圈之后，他又爱上了叉叉。问题是，你叉也不好好叉，看看那个王叉，分明写成了王八。他都死了，他还不放过他，能不能让人省点心？还有误叉什么意思？勿扰？他还怕自己打扰他。你叉好也好，这个叉又是什么鬼？投河没死的晋王觉得现在要生生被唐竹云气死了。他甚至忍不住现在就去问问他到底写的什么东西啊。腊月的深夜，滴水成冰，唐竹云自己举着灯笼，冻得哆哆嗦嗦往湖边走。这一路上他一个人都没有遇到。王府是真乱了，偌大的内院晚上竟然连个值夜的人都没有，四处一片死寂。外院侍卫应该还好，否则估计偷东西的小贼已经踏破了王府门槛。河灯竟然不见了，他明明记得就是这里的，他知道自己有时候不太认路，所以死死记着来时的路。湖边这棵歪脖子树他肯定没记错，他果然发现了不对劲，冰面上有被人动过的痕迹，3盏冰灯真是被人抠走的。谁这么缺德，要和死人抢东西啊？小心王爷半夜上你家去。生活如此美好，你却如此暴躁，不好不好。反正就是几个河灯，拿走就拿走。晋王纳闷了，生活如此美好，没有他果然美好了。唐竹云转身要往回走，结果脚下一滑。王爷，您看我为了祭拜您受了多少罪啊，所以您得保佑我，是不是？谁？他看错了。唐竹云也不敢多停留，捡起已经熄灭的灯笼。他敢肯定，刚才肯定有人在。如果是偷东西的下人也就算了，但是倘若是坏人，他不敢继续想下去。第二天众人都来吊唁，唐竹云招待女宾，前院太子带着几位王爷和七皇子帮忙。唐竹云非常怀疑那几个就是害晋王的凶手，但是他没有证据。最后当宾客都散去，太子带着几个皇子进来，唐竹云向他们行礼，然后都说要想俏一身笑，小嫂子今日果然更胜从前呢。七弟，不要在这种场合下开玩笑。太子说了几句场面上的话后就离开，向来紧跟他的七皇子却没有动弹。老七，大哥，您先回去。六哥可怜的，死后也没人照顾家眷，府里只有小嫂子操持，我留下来帮帮忙。那就多谢七爷了。七皇子一直到晚上都没走，宋景阳几次三番请七皇子出去，后者充耳不闻。唐竹云不动声色地对宋景阳摇摇头。唐竹云和秀儿低声交代了几句，然后就请容嬷嬷带着2个孩子梳洗睡觉，自己则去了灵堂。七皇子得意洋洋地跟上，宋景阳落后了10几步，看着前面2人已经转出了一道门，悄悄地问树丛：这怎么办呀？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他丝毫都不相信唐竹云看上了七皇子，这只狡黠的狐狸精不知道想怎么作弄人，他可是一点都不能吃亏。七皇子那句调戏已经踩到了他的底线，晋王很期待。你们辛苦了，退下去吃饭吧。几人闻言忙退下。看来府里传言没错，这果然就是一座泥塑的菩萨，什么事情都不管。小嫂子，带我来这里是想在这里和我
你就不怕六哥从棺材里爬出来，将你进猪笼？怕自然是怕的，但是对七爷的好奇让我不惜铤而走险。好奇？难道不是爱慕？好奇什么？好奇像针一样的男人到底生的什么样子？说时迟那时快，唐珠云抓住他双肩，一个漂亮的过肩摔，完美重复当日初见盛况，反手啪啪啪啪的打了他一顿耳光，然后起身狠狠往他身下踹去。想过你没用，没想过你这么没用啊！你敢打我？你这破鞋，你……老娘就算是破鞋，也是你这种渣子穿不起的。这要出人命了吧？哼，正好棺材空着，给他留着。唐珠云终于做了一件合乎他心意的事情，让他一吐心中浊气。这可怎么收场啊？有人！靖王拉着宋景阳藏到暗影之中，震耳欲聋的锣声响起，秀儿跑过来，都来看看啊！不要脸呐！七皇子要在灵堂强迫侧妃娘娘啦！你给我悲痛点儿！这欢天喜地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邀请众人来看现场秀呢。姑娘，把您的帕子借给我用用。辣椒水很多啊，今日没把我哭瞎，你悠着点啊。不喜欢他实锤了，连一滴眼泪都舍不得给。好你个唐珠子！秀儿接过帕子，只抹了一下。姑娘，您下手也太狠了些。这算什么？唐珠云忽然俯身去解七皇子的腰带。姑娘，这不行啊，人都要来了。他当然不行啊，但是送死很行。唐珠云撕开他袍子，一把扯下他的汗巾子拿在手里，然后又狠狠踹了一脚七皇子，后者滚到棺材下面，捂着下身呻吟不止。现在知道了吗？王爷就是死了也能把你压在下面，狗东西！大红汗巾子，真是个骚浪的狗东西。废话少说，赶紧敲锣。好。秀儿又开始吼起来。姑娘，我上次这么哭的时候，是我爹死的时候。怎么这么笨啊？七爷还在呢，他们就不怕七爷听到？不怕，因为老七废了。废了？侧妃娘娘说的那根针废了。唐伯欣带着许多留下吃饭的宾客一起赶来。哥，王爷他还是尸骨未寒，七爷就要在灵堂对我动手动脚。哥，如果不是想着嫣然，我早就一头撞死在棺材上，也不这般受辱。走，到宫中找皇上给你做主去。皇上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气得心急都要发作，直接让七皇子连夜收拾东西滚出京城。鸟不拉屎的地方没有封号，连带着七皇子的生母容妃娘娘都被皇上斥责，失去了宠爱。朝野震惊，七皇子成了本朝开国以来第一个没有封号就被撵出京城的皇子。很快皇上又召见唐珠云。侧妃娘娘，老奴陪您面上去。于是拉着容嬷嬷一起去了。皇上问了当日之事。七皇子想来占妾的便宜，但是妾从小在家里是做过力气活的，也没想到他那么不中用，竟然连妾都打不过。妾承认当时下手很重，但是想到王爷，妾和他同归于尽的心都有。七皇子还说，侧妃也是妾，如果侧妃娘娘以后还想着日子好过，就得听她的。这话那渣子没说吧？那渣子觉得得到他如同探囊取物，又觉得自己魅力爆棚，还没想着威逼这一步呢。名分这东西能压死人，多少悲剧都因名分而起，过去的惨痛教训差点又重演。这都是什么？他错过了什么？为什么他听不懂了？容嬷嬷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老奴不敢妄言，但是倘若在的话，他会觉得合适的。既然如此，传朕旨意，封唐珠云为晋王正妃。晋王一死，他这是坐火箭上升了，3天一升级，他这就成了王妃了。大女主剧本回来了，原来这是冥婚戏。我操！晚上王爷，您别爬我床啊，我害怕。还有几日就要过年了，同时还是凛凛的生辰。
他生日最大，大年初一。其实相对于那时候，现在日子已经好过多了。嫂子，你不用担心我。这么冷的天，以后你可千万别出门了。大爷不放心你，让我来看看，劝你节哀顺变。我没什么的，嫂子，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本来不想让你烦心的，但是我担心老爷和大爷，他们都不好。啊，我爹和我大哥怎么了？原来唐家父子俩都觉得这个王妃彻底锁死了唐竹云的后半生，为此长吁短叹，都快成了心病。没有啊，我现在过得很好啊。我这般劝大爷了，大爷有些不高兴，我也不敢再多说了。等下次大爷来看你的时候，你同他说一说吧。行啊，老爷在家里说呀，惠及必生，情深不寿。总之呢，就是担心你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这种情况也不能出门，等过了年让爹来，我同爹说。他给家人准备了礼物，都被孟雨兰拒绝了。来之前老爷千叮咛万嘱咐了，说不能拿你的东西，也没要孟雨兰送来的凉菜方子结算的银子。她现在可是王妃，有朝廷发的利银，不缺银子。送走孟雨兰，嫣然来了。母妃，嫣然不哭，不哭。母妃看到府里还引了活水，我们回头去那里放河灯，好不好？嫣然答应了。一会儿凛凛也过来，娘三个又趴在桌上给晋王写信。不过这次唐竹云没浪费感情，这玩意儿死人看不见，都被活人偷去了，没必要。但是他还是装模作样，无聊画了一排卡通小人排队撒尿。抛物线最远的那个旁边写了一行字：威武我大王爷。这话别人真的看不懂，他不怕被人偷去。放河灯的时候，看着河灯飘远，唐竹云心里默默的道：王爷，你看我帮你对付了那个嚣张的七皇子，明爷还打算过年前帮你收拾了刁奴。要说对不起你，就是我给几个孩子饭菜里掺了一点荤腥，可孩子正长身体，你也不会怪我的，对不对？姑姑，你别伤心过度了，说不定王爷没事儿。我昨天还做梦，梦见王爷回来了。妈呀，他怎么没想到呢？晋王要是没死怎么办？他已经是王妃了，虽然觉得有点残忍，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要不王爷您就别回来了。不希望您死，但是您可以失去记忆，耽误几年什么的，苟且一天算一天。唐竹云刚要起身，忽然看到对面有张人脸飘过。没错，是飘过，而且还是晋王的那张脸，一脸幽怨死不瞑目的样子。唐竹云腿一软，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。没事，别慌。唐竹云忍不住又看向刚才的地方，可是晋王的脸却消失了。果然人不能做亏心事，他就想晋王别回来，立刻就心虚出现幻象了。姑姑，不对，怎么了玲玲？母妃，刚才您不是放了9个饺子在里面吗？但是他们却放个河灯回来，饺子就变成了8个，谁能进来？谁进来只吃1个饺子？是不是父王回来了？求求了，别吓唬我了，行不行？是不是父王回来吃了饺子啊？你父王明明也是个饭桶，要是晋王回来吃，怎么可能只吃1个？或许是有不守规矩的下人进来偷偷尝了1个，或者被什么畜生叼走了1个也不一定。宋景阳本来跟着晋王趴在房顶上，忽然看到自家王爷捂着嘴跳走，慌忙地跟了上去。王爷，您不会是中毒了吧？那饺子里有毒？然后就见晋王狠狠地打了2个喷嚏。必然是染了风寒，属下去给您偷点药去。王妃娘娘的药可好用了，真的。属下说错话了吗？在王府里，所有的东西对本王而言都是取，不是偷。嘿，您怎么还咬文嚼字起来了？有本事您光明正大去取啊！您说说，您这装死，这一出算什么？闹得他现在都不敢直面唐竹云，总怕自己露馅。要这样，还不如一直瞒着他呢。河灯呢？去看看，收回来了没有？是。
肯定是唐珠子又不知道怎么在心里编排他了。当他看到宋景阳带回来的河灯，看到唐竹云的小漫画，又被气了个七窍生烟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像一排人站着撒尿一样？你退下，以后别跟着本王了。他看似迷糊，其实很聪明。你要是给本王露馅了，大板子伺候。是。心里却想着，唐竹云肯定发现不了。谁能想到有人闲着没事装死玩啊？尤其是大过年的，多缺德呀！靖王咬牙切齿地把河灯上的纸条撕下来收好，这些都是罪证。等他活过来，扔到他面前，看他怎么狡辩。靖王想了想，又去了容嬷嬷院里。王爷饿了吧？老奴给您留了饭。嬷嬷，父皇为什么突然封她为王妃了？难道不是王爷喜欢吗？我觉得还是嬷嬷喜欢她。老奴确实喜欢王妃娘娘，她让老奴想起了当年伺候姑娘的时候。其实姑娘原本也很活泼，只是后来遇到了那个成为她命中劫难的男人，便从明珠变为榆木。王爷也是欢喜的，是吗？没有欢喜，那至少也是没抵触，是吗？王爷，复仇固然重要，但是姑娘在天之灵，肯定更希望看着您过得幸福。要过年了，我明日去大相国寺看看娘，您要去吗？老奴明日就不去了，老奴等除夕去陪姑娘过年。明日王妃娘娘啊，让老奴一早去她那里。做什么？老奴也不知道，但是明日去看看就知道了。王爷，您多吃点，这是王妃给老奴送的，您也看到了。别人现在都没把老奴放在眼里，唯独王妃待老奴比您在的时候更亲近了。那我该死。不过这饭菜好像确实是他的手艺，就是没点荤腥，不如从前好吃。饶是如此，靖王也把饭菜一扫而空。今天他尝了他包的饺子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他偷偷在里面插了荤油，还加了肉末。不过那个是真的好吃。在容嬷嬷这里吃过饭，靖王去了宋景阳那里休息。既然唐竹云明日有事，他也暂时不去大相国寺了，等着后日再去。王爷，您现在算赢了吗？您打算过了年就走吗？那您要不和王妃娘娘交个底儿啊？否则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？哼，他并不希望知道真相。晚点知道，他还能多蹦跶几天，做他成为寡妇的春秋大梦。现在知道，怕是他这个年都过不好了。唐竹云哪里喜欢他？他喜欢的是王妃这个名号所能给他的庇佑，他还不想应付自己。宋景阳，宋景阳！王爷，秀儿来了。他来了，你怎么了？慌慌张张没出息的样子，因为他不近女色的缘故，身边亲近的那几个也都是光棍，以至于现在见个丫鬟都当成了宝。王爷，您在这里影响属下，要不您先藏一藏。宋景阳又是整理头发又是整理衣裳，靖王没动，宋景阳只能匆忙迎了出去。秀儿，是不是你娘同意咱俩的事情啊？你想什么呢？真想大耳刮子抽你！虽然王爷不好，但那也是你正儿八经的主子。他刚死几天，你好意思想七想八的？还不如我们家姑娘呢。不，王妃娘娘对王爷好呢。哎呀，王爷，您真耽误事儿啊！我看你这样的也不可靠，咱们那事儿别问了，问就是不行。不是，没有，你听我解释。没话说，王妃娘娘说了，让你准备100个侍卫，明日一早到王妃娘娘院子里，要身材高大的，年轻力壮的，听清楚了没有？100个侍卫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身材高大，年轻力壮的，王妃娘娘这要选秀啊！秀儿，这可不行啊！你回去告诉娘娘，王府的规矩呢是不允许外男进二院的。王府还有规矩？你少废话，老实听话就行了。不是，那王妃娘娘到底要做什么呀？关你什么事？让你找人赶紧找人去。
宋景阳苦哈哈的回去见晋王。王爷，您看这……按照他说的去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管家呢？管家站出来对他行了个礼。家口花名册呢？管家昨日已经得到了通知，因此赶紧把名册奉上。唐竹云随意翻了翻，然后把名册扔到一边。我懒得看，管家，你说说看。王爷不喜人多，所以府里上下只有283人，其中死气212人，活气71人。好，现在给我数数，来了多少？回娘娘，来了220多个人。我和你怎么说的？务必要来，不得缺席。那么现在缺席的这些人，要么是耳朵不好，要么是脑子不好，王府是留不住了。没来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全给我卖到矿场做苦力去。娘娘，怎么，管家觉得本王妃做不了主？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宋景阳，带着你的人去拿人。本王妃改主意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嘛？给他们一个辩解的机会，先把人都给我带来。宋景阳很快带着侍卫，把剩下的将近60个人都带来了。娘娘，老奴昨晚值夜，天亮了才打了个盹儿，这才错过了。老奴不是有意的。唐竹云看了一眼秀儿，秀儿立刻撸起袖子，上前啪啪啪啪的赏了那个婆子一顿耳光。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跟娘娘喊什么？娘娘说你是有意的，你就是有意的。娘娘，我看先把这老婆子卖了。我看也行。宋景阳，拖下去，不许他收拾任何东西，不许告别，直接发卖出去。是。宋景阳一挥手，立刻有2个侍卫上前，把喊得像杀猪一般的婆子拖了下去。来，谁还有苦衷？快来说说。无人作答。既然不说，那就是没有苦衷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们怠慢王妃，被卖了也不冤枉，是不是？王妃娘娘，昨日奴婢的女儿发烧，这才耽误了。嫣然，你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母妃，要不要查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？没有必要，我既说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来。他就是抱着孩子，爬也该爬来。倘若是你处于危险之中，我现在需要他来救呢，那耽误了救你，你觉得他还该被原谅吗？为人奴婢就该守本分，这不是他的价值观，却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。他不能标新立异，却能立足脚下。带下去。王妃娘娘，奴婢还有相公孩子都在府里，求您开恩呐！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相公老实听话，日后我会赏他新的人取代你，睡你的男人，打你的孩子，你这般忠心，值得这样的下场。带下去。算了，天太冷了，我也懒得一个一个问了，还是按照之前说的，今日没来的一概发卖。下面的人顿时都跪下了，也不敢再找什么理由，只磕头如捣蒜，求他网开一面。宽恕你们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让我想想，怎么样才能测试出你们的忠心呢？啊，有了，我听说王府最近丢了很多东西，但是找不到是谁偷的，我猜呢，还是家贼难防。你们肯定比我心里清楚得多。来，咱们玩个游戏，注意啊，听好游戏规则，因为这关系到你们能继续留在王府，还是去矿场过下半辈子。首先，从现在开始，谁在私下说话、做手势、使眼色，都会被撵出去。你们尽可以试试。然后我要说正式规则了，先是你们这些今日没来的，会被侍卫们分别带到不同的地方盘问。你们要竭尽所能的说出你们所知道的偷东西的人。你们可以做好人，谁都不检举，但是倘若有人检举了你，那你就可以预定一个矿产的位置了。然而，如果你检举出来的人比检举你的人多，那恭喜你，你还能避免那种悲惨的命运，最多只是被撵出王府。但是如果胡乱检举，那也会反噬自己，会记录你被检举一次。现在听明白了吗？侍卫分头带人下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般有失君子之风？不过我没有那么迂腐。记住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对坏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日后你若掌家，
绝对不能姑息养奸。嫣然重重点头，没想到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唐竹云对人性能有如此深的了解，能想出如此精妙的主意。好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宋景阳了。这些人交代完了，剩下的人要一一交代。该撵走的就不要留着过年了。王爷不在，王府也没有余粮了。到了晚上，王府里只剩下86个下人，丢失的东西基本也都被追回来了。但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灵异的事情。然而，如果你检举出来的人比检举你的人多，那恭喜你，你还能避免那种悲惨的命运，最多只是被撵出王府。但是如果胡乱检举，那也会反噬自己，会记录你被检举一次。现在听明白了吗？侍卫分头带人下去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这般有失君子之风？不过我没有那么迂腐。记住了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对坏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日后你若长家，绝对不能姑息养奸。嫣然重重点头，没想到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唐竹云对人性能有如此深的了解，能想出如此精妙的主意。好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宋景阳了。这些人交代完了，剩下的人要一一交代。该撵走的就不要留着过年了。王爷不在，王府也没有余粮了。到了晚上，王府里只剩下86个下人，丢失的东西基本也都被追回来了。但是晚上他睡觉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灵异的事情。他睡觉之前明明记得书桌上的书是打开的，而且被他用镇纸压着，不可能被风吹合上。可是第二天一早醒来，书页就是合上的。问秀儿，秀儿说根本没碰。两个孩子还在睡觉，但是半夜也不会起身去动他的书。难道王爷他真的死不瞑目？王爷，要真是你心有不甘，那你去找害你的人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看，我也没乱搞关系，没虐待孩子，还帮你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王府，是不是啊？不乱搞关系，难道不是因为他想要贞洁牌坊横着走？这是他和秀儿说的原话。没虐待孩子，难道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想把嫣然据为己有，说儿女双全，他这辈子都满足了？这是他和秀儿的原话。管王府，难道不是因为他怕以后麻烦？和秀儿的原话3连击。王爷，你要是没死，也别装神弄鬼吓唬人，行不行啊？靖王几乎都站不住了，怀疑自己已经被他发现。都说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合着他在他眼中就是个祸害。您不是好人，但是也不是祸害啊，怎么也得活个60、70岁吧？这还像句人话。再说了，您不是很厉害的吗？您不是能18比0横扫一片吗？您不是水性很好吗？怎么那么容易就死了？王爷，我看到您了。王爷在哪？王爷显灵了。姑娘，您别怕，我带了桃木剑，让我来，我砍死你这个作祟的小鬼。靖王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幔帐被挑开。鬼啊，他没有影子。秀儿喊了一声，就被靖王一掌劈晕了。蠢货，这灵堂又不是露天的，什么都没有影子，他哪里来的影子？他这张嘴是不是开过光啊？他也就昨天一个机灵，觉得靖王没死他就惨了，今天来试探着碎碎念，结果靖王就活过来了。这狗男人这些天哪里去了？现在出现在灵堂，难道真是藏在棺材里？你刚爬出来？刚爬出来，下面很冷，手还凉，你摸摸试试。大清早的吓唬人好玩吗？王爷，死不了。宋景阳，宋景阳，闭嘴！本王还不能见人。王爷，您这样就不厚道了，要么真死，要么没死，您装死有意思吗？那你和本王说说，你希望本王真死还是没死？当然希望王爷长命百岁啊，但是您看看您干这事儿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哭也就哭了，可是嫣然多难过啊，还有容嬷嬷。不对，容嬷嬷没有那么悲伤，现在想来她是真蠢啊，她这脑子还算够用。你现在不应该悲伤吗？悲伤？王爷您不是回来了吗？难道这是回光返照？
还要继续死一死去？本王回来了，你的贞节牌坊打了水漂，不心疼？不心疼啊？那怎么可能？岂止是心疼，五脏六腑都要疼了。您活着死了，我都是一样高兴，一样高兴啊！您永远活在我心中啊！你再说一遍。不是，您把我吓到了。我是说，您活着比死了好，依然至少有父亲了。你不是一向伶牙俐齿吗？怎么本王活着就这一桩好处？好处太多了，说3天3夜都说不完。但是您看吧，您诈尸要是让人看见了不好，所以还是赶紧藏好。宋景阳来了，看到秀儿倒在地上，顿时慌了。被你家王爷打晕了，你先把他抱回去。宋景阳看着靖王，眼神难免埋怨，打横把秀儿抱走。呵呵，看看狗腿子都知道怎么抱女人，这要是靖王啊，不得像扛麻袋一样把人扛走。王爷，要是没事儿，咱们也各司其职。您进棺材躺着，我走。各司其职啊，您藏好，我走啊。做了几天鬼就听不懂人话了？爽！走？这就走了？王爷的意思是让我留下？人鬼情未了？你就不想问问本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？哎，这事我问您，您就能告诉我吗？与其让您搜肠刮肚撒谎，我浪费感情听谎话，咱们都省点心，多好啊！有些瓜可以吃，有些瓜那是毒瓜，别说咬一口，看都是嫌命长了。王爷，没事，我走了。站住！你既然知道了本王的秘密，我比死人嘴巴还严，我会像今日没见过您一般，在我心里死得妥妥的，永垂不朽。不对，王爷，您装死这事儿，皇上知道吗？你说呢？嗨，和他说什么？一句真话没有。唐竹云瞪了靖王一眼，转身噔噔噔的跑了。爱咋咋地，老娘不伺候了。要不是这只靖王，他还得继续去寻鬼去。大过年的，闹人不闹人？自己现在被死死地绑在靖王船上，感觉40米的大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。他再也没有把凛凛认到名下的心思，甚至想着要不要和父兄断绝个关系，也不知道这招好用不好用。母妃，别难过了，父王现在说不定在哪里养伤，过几年就回来了。哪有过几年，过几天都等不得了。人现在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偷听他们说话呢。姑姑，还有我在，我不会离开姑姑的，我帮姑姑照顾妹妹。要是姑姑能生出个弟弟妹妹，我也帮您照顾。就是咱家巷子头那家的三水，就是一父子，我知道的。他要是生个孩子出来，靖王不得劈了他？唐竹云好一顿解释，总算让2个孩子相信他肚子里没有宝宝。吃过饭，我带你们2个去湖面上打陀螺去。您带着嫣然去吧，今日爹要来给我讲书呢。我也想跟着舅舅读书。你算了，想去就去吧。唐伯欣果然很快就来了。大哥，咱都上了贼船了。姑娘，啊，你醒了？不，您是王妃娘娘了。啊，王爷诈尸了，您没事吧？胡说什么呢？啊，您没看到王爷？没有啊。王爷那么大一张死人脸，您都没看到？好了，一定是你太累了，出现了幻觉，又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自己都摔晕了啊！明日就是除夕了，你要不要回家陪着你娘过年啊？不回去，我娘让我跟着您。您真的没看到吗？没有。哦，看来我是中邪了，不行，我得出去多求几道符去。桃木剑呢？我桃木剑呢？我得去退钱。骗子！你摔倒了，好好休息啊。不怕，努力好了，再不去要钱，怕明天关门了。我先去找我的剑。王爷，您自求多福。你怎么不去做吃的了？王爷，人吓人，吓死人的。本王饿了。
一会儿说完后，我去炸丸子，不过只有素的，有也不给他吃。你不是让秀儿偷偷出去买了10斤肉？还有没有点隐私了？本王要吃肉丸子。行吧，我先问问王爷啊，我的河灯，我的饺子，我的书，是本王，都是本王。这还好意思理直气壮的承认？您还要不要脸了？怎么了？想说什么？王爷极好。这是想和本王算账？来，本王问问你，河灯上的鬼画符什么意思？和秀儿说当寡妇比伺候男人好，什么意思？还有王爷，我还藏了5斤羊肉和一副羊下水，你想不想喝羊汤？我现在就去做。靖王冷哼一声，算他是抬举。这味实在太霸道了，要不是我之前那么凶，恐怕现在就有人来打探了。您快点吃啊，省得2个孩子回过头来还以为是我吃的呢。靖王风卷残云般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喝下去，只觉得5脏6腑都被极好的安慰了。你为什么看到本王不惊讶？其实我早就怀疑了。哪里有破绽？马厩啊，我在王府观察了几日，发现四下都很乱，但是马厩那边的马被照顾得特别好。本王爱马，难道不能是宋景阳吩咐人格外精心照顾？人都没了，谁能顾得上马呀？难得你也能聪明一次。王爷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皇上到底知不知道真相啊？知道。不对啊，皇上如果知道的话，怎么会把我提成王妃啊？到底靖王是皇上亲生的，还是他是皇上亲生的？那你得去问皇上。他就知道，问他还不如问膝盖呢。容嬷嬷明日会去大相国寺，后日再回来。倘若他和你说，你不要多问。我是想到了嫣然啊。你明晚准备一下。正说着话，靖王忽然往屏风后一闪，随后便传来秀儿的声音。秀儿进来，手里拿着几张符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哦，宋景阳替我去推桃木剑去了，我就买了几张符。啊，这屋里什么味这么大？怎么一股子羊肉味呢？没有吧？有，我鼻子比狗鼻子还灵呢。您自己是不是偷吃了？我看到碗了，碗还没刷呢。走，我去厨房里给你也做一份去。好嘞。哎，您等等，我先看看这符贴在哪里好，要防小鬼作祟，大白天都能撞见鬼。您说王爷这死后怨气多大呢？哎，这屏风不错呢。啊，不用，回来再贴，一会儿羊肉别被猫叼走了。行吧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大门口也贴了一张，侍卫问我防什么，被我含糊过去了。这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防着王爷回来，不得打我。你再不走，王爷就要跳出来打你了。也不知道靖王是怎么回事，差点又栽到秀儿手中。难道这就是一物降一物？这人怎么胆子这么大？2个孩子刚睡下。他们熬得那么久，现在就是外面打雷都醒不过来。你听着爆竹声，不也时不时的响起吗？啊，空着肚子吃这些，胃口难受。厨房灶上还温着饭菜，我去帮你拿来。我自己去便是，给我留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会过来？不过来就喂猫呗。吃过饭，王爷，您吃饱了吧？啊，那要不您回去啊？回你的棺材里躺着去。不回去。王爷，我有些话想跟您说。你说。就是吧，我没想到能做王妃，你也没想到吧？但是我觉得我做这个王妃的基础是您不在了。既然您回来了，嗨，这王妃也不是儿戏啊，所以也不能给我摁回唐府了。要不咱们都将就将就？将就将就？怎么将就啊？就是我吧，对男女之事不很热衷。您要是喜欢谁，只管往府里抬，我保证好好对他们，也不戕害您的子嗣，给您当好管家。整个王府有我在，您放心就行。他不行，他给药，他女人怀孕了，他帮忙保胎，还帮忙接生，从制造到生出来，他可以一条龙钻石 VIP 服务，唯一的条件就是别睡他。你是对男女之事不热衷，还是对本王不热衷啊？难道清风那样的才能让你热衷？不，王爷，
是男人都不行。女人就行。王爷，我是和你好好说话的。别的没有，他就是不想履行陪睡的业务。不是晋王让他不感兴趣，恰恰相反，晋王是他YY走向人生巅峰时候要包养的那种类型。但是啊，问题是，男人这种东西啊，就像牙刷，别人用过，他不是不能用，但是心里的膈应实在是压不下去。要是过去被用过，他不知道也就稀里糊涂了。但是以后还要长期和人混用，他要是能接受啊，他对得起他受过的教育吗？有些事得入乡随俗，但是这件事，抱歉，他过不了心里那关。晋王忽然站起身来，向他走过来。王爷，我不行。穿好衣裳，穿衣裳去。我穿着呢，脱衣裳肯定不行。我让你穿大衣裳去，我要带你出门。啊，我得看这2个孩子啊！你看容嬷嬷不在，秀儿也不在。你以为秀儿为什么不在？是你啊！当然是本王，否则还是你吗？快去穿衣裳，本王带你出去一趟，早去早回。如果不是他让宋景阳引着秀儿去打叶子牌，还特批100两银子让他输，恐怕今晚又得被秀儿逮个正着。那丫鬟真邪门，专门克他。那嫣然和琳琳怎么办啊？怀上在，为什么选这家？王爷忘了，您不在了，我还重孝呢。咱们出门被人发现就不好了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你莫非还在等着谁来？怀上靠谱吗？哼，比你靠谱多了。他去逛花船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么抠门，当初逛花船说不定还是公款消费，你知道吗？那些公款肯定不可能是出自晋王这里，说不定就和别人有见不得的交易呢。